一辆华丽的马车停在宅邸门前，格蕾丝提着裙摆在长廊上飞快地奔跑，她急促地喘着气，神色慌张。路过的女仆停下脚步，疑惑地看着她的背影，喊道：“小姐！”格蕾丝没有回头，径直冲过走廊，大声喊道：“请等一下，让一下，我要过去！”端着茶盘的侍女们愣在原地，看着格蕾丝从身旁疾驰而过。其中一名侍女惊呼道：“我刚才看到了什么？”另一名侍女满脸错愕：“我从未见过奥琳小姐那样奔跑过，更重要的是，她怎么穿着睡衣就跑出去了？”格蕾丝提着裙摆在走廊上飞奔，必须在父亲出门前告诉他，一定要尽快赶到。就快到了，父亲的书房就在前面。他终于看到了那扇熟悉的房门，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。然而，一个声音突然从侧方传来：“奥琳小姐。”格蕾丝猛地停下脚步，脸上的笑意瞬间凝固。为什么那个声音会如此熟悉？卢卡斯出现在格蕾丝面前，神情中带着一丝意外。“奥琳小姐，是有什么急事吗？”“公爵大人，我们要不要打个赌？当您访问领地时，如果奥琳小姐是奔向你而来的，那一定意味着奥琳小姐已经爱上你了。这个女人真的喜欢我吗？”不久之前，在一场盛大的宴会上，宾客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，低声交换着最近的传闻。“你听说了那个传闻吗？卢卡斯公爵今天要参加这场宴会。”另一名胡子男点头回应道：“啊，是的，我也听说了，不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我们很少在宴会上见到他，我也从来没见过他本人。看来这次他肯定会出席。听说在今天的宴会上，他会去见他的未婚妻。”等一下，正说得起劲的贵族男子突然停了下来，他疑惑地转过头去。卢卡斯站在他们身后，冷冷地开口说道：“借过。”两名贵族看清来人的面孔，顿时吓得脸色惨白。“卢卡斯公爵，哈，我挡住路了，我们这就走。”卢卡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落荒而逃，独自站在宴会厅中。既然要逃跑，当初又为什么要聚在一起窃窃私语？那个传闻是真的吗？听说在今天的宴会上，他的未婚妻订婚吗？真是令人厌烦。自从继承了公爵之位，成为布莱克家族的首领以来，这种压力就从未停止过。一名老者站在书桌前，神情严肃地看向卢卡斯说道：“公爵大人，这是整个家族的意见，今年不能再拖延下去了。家族一直在催促他结婚，因为这是家主的责任，也因为家族的秘密必须由他传承下去。甚至连今天的这场聚会，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。”卢卡斯背对着众人站在宴会厅中央，周身散发出令人胆寒的气息。若不是为了那该死的义务，我根本不会出现在这里。周围的宾客们压低声音交谈：“我们该怎么办？”刚才还在议论卢卡斯公爵，现在他看起来心情糟透了。另一人咬着牙埋怨道：“看吧，我早就告诉过你要谨言慎行。”虽然并不排斥结婚这个念头，但他心中始终有着无法妥协的坚持。他端起酒杯，看着杯中晃动的液体。对于一名贵族来说，这或许是个天真的想法，但我绝不想要一段没有爱情的婚姻。爱这个词承载着无数含义：勇气、信任、支持，还有喜悦。它是多么美丽而深刻，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忠诚或责任。卢卡斯坐在剧院的阴影中，看着舞台上的演员们谢幕，周围传来阵阵窃窃私语。为什么公爵看起来如此不悦？难道他不喜欢这部剧吗？最重要的是，要与一个我不爱的人进行无意义的争斗，我的生命实在太宝贵了。这就是为什么，尽管身边的人不断坚持，我选择等待一个真正能打动我心的人。难道我一直在追求一个愚蠢的梦吗？卢卡斯公爵，侯爵向卢卡斯介绍道：“这是我的女儿格蕾丝，我今天正打算把她介绍给您。你为什么像个傻瓜一样站在那里？”“公爵大人在等这呢，快向他问好。”格蕾丝轻声说道。“您好，我是格蕾丝·奥琳。”卢卡斯注视着眼前的格蕾丝，或许是那双紫色的眼睛留在了脑海里，又或许是他的声音不断在耳边回响。我不知道，原本我强烈反对家族间的包办婚姻，但现在我的想法竟然如此轻易地改变了。卢卡斯看着格蕾丝说道：“我是卢卡斯·布莱克，我想我们可以再见面好聊一聊。”然而，卢卡斯看着对面的格蕾丝，我们已经坐了30分钟，却还是这种状态。格蕾丝低着头，紧紧攥着茶杯，指尖不停地颤抖。再这样下去，杯子都要碎了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抖成那样，简直像个生病的孩子。难道是因为害羞吗？好吧，先问他一些事情。卢卡斯沉吟片刻：“格蕾丝，是我让你感到不舒服了吗？”格蕾丝猛地一颤，手中的茶杯微微晃动，他有些慌乱地回应道：“不是那样的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看来这次见面只能到此为止了。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，有些遗憾，原本还有很多事情想问他。事实上，格蕾丝之所以能吸引我的注意，有很多原因。她是少数几位直接获得国王授勋的女性之一，尽管身为侯爵家的千金，她却为贫困的孩子们开办了一所小学。不仅如此，她还精通植物学，并为穷人们研发了能在旱季储存的农作物。当然，并不是所有人都会用同样的眼光看待她。报纸上刊登着关于格蕾丝的消息，保守派贵族们指着报道低声议论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？作为一个女性，她似乎表现得过于大胆了。那些自诩正统的贵族们纷纷指责格蕾丝的行为有失淑女风范，认为她的所作所为极不体面。格蕾丝老师，一个孩子跑了过来，拉住她的手问道：“你还会再来学校的，对吧？”但我有不同的想法。格蕾丝拥有着一种坚韧的性格，这让她能够静默而持久地去完成那些他人无法企及的事情。卢卡斯放下手中的报纸，看着不远处的格蕾丝。也许凭借她这样坚韧的性格，我或许可以毫无顾虑地与她分享我的秘密。
清脆的破碎声突然响起，茶壶摔在地上裂成碎片，茶水溅了一地。卢卡斯猛地站起身：“奥琳小姐，你没事吧？”格蕾丝慌乱地摆着手：“抱歉，我失误了。”卢卡斯看着他沉默了许久：“我没事。”果然，无论我多么中意他，我也无法娶一个每次见到我都浑身发抖的人，就当是没缘分吧。他看起来真的很害怕我啊。他从怀中取出一方手帕：“请用我的手帕吧。”格蕾丝愣住了。卢卡斯见状有些局促，为什么没有反应？难道太突然了吗？必须再试一次，而且这次要表现得自然一些，要带着微笑。卢卡斯努力挤出一丝笑容：“请用这个。”格蕾丝整个人瘫倒在凉亭的地板上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现在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格蕾丝正瘫倒在他的怀里，双眼紧闭，整个人失去了意识。他回想起刚才的一幕，自己只是看格蕾丝似乎有些困扰，便递过去一块手帕，没想到他竟然就这样晕了过去。他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卢卡斯低头观察着怀中的格蕾丝，虽然他昏迷不醒，但呼吸还算平稳，看起来只是单纯的晕厥。就在这时，格蕾丝的嘴唇微微动了动，发出了细微的呢喃：“卡斯。”卢卡斯愣了一下，刚才那是什么声音？格蕾丝依旧闭着眼，发出一声轻微的呻吟：“卢卡斯·布莱克。”卢卡斯的神情变得复杂，刚才他是在叫我的名字吗？为什么？不知为何，他发现自己竟然难以将视线从这个女人身上移开，这种感觉从未有过，这真的很奇怪。格蕾丝发出一声细微的呻吟：“他缓缓睁开了眼睛。为什么我会在卡西奥的怀里？刚才我明明还在喝茶，我现在得走了啊！对了，我刚才正和那个男人在一起，卢卡斯·布莱克，他在和朱莉聊什么呢？对话，说起来，我确实有话想对那个男人说。你真是……”卢卡斯似乎察觉到了他的视线，他微微侧过头。格蕾丝猛地睁开眼，心脏剧烈的跳动着。卢卡斯正大步流星地朝他走来，他抬起戴着黑色手套的手。格蕾丝小姐，他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，在空气中微微震颤。格蕾丝屏住呼吸，身体不由自主地紧绷起来。你感觉还好吗？格蕾丝缩在卡西奥的怀里，肩膀微微颤抖，极度的惊恐瞬间席卷全身，她发出了凄厉的尖叫，好可怕！格蕾丝整个人瘫软在卡西奥怀里，远处的女仆朱莉正急匆匆地跑向这边。小姐，小姐。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，我对卢卡斯·布莱克所抱有的情感并不是恐惧，那是3年前的事情了。就在我完成社交界首秀后不久，我再次无法违抗父亲的固执，不得不去参加一场由皇室举办的晚宴。格蕾丝独自走在华丽的大厅里，隔了这么久再来参加这种聚会，感觉真尴尬。或许是因为我不常参加这类活动吧，我已经想回家了。仅仅是踏出家门这件事，就已经耗尽了我的精力。即使回了家，情况也不会好转。格蕾丝想起父亲那些冰冷刺骨的叮嘱，不要太出风头。格蕾丝，就当自己不存在一样生活吧，找个合适的家族嫁了，然后离开这里。我身边没有一个人支持我。自从我正式进入社交界，父亲就开始执着于把我嫁出去。在众多的选择中，父亲最感兴趣的家族是以野性黑马为家徽的布莱克家族。即使是像我这样对外界一窍不通的人，也知道那是一个拥有巨额财富的显赫家族。目前布莱克家族由长子卢卡斯掌管，次子凯恩也活跃于外交事务中。巧合的是，这两兄弟目前都尚未婚配，因此许多家中有适龄女儿的贵族都在暗中观察他们。由于卢卡斯是皇太子的亲信，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比以往更严密的关注。格蕾丝轻轻叹了一口气，父亲今天特意把我送过来，就是因为听说卢卡斯会出席这场晚宴，这意味着在这个会场的某个地方，卢卡斯公爵一定就在现场。虽然是被父亲强迫而来的，但既然涉及到了联姻的话题，他的内心深处也难免产生了一丝好奇。就在这时，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一阵骚动，他终于来了。格蕾丝顺着声音的方向望去，只见周围的名媛们纷纷发出惊叹：天哪，看他今天多迷人，他真是越来越英俊了。格蕾丝下意识地屏住呼吸，发出一声轻微的惊叹。卢卡斯正穿过宴会厅的大门走来，身披一件镶嵌着金色刺绣的深色披风。仅仅是一个人的到来，整个宴会厅的气氛便彻底改变了。他英俊的简直像是一座活生生的雕塑。那个男人到底是谁？他是哪位邻国的王子吗？周围的名媛们开始兴奋地交谈起来。天哪，卢卡斯公爵今天还是一如既往的迷人。另一位小姐满脸羡慕地附和道：阿伦迪亚小姐真是太幸运了，竟然能和卢卡斯公爵这样完美的人商谈婚事。格蕾丝愣住了，等等，那个男人就是卢卡斯，就是刚才那个像雕塑一样完美的男人。但比起这些，他已经有正在进行的婚约商谈了吗？一位红发女子正优雅地摇晃着手中的酒杯，其实那不过是长辈们之间的一场谈话罢了。一位名媛轻笑着对身边的红发女子说道：哦，小姐，您真是太了不起了。罗森海姆家族和布莱克家族一直以来关系都很亲近。格蕾丝心中暗自思忖，所以那位就是阿伦迪亚小姐吗？真是一位优雅又美丽的女士。虽然那是事实，但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我的哥哥和卢卡斯公爵关系非常要好。哦，对啊，拉里安大人和卢卡斯公爵也是非常亲密的朋友。格蕾丝听着这些对话，心情愈发沉重。原来卢卡斯公爵已经在和阿伦迪亚小姐商谈婚事了。父亲之前还说他没有再见任何人，看来是父亲搞错了。这意味着，如果我没有偶然听到这段对话，我可能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接近一个已经订婚的人。他立刻转身离开了喧闹的宴会厅，独自来到了寂静的后花园。格蕾丝坐在长椅上，长舒了一口气，
真是好险！不知不觉间，我竟然就这样逃跑了。我该怎么向父亲解释这件事呢？其实我根本就不想结婚。贵族之间的婚姻无非是家族利益的交换，但他无法接受自己仅仅作为父亲手中的工具被嫁出去。然而，如果我真的把这些话说出口，只会被大家当成怪胎吧，就像一直以来那样。正如我这一生所经历的那样。格蕾斯正沉浸在思绪中，耳畔突然捕捉到一丝异样的动静。刚才那是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。格蕾斯提着裙摆站起身，警觉地环顾四周，难道是我听错了？一声凄厉的惨叫划破了夜空的宁静。他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，在茂密的灌木丛后，一个高大的背影挡住了视线。卢卡斯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：“你竟敢潜伏在皇宫里！”朗提亚的走狗寒光一闪，长剑猛地挥下，伴随着皮肉被割裂的声音，鲜血溅落在地。那名潜伏者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：“啊呀呀！杀了我吧，直接杀了我！”那人看向格蕾斯的方向，格蕾斯躲在树丛后，死死捂住自己的嘴。刚才我们是不是对视了？你背叛了皇室，甚至企图出卖这个国家。你是因为被切断了手指才哭得这么难看吗？格蕾斯的大脑一片空白。哈，那个人，卢卡斯·布莱克。卢卡斯微微侧过头，半张脸上溅满了刺眼的血迹，他嘴角勾起一抹残忍而诡异的弧度。格蕾斯躲在树后，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，心脏剧烈跳动。我必须离开这里。但是格蕾斯瘫倒在草地上，长发散落在泥土间，意识彻底陷入了黑暗。在见到卢卡斯的那一刻，我晕了过去。我从小就对尖锐的东西感到恐惧。那天在见到卢卡斯后晕倒的我，幸运地被一名路过的警卫发现，得以安全回到了家。格蕾斯坐在餐桌前，看着眼前的餐具，神情显得有些僵硬。格蕾斯盯着叉子尖锐的顶端，呼吸变得急促。金属撞击地面的清脆声响起，格蕾斯惊恐地站起身，头也不回地冲出了房间。然而在那之后，我对尖锐物品的恐惧变得更加严重，甚至到了无法直视叉子的地步。在那之后，我花了很长时间，才终于能够重新回到社交界。侯爵皱起眉头说道：“总之现在这样根本没用，我不能让这种状态的人去参加晚宴。”格蕾斯静静地躺在床上。是的，这对我来说反而是种宽慰，这样我就不用再面对他了，对吧？我原本确信事情会这样发展。格蕾斯睁开双眼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因为那次意外，我整整1年连叉子都拿不稳，结果现在居然突然传来了求婚的消息。我记得之前不是听说他正和另一位小姐谈论婚事吗？传闻中他已经放下了手中的剑，转而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经商之中。格蕾斯双手紧紧捂住口鼻，如果传闻是真的，他已经不再动武，那么见他一面或许并不是个坏主意。不，绝对不行！无论如何，我都不可能和那样可怕的人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格蕾斯猛地站起身，我必须去和父亲谈谈，而且要尽可能快。我要告诉他，我绝对不会嫁给那个人。然而，卢卡斯站在门前，格蕾斯小姐。格蕾斯猛地停住脚步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为什么？布莱克公爵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距离上次见到他已经过去了1周，而现在他竟然出现在了我的家里。卢卡斯迈步走向格蕾斯，问道：“距离那天已经过去1周了，你感觉好些了吗？”格蕾斯看着走近的男人，那天，关于那天的记忆瞬间涌上心头。格蕾斯努力平复心绪，对着卢卡斯微微躬身说道：“啊，是的，那天真的很感谢您。”卢卡斯神色平静地回应道：“作为一名绅士，那是我应该做的。”格蕾斯悄悄抬起头，视线落在卢卡斯的脸上。虽然他依旧面无表情，但总觉得今天的他似乎心情不错。是发生了什么好事吗？格蕾斯有些局促地追问道：“公爵大人，请问您今天为何会突然造访？”卢卡斯解释道：“奥林侯爵提到有些紧急的事情需要商议，所以我顺路过来看看。而且我也听说格蕾斯小姐身体不适，所以想确认一下你是否已经康复了。”卢卡斯轻咳一声说道：“总之情况就是这样。”格蕾斯看着他，心中满是疑惑。为什么他看着我的时候表现得这么尴尬？格蕾斯低下头看向自己的装束，心脏猛地漏跳了一拍。我现在居然穿着睡衣，为什么每次见到公爵总会发生这种尴尬的事情？格蕾斯急忙躬身行礼说道：“非常抱歉，公爵大人，我先失礼了。”卢卡斯却在身后叫住了他：“请等一下，格蕾斯小姐，既然顺路经过，我有一件东西想要送给你。”他缓缓从腰间抽出一件物品，金属摩擦的声音在走廊里清晰可闻。格蕾斯猛地睁大眼睛，那是1年前见到的那把剑吗？恐惧感再次如潮水般袭来，格蕾斯双手紧紧交叠在身前，那种无法呼吸的窒息感又开始了。卢卡斯递出一个精致的小布包，这种茶在焦虑和紧张时有很好的镇静效果。看到你一直在发抖，我很担心。卢卡斯关切地问道：“你还好吗？”格蕾斯在心里呐喊着：“当然不好了。”他一边后退一边慌乱地回应道：“啊，是的，谢谢您，我会喝这些茶的，请别担心。那么我先告辞了。”由于动作太过仓促，他的脚踝猛地一歪，整个人失去平衡，向一侧倒去。哎！卢卡斯惊呼出声：“小姐！”格蕾斯有些失神地睁开眼。卢卡斯稳稳地接住了他。格蕾斯整个人埋在卢卡斯的胸前。卢卡斯低头注视着怀里的人：“你还好吗？”格蕾斯猛地睁大眼睛：“对不起，我马上就起来。”卢卡斯稳稳地拖住他，回应道：“没关系，慢慢起来也可以。”就在这时，走廊尽头的房门被猛地推开，发出一声巨响。侯爵怒气冲冲地走出来，大喊道：“到底在吵闹什么？”布莱克公爵。而在他身边的格蕾斯、奥林，他们在这里做什么？立刻来我的办公室。
办公室的门紧紧关着，愤怒的咆哮声从房间里传出。身为贵族家的女儿举止竟然如此不端，简直就像那些后巷出身的平民女孩一样。那些年的礼仪课程全都白费了。一个还没出嫁的女人，竟然穿着睡衣就这样抱着男人。格蕾丝急忙解释道：“啊，父亲，我知道这可能是一个误会，但刚才发生的事纯属意外。我当时正急着要告诉您一些紧急的事情，结果不小心绊倒了，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。”他抚着胸口，神情焦急地继续说道：“我和公爵之间真的什么都没发生，我向您保证。所以闭嘴，别再找这种荒谬的借口了。”侯爵的怒吼打断了他，他指着格蕾丝继续训斥道：“你就像个小女孩一样，总是不知分寸的顶嘴。明明我亲眼看到了你在做什么，你竟然还在找借口。我告诉过你要安静的生活，不要引人注目，难道你觉得我的话很可笑吗？”格蕾丝低着头任由对方责骂，心中却是一片冰冷。我的解释根本不重要，反正你从来都不会听我说话，这种话我到底还要听多久？在这个家里，我的意见根本无足轻重，这一点我早就心知肚明。我本该早就习惯了这一切，可为什么每次还是会感到如此失望？刚才还敢顶嘴，现在总算变得听话一点了。女人就是需要时不时的管教一下，真是让人心累。总之，真没想到你竟然想用身体去诱惑男人。格蕾丝嘴唇微动，低声问道：“父亲，您在说什么？”侯爵不耐烦地转过头，是谁在这种时候打断我们的谈话？沉稳的脚步声在走廊响起，卢卡斯出现在门口，神情冷峻地看向室内。侯爵，你是不是让客人等得太久了？格蕾丝猛地一惊，紫色眼睛里写满了错愕。侯爵皱起眉头，有些尴尬地看向卢卡斯说道：“布莱克公爵，看来今天我们没法继续谈下去了，请您先回去吧。”卢卡斯并没有离开。如果您是因为刚才发生的事在责备这位小姐，那我无法做事。不管对于可能导致侯爵产生误解的情况，我深表歉意。但刚才发生的事确实只是一场意外，惊吓到这位小姐，并导致她摔倒，责任完全在我。所以现在是不是应该先让这位小姐回去休息？侯爵的手猛地一颤，公爵竟然在这样维护我的女儿，难道说他其实中意格蕾丝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侯爵脸上露出一抹狡黠的笑意，说道：“即便您说没发生什么，但我的女儿穿着睡衣被您抱在怀里是不争的事实。既然她还没出嫁，名声就已经受损了。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，公爵大人理应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。这真是个绝佳的机会。放眼整个帝国，再也没有比黑公爵家族更富有、更有声望的联姻对象了。”关于那份婚约提议，卢卡斯神情冷峻地注视着侯爵。我就当没听见刚才那句话。侯爵气急败坏，地质问道：“难道你让一个未出嫁的少女蒙羞后，就打算这样一走了之吗？你还敢自称是布莱克家族的首领？这简直是毫无荣誉可言的行为。”卢卡斯眼神冰冷地看向侯爵。荣誉？一个懂得荣誉的人，绝不会在他人面前贬低自己的孩子。看来真正不懂荣誉的人是侯爵你才对。侯爵瞪大了眼睛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？”卢卡斯转过身，语气平淡地回应道：“抱歉，我认为今天已经没什么好谈的了，失陪了。”随着沉重的关门声响起，卢卡斯的身影消失在门后。侯爵气地捂住额头，那个傲慢的小鬼，不过是仗着家族的名号才敢这么嚣张。格蕾丝站在一旁，神色显得有些慌乱。不能这样！格蕾丝抱住脑袋尖叫起来。不，如果就这样结束，那婚约的事情该怎么办？而且他到底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？他根本没有理由讨厌我啊！记忆的碎片在脑海中飞速掠过。格蕾丝紧闭双眼，双手交叠在胸前祈祷。照这样下去，整个奥林家族都会被处死的。我必须阻止这一切。格蕾丝猛地转身冲了出去。侯爵看着女儿突然跑开的身影，惊讶地喊道：“格蕾丝，你要去哪里？等我一下，父亲，我马上就回来。”庄园门口，卢卡斯正准备登上马车，格蕾丝急促地呼喊着：“公爵大人，请等一下！”格蕾丝一边奔跑一边喘息：“请等一下，我有话要说。”卢卡斯看着眼前气喘吁吁的少女，奥林小姐。格蕾丝大口喘着粗气：“您的脚步真的太快了。”卢卡斯注视着她，她跑得这么急，甚至连话都说不全，难道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吗？卢卡斯开口说道：“先平复一下呼吸吧。不过这还真是，从会客室到这里，明明不到10分钟的路程。”他放缓了语气说道：“慢慢说，不用急，我会一直等到你说完为止。”格蕾丝稍稍平复了呼吸：“谢谢您阁下，多亏了您，我现在感觉好多了。那么你想对我说什么？”格蕾丝迟疑了一下，她紧紧攥着裙摆，突然深深地弯下腰行礼：“真的很抱歉，阁下。”卢卡斯微微一怔：“这不是你需要道歉的事情，所以我不会接受你的道歉。”格蕾丝愣在原地，心中满是局促。可是今天发生的事，即便只是个意外，也已经严重失礼了。如果流言蜚语肆意传播，甚至会给布莱克家族带来丑闻。他明明因为我听到了那些难听的话，却还是站在了我这一边，我绝对不能就这样轻描淡写的敷衍过去。格蕾丝抬起头，神情坚定地看向卢卡斯说道：“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疏忽造成的，我向您诚挚的道歉，而且我会为此负起应有的责任。”格蕾丝看着沉默不语的卢卡斯，心中突然一阵慌乱。我是不是表现得太粗鲁了？我只是想表达，我会让仆人们闭嘴。卢卡斯抬起戴着黑色手套的手，轻轻抵住下巴，陷入了沉思。我明白了。格蕾丝的心沉了下去。果然，他还是不打算接受我的提议。难道我的家族注定要这样没落吗？如果我在这里搞砸了，学校该怎么办？那些孩子们又该怎么办？孩子们簇拥在格蕾丝身边，大家欢笑着捧起鲜花，大声喊道：“生日快乐！这是我们大家一起为你准备的礼物。”难道我就要这样和这些孩子分开了吗？不，我绝不接受那样的结局。
没错，就算家族真的没落了，我还有自己的爵位，还有一直以来攒下的积蓄，振作起来。格蕾丝，奥林，只要把情况解释清楚，为了那些孩子，他或许会原谅我们的。他想起在某个东方国家流传的一句话，即便闯入虎穴，只要保持冷静也能活下去。虽然不知道虎穴长什么样，但现在的处境也差不了多少。格蕾丝鼓起勇气开口说道：“阁下，真相其实是奥林小姐。”卢卡斯突然打断了他的话。格蕾丝愣了一下，回应道：“在。”卢卡斯脱下自己的外套，动作自然地披在格蕾丝肩上。“你穿成这样会感冒的，还是先穿上我的衣服吧。”格蕾丝感受着肩头传来的重量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啊，糟了，我现在还穿着睡衣呢。格蕾丝羞红了脸，支支吾吾地说道：“关于今天的事，我一定会处理好的。”格蕾丝愣在原地，而且外套，谢谢您阁下，待会儿我会让仆人把衣服送还给您的。哦，那倒不必了。他是个奇怪的人，有时候他像白杨树一样瑟瑟发抖，紧接着他又会变得异常大胆。在刚才的交谈中，他的表情更是一刻不停地变换着。卢卡斯轻咳一声，他其实只是个非常害羞的人吧。奥林小姐，我可以提一个要求吗？格蕾丝露出礼貌的微笑，回应道：“哦，当然可以。我希望你能亲自把外套还给我。”格蕾丝的心猛地一沉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请问您说什么？卢卡斯自顾自地思索着。这周不，下周会更好。格蕾丝拼命摇头，不，我一点也不想去。卢卡斯察觉到他的迟疑，你已经有其他安排了吗？格蕾丝被他锐利的目光盯着，吓得缩了缩脖子，小声回答道：“不，我有时间。”卢卡斯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很好。他合上手中的怀表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我会尽快派人送去邀请函。格蕾丝大惊失色地喊道：“什么？不，我的意思是……”格蕾丝僵硬地挤出一丝微笑，感谢您的体贴，公爵大人。彻底完蛋了。卢卡斯走向停在路边的马车，我会为你安排好接送的马车，所以请不必感到负担。格蕾丝望着他离去的背影，这本身就是巨大的负担啊。卢卡斯停在车门前，转过身看向格蕾丝说道：“那么奥林小姐，我很期待下周的见面。”随着马车远去的提升，格蕾丝独自站在原地，惊恐地张大了嘴巴，整个人陷入了石化状态。一名女仆急匆匆地跑向格蕾丝：“小姐，老爷正在到处找您。”“小姐，卡西奥先生，卡西奥先生，小姐她晕倒了。”格蕾丝瘫坐在地上，双手捂住脸：“我这辈子彻底毁了。”第二天，布莱克公爵府邸，看吧，我就说是这样没错吧。卢卡斯坐在书桌前，手中握着羽毛笔，正准备写信。关于什么？海姆张开双臂，大声嚷道：“还能是什么？当然是关于奥林小姐的事。公爵大人，她绝对是喜欢你。”卢卡斯停下笔，语气平淡地回应道：“我不这么认为。”海姆急得直跺脚，真是让人郁闷。难道他在你面前说话时，声音不是一直在颤抖吗？卢卡斯回想起格蕾丝当时惊慌失措的模样，确实颤抖了，但比起害羞，他看起来更像是被吓得喘不过气来。海姆继续不依不饶地追问，他甚至都不敢正眼看你，对吧？卢卡斯低声应道：“那是事实。”海姆凑上前去，语气更加笃定，而且他的脸颊总是红扑扑的。卢卡斯微微皱眉，虽然是这样，但那并不是全部。他的脸色总是奇怪的变白，然后又突然恢复。海姆猛地指着卢卡斯喊道：“看吧，这就是证据。”他双手比出一个爱心的形状，陶醉地感叹道：“这绝对是爱啊！看来我们的公爵大人终于遇到真命天女了。”卢卡斯看着海姆那副夸张的样子，这家伙分明是在拿我寻开心。即便他真的喜欢我，但在知道我的秘密之后，他还会保持这份心意吗？卢卡斯握紧手中的羽毛笔，够了，海姆，这样议论他太失礼了。海姆缩了缩脖子，低声嘟囔道：“抱歉。”他凑到卢卡斯身边，好奇地打量着桌上的东西，问道：“不过你现在到底在写什么？还有你旁边那个礼盒又是怎么回事？”卢卡斯继续专注地书写着，是给奥林小姐的邀请函，还有准备随信一起送过去的礼物。海姆猛地瞪大了眼睛，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。等等，这个是……海姆猛地转过头，难以置信地大声喊道：“这东西最近超级难弄到手，只在一个地方限量销售，连贵族小姐们都很难买到。你到底是怎么弄到的？”卢卡斯沉默片刻：“我排队了，从天亮就开始排队。”海姆愣了一下，随即爆发出一阵狂笑：“哈哈哈哈！等等，你竟然为了买那个，从天亮起就和那些贵族小姐们一起排队？”卢卡斯冷冷地看着笑得前仰后合的海姆：“你是不是笑得太过头了？想被减薪吗？”海姆立刻收敛了笑容：“对不起，我只是没想到您竟然会做到这种地步。您的品味真的很出众，我相信格蕾丝小姐也一定会很高兴的。”卢卡斯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抹温柔的笑意：“希望如此。”次日，在奥林侯爵府邸，格蕾丝低头看着手中的礼物，神情却突然变得有些僵硬。虽然确实预料到他会送礼物过来，但我万万没想到他送的竟然是巴多的温室。这种被称为温室的邀请函的舒缓精油，融合了花卉与草本的清香，据说涂抹后能迅速缓解疲劳，让人恢复心神安宁。它是近期极其昂贵且抢手的礼物，即便彻夜排队也未必能买到。送出如此稀有的精油，其背后的含义……格蕾丝猛地睁大双眼，难道说他的意思是，除非我能回赠一份比这更好的礼物，否则他绝不会原谅我？格蕾丝感到一阵眩晕，身体不由自主地摇晃了一下，她扶住额头，陷入了深深的焦虑。该怎么办？我现在手头并不宽裕，如果去求父亲，他肯定会大发雷霆，说他绝不会把钱花在区区一份礼物上。虽然他看起来并不像个坏人，没错，他确实不是坏人，但是他真的太可怕了。只要一想到
那双冰冷的眼睛，那天血腥的画面就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格蕾丝忍不住打了个寒战，我真的得和他好好谈谈，绝不能和这么恐怖的人订婚。你在说谁呢？朱莉突然从格蕾丝身后探出头来，格蕾丝吓得发出一声尖叫，整个人猛地向后退去。朱莉，你什么时候在那里的？朱莉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吓到您了吗？我刚才敲过门了，但您一直没有回应，所以我就直接进来了。朱莉是格蕾丝的贴身女仆，她性格活泼且办事利落，因为两人年龄相仿，私下里早已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友。不仅是朱莉，府邸里所有的仆人都对我非常亲切，即便在年幼丧母的那段至暗时刻，父亲也未曾流下一滴眼泪，反倒是女仆长埃莉亚替他分担了那份难以言喻的悲伤。面对专横且冷酷的父亲，以及即便在格蕾丝最悲伤的时候，也从未停止过欺负他的哥哥诺曼。女仆长温柔的缝补好完递到格蕾丝面前说道：“小姐，泰迪已经全好了，他不再哭了，请再次抱抱他吧。”每次都是庄园的仆人安慰我。朱莉疑惑地歪了歪头，所以这就是传闻中布莱克公爵的那件外套，就是他要求小姐必须亲自归还的那一件。格蕾丝的脸瞬间长得通红，嘘，那件事应该是个秘密。朱莉摆了摆手，一脸轻松地安慰道：“哎呀，别担心，我只是私下跟您提一下，我可不是那种到处乱传谣言的人。”格蕾丝紧张地凑近朱莉，小声叮嘱道：“绝对不能让这件事泄露出去。”朱莉拍着胸脯保证：“那是当然，虽然确实有几个大嘴巴的家伙，但我已经顺利处理好了。”他眼神一沉，握紧拳头补充道：“通过沟通与妥协，我会保护好小姐的。”格蕾丝尴尬地笑着摆了摆手：“谢谢你，朱莉，但还是别用暴力了。所以找我有什么事吗？”朱莉愣了一下，随即反应过来：“哦对，快到晚餐时间了，我是来接您去餐厅的。”朱莉推着格蕾丝的肩膀向外走去：“快点走吧，今晚的主菜可是小牛排呢。”格蕾丝被推得踉踉跄跄：“好啦，别推我了。”餐厅内，餐具碰撞的清脆声此起彼伏。侯爵放下手中的餐具：“格蕾丝，奥林，你什么时候和卢卡斯·布莱克走得那么近了？我竟然不知道你们已经发展到了那种程度。”诺曼听到这个名字，原本切割牛排的动作猛地停住，脸上写满了震惊与不悦。“等等，卢卡斯·布莱克，父亲，您到底在说什么？”奥林侯爵冷哼一声，语气中充满了轻蔑：“别让我再提那件事。”半裸着身子跑去投奔公爵，简直是丢尽了家族的脸面，毫无教养。格蕾丝低着头，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。“父亲，格蕾丝不会做出那种事的。”奥林侯爵挑起眉毛：“哦，这倒是稀奇。诺曼，你竟然会站在格蕾丝这一边？”诺曼摆了摆手，脸上浮现出轻蔑的笑意：“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在想，谁会看上像她这样平庸又固执的女孩？”奥林侯爵斜眼看向格蕾丝，不过也许这正好符合布莱克公爵的品味。诺曼发出一阵低笑，附和道：“没错，他那种阴沉的性格和那个粗鲁的家伙倒是挺般配的。”格蕾丝紧紧攥着裙角，终于鼓起勇气，低声辩解道：“那个，我也跟父亲解释过了，我当时并没有衣衫不整，而且那纯粹是个意外。”砰！奥林侯爵猛地一拍桌子：“闭嘴！不要再找借口了！只要一想到那件事，我就觉得老脸丢尽了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眼神中闪过一丝算计的金光。“但是，如果你能和他订婚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对于两个热恋中的人来说，那种行为不是很正常吗？况且布莱克家族财力雄厚，领地也极其辽阔，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？”格蕾丝垂下眼帘，避开了那道令人窒息的视线。“我先失陪了。”他跌跌撞撞地回到房间，整个人瘫倒在沙发上。朱莉急忙上前扶住格蕾丝：“小姐，您没事吧？”格蕾丝勉强挤出一丝声音：“没事，我想只是有点消化不良。”朱莉看着格蕾丝苍白的脸色：“可是您刚才几乎什么都没吃啊。”格蕾丝强撑起一个苦涩的笑容：“抱歉，能帮我拿点喝的吗？”朱莉立刻站直身体，神情变得严肃而认真：“好的，我马上就去拿，请稍等一下。”朱莉像一阵风似的冲出了房间。格蕾丝看这紧闭的房门，无奈地笑了笑。其实她不用这么焦急的。房间里重新陷入了寂静，听见门外传来一阵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。朱莉这么快就回来了吗？砰的一声巨响，房门被人粗暴地踹开。诺曼双手叉腰站在门口：“现在你甚至开始到处勾搭男人了吗？”他猛地站起身：“诺曼，奥林，你为什么会在我的房间里？”诺曼大步流星地走上前，逼近格蕾丝：“刚才在父亲面前，我忍住了没发火，但无论我怎么想都觉得不对劲。我觉得我那不知好歹的妹妹需要一点小小的教训。”诺曼露出傲慢的笑容说道：“人应该清楚自己的位置，你不这么认为吗？对吧？格蕾丝，奥林，我的父亲卡普伦是一个完全不懂爱的人，即便在母亲去世后，我因高烧卧床不起。”格蕾丝虚弱地睁开眼：“父亲。”他只是冷冷地低头看着我，则和他母亲一样软弱。同父异母的哥哥诺曼也同样讨厌我。诺曼猛地推开格蕾丝：“滚开！区区一个继室的女儿，竟然敢跟我这个长子相提并论。即便如此，我仍觉得只要努力就能改变现状。”于是我开始埋头苦读，如果我能掌握艰涩的古代语言，或许他们就会对我另眼相看。幸运的是，学习很适合我，学得越深，我就越觉得这些知识充满魅力且用途广泛。我成功说服了父亲进入学院，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。我想用学到的知识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，但是我做的越多，家人就越发讨厌我，尤其是诺曼，他那源于自卑感的欺凌变本加厉，甚至演变成了肢体暴力。我觉得我那越界的妹妹需要一点教训。人应该认清自己的位置，不是吗？
格蕾丝脸上留下红肿的指印，我不能再这样坐以待毙了。所以不久前，我让朱莉帮我买了一块留声石。多亏了诺曼那急躁又狭隘的性格，格蕾丝的手悄悄伸向桌上的首饰盒，指尖紧紧按住盒盖。多亏了这块石头，我才能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录下这一切。这次也完美的录下来了。总有一天，这些录音会派上用场的。门外传来清晰的敲门声，朱莉推开门走了进来。小姐，我给您带了点喝的，还有消食的药。朱莉看清屋内的景象，惊叫出声，手中的托盘猛地翻倒，杯子摔在地上碎成几片。小姐，您的房间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格蕾丝站在一片狼藉的房间中央。啊！朱莉快步冲到格蕾丝面前，倒吸一口凉气。天哪，您的脸颊怎么又变成这样了？格蕾丝下意识避开视线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朱莉愤怒地喊道：“这肯定是那个混蛋干的，对吧？那个可恶的家伙，他怎么能对手足的脸下这种狠手？”格蕾丝坐到沙发上，轻声安抚道：“我没事。”朱莉气得浑身发抖，这叫没事？怎么会有人扇自己亲妹妹的耳光？朱莉一边愤愤不平地抱怨，一边手脚利索地开始收拾散落的靠枕。诺曼那个烂人！朱莉抱着靠枕转过身，请等一下，我马上就去拿药和水过来。结果反而让你工作量增加了。抱歉，朱莉。朱莉停下动作，回应道：“别这么说，为您做这些事我随时都很开心。不过您的脸该怎么办呢？照这样下去，您有一段时间没法出门了。布莱克家族的邀请就在眼前了。对不起，很疼吗？”格蕾丝微微一怔，其实我还没给公爵大人准备好礼物，所以我本来打算明天去商业街逛逛的。朱莉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朱莉握紧拳头，眼神中燃起斗志。交给我处理吧。第二天，一辆马车停在繁华的街道边，朱莉走下马车。没问题的，小姐，我会快去快回的，待会儿见。我会去买一些适合您的漂亮花朵回来的。格蕾丝站在街头，朝着朱莉离去的方向挥了挥手。路上小心，头好重。时间回到不久前，朱莉正一脸严肃地叮嘱着，请记住这一点，即便用了化妆品，脸上的红肿也是藏不住的。如果有人凑近仔细看，马上就会露馅。格蕾丝坐在梳妆台前，有些发愁地问道：“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别人完全注意不到吗？”朱莉自信地回应道：“很简单，只要让大家的视线不落在您的脸颊上就行了。俗话说得好，华丽帽子下的阴影是最黑的。”格蕾丝疑惑地看着朱莉。回到现在，我终于理解了朱莉的意思。虽然大家确实没在看我的脸驻路过的行人们纷纷驻足，神情古怪地盯着格蕾丝的头顶，但是他们的眼睛根本没办法从我的头顶挪开啊！头顶，我的头顶到底怎么了？一只白鸽发出了清脆的叫声，咕。那只白鸽正旁若无人地蹲在他高耸的帽顶上，不断发出咕咕的鸣叫。周围的路人纷纷侧目，对着这副奇特的打扮指指点点。格蕾丝这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等等，你是什么时候爬上去的？他小心翼翼地将这只不速之客从头顶捧了下来。虽然买不起像巴尔多温室里那样昂贵的稀有植物，但如果是袖扣的话，应该算是一份体面的礼物吧。如果是送给他，袖扣确实是个既实用又不出错的选择。格蕾丝停在一家高级成衣店的橱窗前，看这里面陈列的男士礼服，陷入了沉思。他推开店门，伴随着清脆的门铃声走了进去。店主热情地迎了上来：“欢迎光临，不好意思，能请您稍等片刻吗？”有一位绅士先到了，店主正忙着为一名男子试穿外套，还有另一位客人呢。格蕾丝礼貌地回应道：“啊，好的，请慢慢忙。”奥琳小姐。格蕾丝猛地僵住，这个声音是卢卡斯·布莱克。卢卡斯正站在试衣镜前，神情中透着一丝意外：“您怎么会在这里？偏偏是在这种时候，偏偏让我以这副打扮撞见他。”他惊慌失措地转过身，双手死死按住那顶夸张的遮阳帽。卢卡斯看着他奇怪的举动，疑惑地歪了下头：“奥琳小姐。”格蕾丝惊慌地压低帽檐，甚至把墨镜往上推了推：“你是谁？你认错人了。”卢卡斯整个人愣在原地，满脸写着难以置信。格蕾丝顾不得许多，转身就往店门外冲去。“你认错人了，我先走了。”格蕾丝一口气跑出大门，吓死我了！完全没想到会在这里撞见布莱克公爵，该往哪儿跑？到底该去哪里躲一下？卢卡斯的声音从身后紧追不舍地传来：“奥琳小姐，你要去哪里？”格蕾丝一边狂奔一边崩溃地大喊：“不，都说了我不是格蕾丝，为什么他要一直跟着我啊？必须先随便钻进一家店躲躲才行。”他看准前方一个不起眼的店门，加快脚步冲了过去。只要不被卢卡斯抓到，去哪里都行。格蕾丝猛地推开一扇沉重的大门：“等等，这里是？欢迎光临！”一个浑厚且充满热情的男声响起。柜台后站着一名身材极其魁梧的壮汉：“今天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吗？”格蕾丝感到一阵眩晕，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啊？他尴尬地往后退了一步：“不用了，没关系，我马上就走。”格蕾丝急着离开，脚下却不小心踢到了什么东西，紧接着货架上的一柄长剑因为震动而脱落。格蕾丝惊恐地瞪大眼睛：“不！”他惊恐地捂住脑袋，身体止不住地颤抖，好可怕，真的好可怕！格蕾丝，快醒醒！格蕾丝！卢卡斯紧紧扶住瘫倒的格蕾丝，神色焦急地呼唤着。一名铁匠打扮的壮汉急忙跑了过来：“天哪，小姐，您没事吧？”卢卡斯看着怀中昏迷不醒的格蕾丝，眉头紧锁，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他的瞳孔散乱，呼吸也变得紊乱不堪。卢卡斯猛地抬头，愤怒地瞪向一旁的壮汉，吼道：“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”壮汉被这突如其来的怒火吓得浑身一颤：“是的。”壮汉支支吾吾地解释道：“
只是门口的一把装饰剑掉下来了，仅此而已。一把剑。怀中的格蕾丝猛地颤抖了一下。不要！格蕾丝虚弱的呢喃着。卢卡斯察觉到异样，格蕾丝浑身剧烈的发抖，呼吸急促而紊乱。快逃！我们必须离开这里，我好害怕。卢卡斯看着他极度恐惧的神情，原谅我的失礼，格蕾丝。他伸出手，紧紧握住格蕾丝的手掌，随后猛地将她拉入怀中，用力地拥抱住她。慢慢来，卢卡斯在她耳边低语，慢慢地调整你的呼吸，没什么好害怕的，没关系，我就在这里陪着你。格蕾丝靠在卢卡斯的怀里，耳边传来沉稳的心跳声，那声音让他感到无比安心，仿佛被一只巨大的玩偶紧紧环抱着。格蕾丝，格蕾丝！急切的呼唤声将格蕾丝从恍惚中拉回，她猛地睁开眼。公爵大人！格蕾丝有些不知所措，为什么他离得这么近？卢卡斯看着苏醒过来的格蕾丝，紧绷的神情终于松动了一些。你能醒过来真是太好了，既然如此，您能不能先松开我的腰？还是说你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恢复？格蕾丝猛地向后退了一步，双手紧紧攥在胸前，满脸通红地看着眼前的卢卡斯。抱歉，刚才那样冒昧地抱着你，格蕾丝小姐，我只是觉得当时最重要的是先让你冷静下来。格蕾丝低下头，避开对方的视线。哦，我明白了，难道他刚才一直那样抱着我，就是在等我冷静下来吗？谢谢你。他抬起头，正准备再说些什么，目光却看向了后方的窗外。啊！窗外不知何时已经聚集了一群人，他们正贴在玻璃上，神色各异地朝屋内张望。天内全是人！格蕾丝僵在原地。卢卡斯顺着他的视线转过头，语气平淡地说道：哎呀，看来我们引起了不少关注，如果今天这件事传出去，所有人都会责怪我的，该怎么办？我是不是该想办法转移他们的注意力？可是该怎么做？就在这时，卢卡斯突然俯下身，凑近格蕾丝的耳畔，低声说道：格蕾丝小姐，我有个好主意，愿意交给我来处理吗？马车轮毂碾过石子路面，发出规律的颠簸声，车厢内陷入了一片死寂。他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发抖。卢卡斯心想，希望他不是因为店里发生的那件事在偷偷哭泣。当时他看到门口掉落的那把装饰剑，整个人就像丢了魂一样。那把店里的剑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只是剑尖落下时恰好指向了某人，虽然有些危险，但还不至于引起那样的恐慌。卢卡斯正沉思着，对面却突然传来一声轻笑。卢卡斯抬起头，有些疑惑地看向格蕾丝，刚才那是笑声吗？格蕾丝急忙用手掩住嘴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笑的。噗，我真的没想笑，我只是想起了公爵大人刚才的表情。他闭上眼笑的肩膀微微颤抖。几个小时前，卢卡斯身体猛地一晃，我的慢性贫血又发作了。格蕾丝赶忙上前扶住他，周围的围观者们露出惊讶的神情。卢卡斯站稳身体，要不是格蕾丝小姐，我刚才恐怕就直接倒在那儿了。在旁人眼里，他现在的气场简直像是一位横扫战场的将军。他真的打算就这样蒙混过关吗？围观的人群中传出窃窃私语，一名妇人捂住孩子的眼睛说道：别看那种东西，看啊，根本没人相信他。我现在只能祈祷这里的人都能闭紧嘴巴。哦，希望我这尴尬的一刻能成为永远的秘密。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了，格蕾丝站在一旁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卢卡斯压低声音说道：你已经看到了我最糟糕的一面，走吧。路边的小男孩拉着母亲的衣角问道：妈妈，那个叔叔为什么要那样演戏啊？母亲赶紧捂住孩子的眼睛，嘘，你就当没看见，明白了吗？卢卡斯若无其事地走在格蕾丝身边，大多数时候，只要你表现得足够厚颜无耻，人们就会因为那种尴尬的气氛而选择视而不见。格蕾丝看这周围指指点点的人群，真的奏效了吗？思绪回到现实的马车中，格蕾丝忍不住轻笑出声：我从来不知道公爵大人还有这么古怪的一面。卢卡斯看着他舒展的笑颜，嘴角也微微上扬。你觉得有趣就好，你现在感觉好点了吗？格蕾丝愣了一下，轻声回应道：是的。卢卡斯继续说道：我是指刚才在武器店发生的事。格蕾丝低下头，双手紧紧攥住裙摆。卢卡斯注视着他局促的动作，我并不打算深究，但如果你是在我面前勉强自己，请不要担心，尽管直说。如果你想去医生那里检查一下也没问题，或者如果你想去茶馆喝杯热茶，那也很好。如果你想在开阔的平原上散散心，我也可以带你去那里。所以请不要一个人硬撑着。格蕾丝静静地听着，目光落在卢卡斯那张写满认真的脸上。这个人，他是真的在担心我。格蕾丝微微欠身说道：感谢您的体贴，公爵大人，我现在真的已经没事了。卢卡斯轻轻点了点头：是吗？既然如此，再继续追问下去就显得失礼了，那么到此为止吧。作为补偿，请让我送你回家。格蕾丝被他突然严肃的语气惊了一下。是的，那就麻烦您了。他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有些局促地补充道：那个我是和女仆一起出来的，可以让她也一起搭车吗？卢卡斯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：那是自然。马车缓缓停在宅邸门前，卢卡斯率先下车，绅士地伸出手扶住格蕾丝。卢卡斯停下脚步说道：那么我就此告辞了。格蕾丝看着他准备离去的背影，那个公爵大人。格蕾丝深吸一口气，双手交叠在身前，郑重地行了一个礼，说道：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您。虽然最后还是顺势坐着他的马车回来了，但既然已经见识到了他那样出人意料的一面，或许现在正是开口的好机会。他抬起头，目光变得坚定。还有一件是我有很重要的话要告诉您，已经没有退路了，解除这份订婚。卢卡斯停在原地，什么事？格蕾丝垂下眼帘，心中暗自思忖，
如果他发现我有尖锐恐惧症，一定会对我感到失望，然后取消婚约吧。这明明就是我想要的，可为什么话到嘴边却这么难开口？卢卡斯沉默地注视着他，气氛不对劲。我知道了，公爵大人，其实我……卢卡斯猛地屏住呼吸，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。难道这是告白？格蕾丝显得有些局促。我直到现在才鼓起勇气告诉你，但我绝不是故意要瞒着您的。卢卡斯突然打断了他。等等，这里似乎不是说话的地方。格蕾丝愣住了，有些不安地心想，难道他已经猜到我要说什么了吗？卢卡斯俯下身靠近格蕾丝说道，抱歉打断了你，但我们现在在大街上，如果不小心，流言蜚语很容易就会传开。卢卡斯直起身子建议道，所以今天先回去吧，我们可以去我的府邸详细谈谈。格蕾丝看这不远处朱莉的身影，哦，是的，这很有道理。卢卡斯看这个蕾丝，脸上露出一丝温和的笑意，非常好，我很期待那一天的到来。马车在石子路上颠簸着远去，身旁的朱莉感叹道，他可真是个像旋风一样的人啊。朱莉转过身体贴地提议道，你也一定累了，我们也回去吧。格蕾丝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，哦，好，但是他到底在期待什么呢？几天后，与卢卡斯约定的日子终于到了。格蕾丝来到了布莱克公爵府邸，宏伟的建筑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庄重。欢迎来到布莱克公爵府，奥琳小姐。这时一名金发青年快步走来，脸上带着热情的笑容，自我介绍道，我是海姆，公爵大人的副官，这位是加百列，这里的首席管家。格蕾丝微微颔首礼貌地回应道，很高兴见到你们，海姆先生还有加百列先生，能得到两位亲自迎接，我感到非常荣幸。海姆开口说道，我们已经听闻过许多关于您的传闻，小姐，能邀请您来这里是我们的荣幸。距离晚餐还有一段时间，我先带您去休息室吧。朱莉跟在格蕾丝身后，看着海姆那副平易近人的模样，心中暗自感叹，真是个温柔的人啊，和那位公爵大人的性格完全相反。海姆转头对加百列吩咐道，加百列，接下来就由你负责带路，带小姐四处转转。加百列领着众人穿过长廊，在一扇厚重的大门前停下，这里就是休息室，晚餐时我会再来请您，在那之前请先在这里好好休息。朱莉环视着宽敞明亮的休息室，忍不住发出惊叹，哇，这里和传闻中完全不一样。传闻说这里阴森又压抑，可现在看来根本不是那样。格蕾丝静静地站在房间中央，若有所思地看向窗外，水花在阳光下跳跃，整齐的绿植向远方延伸。快看这个朱莉，花园真的太漂亮了，那边还有一棵相思树。朱莉看这个蕾丝逐渐舒展的神情，来这里的路上你看起来那么紧张，现在看到你心情好转，真是太好了。朱莉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对了，小姐，趁着等待的时间，我可以去府邸里四处转转吗？我顺便去要一些茶点过来。格蕾丝听到询问后愣了一下，哦，当然可以。格蕾丝笑着挥了挥手说道，那我很快就回来，我会彻底调查清楚关于公爵大人，也就是您未来丈夫的一切，小姐。厨房里传出阵阵爽朗的笑声，年长的厨师长笑着说道，哈哈，真令人惊讶，他年纪轻轻，竟然对市面上所有的养生茶都了如指掌。一旁的女仆也点头附和道，我同意，多亏了朱莉，我们也学到了一两件新本事。朱莉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后脑勺，哦，我还有很多要向你们学习的地方呢，能得到像你们两位这样资深前辈的夸奖，真是我的荣幸。他可真是有魅力啊。朱莉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，竖起食指说道，哦对了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考虑到庄园的规模，仆人的数量似乎有点少，是有什么原因吗？厨师长无奈地回应道，哦，那是不可避免的，公爵大人不喜欢不必要的喧闹，所以我们将工作人员维持在最低限度。虽然这让工作变得更加辛苦，但正如你所见，我们得到了丰厚的报酬，还有充足的休息。另一名女仆微笑着补充道，公爵大人真的是个很好的人，我们都以侍奉他为荣。朱莉，你应该也能体会到那种感觉吧？朱莉愣了一下，随即垂下眼帘，低声应道，是的，我很清楚，我非常清楚那种感觉。茶杯轻轻碰撞，发出声响。格蕾丝坐在沙发上，端起茶杯，问道，探索庄园有趣吗？朱莉站在一旁，轻快地回答道，是的，大家都很活泼，人也非常好，这里的茶也是顶级的。格蕾丝端起茶杯，轻抿一口，茶香在口中蔓延开来，原本紧绷的神经渐渐放松了下去。她靠在柔软的沙发背上，感受着久违的惬意，真好，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放松过了。门外传来轻微的脚步声，朱莉听到动静，立刻站起身说道，哦，看来时间到了，好的，请稍等一。朱莉猛地拉开房门，整个人愣在原地，发出一声惊呼。卢卡斯略显局促地站在门口，脸上带着一丝不自然的红晕。哦，原来不是格蕾丝。格蕾丝听到动静也站起身来，惊讶地看向门口。公爵大人。卢卡斯怀里抱着一大束娇艳的鲜花，缓步走进房间，晚餐已经准备好了，我是来接你的。卢卡斯将手中的花束递向格蕾丝，略带歉意地说道，抱歉，你到达时我没能亲自迎接，刚才一直在准备这个。格蕾丝愣愣地接过花束，一束花，这也太夸张了。卢卡斯微微欠身，伸出手臂示意道，那我们走吧。格蕾丝顺从地挽住他的手臂，指尖轻轻搭在卢卡斯宽阔的袖口上，两人并肩走出房间。卢卡斯一边走一边解释道，既然今天有贵客光临，我们就在室外餐厅用餐吧。格蕾丝有些意外地抬起头，室外夜色渐浓，府邸的花园里点亮了无数烛火，精致的灯架错落有致地摆放在草坪上，微弱的火光在晚风中轻轻摇曳，脚下的石阶铺满了鲜红的花瓣。格蕾丝猛地瞪大了眼睛，额角渗出一丝冷汗，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格蕾丝有些不知所措，我该怎么办？卢卡斯牵起他的手说道：“来，我们走吧。”格蕾丝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我该为此感动吗？还是该笑出来？完全搞不懂他的意图，所以没法做出反应。他悄悄观察卢卡斯的表情，发现他正一脸期待地看着自己。哦，原来他是想让我感动啊！格蕾丝轻声说道：“是的，很漂亮。”卢卡斯听后显得很高兴。是吗？太好了！为了准备这些，我花了不少心思。他竟然还亲自动手准备了这些。他看着卢卡斯的侧脸，心中泛起一丝异样的感觉。该怎么说呢？这和他给我的印象不太一样。这真的是真实的他吗？还是说并不是呢？他真的喜欢我吗？两人来到一处露天餐位坐下。格蕾丝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我从未想过会在这样的星空下用餐，这里真的很棒。卢卡斯注视着他，眼神中透着温柔。你喜欢就好，因为你要来，所以我特意准备了这些。格蕾丝微微一怔，有些局促地回应道：“哦，我明白了，谢谢你。”卢卡斯看着他问道：“那我们现在开始用餐吗？”格蕾丝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连忙说道：“哦，请等一下，在那之前，我有东西要送给你。”卢卡斯显得有些意外：“送给我吗？”格蕾丝将准备好的礼物推到卢卡斯面前，这是袖扣和手帕，作为您邀请我的回礼。卢卡斯看着眼前的礼物，现在可以试试吗？格蕾丝有些局促地回应道：“现在吗？请便吧。”卢卡斯拿起那条手帕，上面绣着一个黑色的生物，他端向着那个图案问道：“挺可爱的手帕，这是黑色的河马吗？还是黑色的牛？”格蕾丝的脸瞬间长得通红。那个其实是……卢卡斯打断了他：“不，让我再猜猜。”格蕾丝终于忍不住大声喊道：“答对了，是水豚，那是我亲手画的。”卢卡斯整个人僵住了，冷汗顺着脸颊滑落。格蕾丝整个人被阴影笼罩，显得垂头丧气。真的那么像河马吗？卢卡斯慌忙摆手解释道：“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完全不像河马，反而更像一匹马。”格蕾丝沉默地低下头，双手不安地搅在一起。其实我是想画一匹黑马，来象征布莱克家族。我的画技实在太拙劣了，没能画出想要的效果。但我还是希望这份礼物对您有意义。公爵大人，感谢您邀请我，我是照着我们家的马画的。当然，他远没有布莱克家族的马那么英俊。卢卡斯露出温柔的微笑，说道：“那么这块手帕一定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了。谢谢你，格蕾丝，我会好好珍惜它的。”就在不久前，卢卡斯在他的印象中还是个可怕的人，但这段时间的相处让他有了不同的感受。他看起来是那么温暖而亲切。如果是这个人的话，即便知道了我的秘密，应该也不会轻视我吧。格蕾丝下定了决心，等晚餐结束后，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他。卢卡斯微笑着提议道：“好了，我们要不要开始用餐？”他注意到卢卡斯的餐盘里只有蔬果，有些好奇地问道：“公爵大人，您不吃牛排吗？”卢卡斯双手交叠抵住下巴，回应道：“我更倾向于素食，请不必在意我，你尽管放松享用就好。”格蕾丝点了点头，这倒是让他感到有些意外。他插起一块肉送入口中，刚咀嚼了一下，整个人便愣住了。浓郁的黄油香气瞬间在口腔中弥漫开来，肉汁随着每一次咀嚼在舌尖迸发，口感滑嫩的仿佛要融化一般。越是咀嚼，那股甘甜的味道就越发明显。这一定是南瓜。格蕾丝兴奋地抬起头看向卢卡斯，是甜南瓜。卢卡斯沉默地看着他，脸上依旧挂着那副让人捉摸不透的微笑。格蕾丝满怀期待地问道：“怎么样？我猜对了吗？”一阵清脆的金属碰撞声响起，餐车被缓缓推到桌前。科蒂亚蒙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：“啊呵呵，完全正确，我们确实用甜南瓜对肉进行了熟成处理。”格蕾丝看着这位突然出现的厨师，这位是……卢卡斯侧过身介绍道：“抱歉，介绍晚了，这位是我们府邸才华横溢的主厨科蒂亚蒙。”科蒂亚蒙恭敬地向格蕾丝行礼。卢卡斯继续说道：“他今天特意带来了自己亲手准备的特别料理，甚至连菜单都没有提前告诉我。看来您对美食非常有研究呢，小姐。”他端起精致的餐盘，语气中带着一丝自豪，希望接下来的这道特别料理也能合您的胃口。科蒂亚蒙带着几分自豪说道：“呵呵，可说到这道菜，就连国王陛下还是皇太子的时候，每次造访布莱克家族都一定要品尝，这可是我厨艺的精华。野牛肉串。”格蕾丝看这盘中整齐排列的肉串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清脆的碎裂声响起，格蕾丝手中的餐具掉落在地，她身体一歪，从椅子上栽倒下去。科蒂亚蒙惊慌失措地喊道：“小姐！”卢卡斯猛地站起身，格蕾丝。他一把扶住倒在地上的格蕾丝。“格蕾丝，你还好吗？”格蕾丝虚弱地回应道：“我没事，最好先去房间休息一下。”科蒂，抱歉，今天的晚餐就到此为止吧。科蒂亚蒙愣在原地，慌忙回应道：“啊，是，好的。”华丽的吊灯在休息室顶端静静燃烧。格蕾丝靠在松软的沙发垫上，双手捧着水杯，小口地吞咽着温水。朱莉站在一旁，关切地问道：“您现在感觉好些了吗？”格蕾丝放下杯子，轻声回应道：“是的，多亏了你，我已经好多了。”朱莉一边为他添水，一边担忧地说道：“小姐，您刚才没被噎到吧？需要我去拿些助消化的药吗？”格蕾丝摇了摇头说道：“不用了，有水就足够了，谢谢你，朱莉。”格蕾丝垂下眼帘，神情显得有些落寞。“非常抱歉，公爵大人，您费心准备了这次晚宴，结果却变成这样，我也觉得对不起，主厨先生。”卢卡斯摆了摆手，示意他不必在意。“没关系，我会去向科蒂解释的，所以请不要担心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目光落在格蕾丝略显苍白的脸上。“更重要的是因为最后那道菜吗？”格蕾丝握着水杯的手猛地一紧，
格蕾丝看着卢卡斯问道：“公爵大人，您听说过尖锐恐惧症吗？”卢卡斯重复着这个词汇：“尖锐恐惧症。”我听说过，那是对锋利物体产生恐惧的症状。格蕾丝点了点头说道：“是的，没错，更准确的说，是对带有尖端的东西感到恐惧，通常是指刀具、缝衣针或者叉子之类的东西。而在严重的情况下，甚至连门边房间的角落或者是别人的指尖都会让人感到极度惊恐。”格蕾丝垂下眼帘，每当我面对尖锐的物体，心跳就会失去控制的狂跳，整个人像是被冻住了一样。通常情况下，我可以避开剑或者针之类的东西，但是有时候甚至连看到一把叉子都让我难以忍受。卢卡斯露出震惊的神色。那么，格蕾丝抬起头，目光坚定地看向他，说道：“是的，这就是我的秘密，我患有尖锐恐惧症。”卢卡斯沉默了许久，随后试探着问道：“请原谅我的冒昧，格蕾丝小姐，奥林侯爵是否知道？”格蕾丝露出一抹苦涩的微笑，看来公爵大人也从未听说过这件事。不幸的是，我的家人其实知道我的情况，但他们并没有想过让我接受正规治疗，而是想把它当作家族的污点隐藏起来。这倒也并不难理解，对于父亲来说，这只是一个只要我咬牙忍耐就能解决的小问题。卢卡斯听着这些话，神情变得愈发严峻，眼中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怒意。卡普伦，奥林侯爵是元老院的一员，他始终保持中立，传闻中是一位极其正直的人。我曾经也这么认为，但这位侯爵竟然那样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。卢卡斯双手死死抓紧膝盖，即便如此，当亲眼见到侯爵时，却发现他本人远没有传闻中那般威严气派。卢卡斯看着眼前的格蕾丝，沉默片刻后开口说道：“格蕾丝，我知道这是一个失礼的问题，但我必须确认一件事，你在家里是不是遭受过更过分的羞辱？”格蕾丝猛地一颤，她紧紧抿着嘴唇，一言不发地避开了卢卡斯的视线，她的脸颊依然有些红肿。我确信自己那天没有看错。朱莉看着格蕾丝，心中满是挣扎。公爵大人，如果他说出真相，卢卡斯真的能帮到他吗？朱莉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情感，猛地跪倒在卢卡斯面前。格蕾丝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。朱莉泣不成声的道歉：“小姐，我真的不想再看到你受苦了，哪怕我被赶出这座大厅，只要能让你必须到救赎，我也在所不惜。你不知道，我每次看着你受难却无能为力时，内心是多么绝望，我的心就像被火烧一样疼。”格蕾丝低头看着跪在身前的朱莉，心中一阵酸楚。我从未意识到，原来朱莉一直承受着如此巨大的痛苦。我原本以为只有自己在独自面对这些折磨，却没想到朱莉一直默默陪伴在侧，分担着同样的煎熬。格蕾丝紧紧搂住跪在身前的朱莉，将她的头埋在自己怀中。朱莉抽泣着不断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小姐。”格蕾丝轻抚着朱莉的肩膀，安抚道：“没关系的，朱莉，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。”格蕾丝的神情中带着一丝恳求：“公爵大人，朱莉刚才的行为全是因为担心我，请您原谅她的失礼。”卢卡斯露出一丝温和的笑意：“你不必担心那个，相反，我刚才一直在想格蕾丝小姐的事情，能看到你们两位如此信任彼此，真是一件好事。”格蕾丝低声回应道：“谢谢你。”卢卡斯从座位上站起身：“那么我会让奥林的人联系你们，我知道你们已经累了，希望今晚你们两位能好好休息。”卢卡斯停下脚步，像是突然想起什么重要的事情：“还有格蕾丝小姐，你完全不必担心婚约会被取消。”格蕾丝愣在原地：“什么？不是那样的。”卢卡斯神情肃穆地看向格蕾丝说道：“你身上没有任何瑕疵会玷污我的名誉，我很感激你愿意将秘密托付给我。我的意思是，格蕾丝小姐，现在由我负责。那么祝你们晚安。”随着沉重的房门关合声响起，卢卡斯离开了房间，格蕾丝独自站在原地。公爵大人。与此同时，在宅邸的另一处走廊里，海姆正烦躁地咬着戴手套的大拇指。格蕾丝小姐在餐桌上晕倒了，她还好吗？希望她平安无事。海姆在走廊里焦虑地来回踱步，加百列跟在身后继续说道：“公爵大人很快就会到这里。海姆，你先冷静一点。”海姆抓狂地捂住头，内心几近崩溃。受邀的客人在用餐中途晕倒，这简直闻所未闻，布莱克家族的名声都要哭泣了。这时走廊尽头传来了稳健的脚步声，加百列低声提醒道：“看，他来了。”海姆猛地转过身，大声喊道：“公爵大人！”他急切地迎上前去，连珠炮似的追问道：“格蕾丝小姐感觉好些了吗？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我现在要去传唤顾问过来吗？”卢卡斯沉默地站在走廊中，海姆有些迟疑地问道：“公爵大人，您为什么一言不发？”话音未落，卢卡斯猛地挥拳砸向身侧的墙壁，巨大的撞击声在走廊里回荡。海姆被这突如其来的暴怒吓得浑身一颤。“您为什么要砸墙？”卢卡斯转过身，海姆看着卢卡斯阴沉的背影，有些不知所措地退后半步。“喂，您这是要做什么？”无论我如何努力压抑，心中的怒火都无法平息。海姆愣在原地，满脸疑惑地问道：“什么？”海姆注视着眼前的男人，心中充满了不安。跟随公爵这么多年，从未见过他露出这种神情。“您为什么如此愤怒？”卢卡斯的眼神冰冷而锐利，周身散发着令人胆寒的气息。在那间屋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暴雨倾盆而下，沉闷的雷声在黑屋上空翻滚，闪电划破漆黑的夜空，瞬间将整座宏伟的宅邸照得通亮。格蕾丝蜷缩在宽大的床铺上，双手紧紧环抱着双膝。“我睡不着。虽然作为客人住在别人家里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，但这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。在陌生的环境里遇到雷雨，实在让人难以入眠。”突然，一阵凄厉的马鸣声穿透雨幕，格蕾丝疑惑地睁开眼。这种天气为什么会有马在叫？
他起身走到窗边，向外望去，只见在宅邸下方的庭院里站着一匹通体漆黑的骏马。我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马，这难道是公爵的坐骑吗？是不是雷声把他从马厩里吓出来了？是否该去告诉管家？就在这时，他看到一个身影正冒雨冲向那匹黑马。海姆正手忙脚乱地试图安抚受惊的马匹，但在狂风暴雨中，那匹马显然并不听从指挥。海姆被折腾得狼狈不堪，发出一阵阵惨叫。海姆先生看起来真是遇到了大麻烦。他叹了口气，决定还是先去洗手间。格蕾丝独自走在空旷的走廊上，脚步声在寂静的长廊中回响。这里的氛围和白天相比，真是天差地别。她穿着单薄的睡裙，小心翼翼地向前挪动步子，到处都是画框，感觉有点吓人。就在这时，窗外划过一道刺眼的闪电，他感觉到有一个巨大的黑影正笼罩着自己。格蕾丝僵硬地转过头，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：“原来只是一幅画呀！是我的错觉吗？刚才总觉得画里的人在盯着我看。黑马是这个家族的文章，难怪这里到处都是关于马的绘画。布莱克家族是格罗尼姆的7大创始家族之一，相传在遥远的过去，7位英雄击败了邪恶的女巫，夺回了这片肥沃的土地，其中1人建立了这个国家，成为了皇室的祖先，而另外6个家族也都在格罗尼姆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这些家族每一个都拥有强大的动物作为象征，而布莱克家族的标志正是一匹黑马。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画里会有这么多马的原因吧。”格蕾丝停下脚步，发出一声轻微的惊叹。她站在一幅巨大的肖像画前，我觉得他们和公爵很像，他们眼中满是爱意地凝视着对方。这种充满爱意的眼神，我从未在自己的父母身上见到过。就在他沉浸在思绪中时，脚下突然传来一声闷响，有什么东西绊到了我的脚。这是什么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格蕾丝蹲下身，捡起掉落在地上的黑色马鞭。这是……他将东西凑近眼前仔细端详，发现手柄上刻着一串暗红色的古老文字。这是古代语吗？上面写着什么？格蕾丝轻声念出那些发音：拉多莱西奥，追随你的命运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他手中的马鞭突然迸发出耀眼的红光。格蕾丝惊恐地瞪大双眼，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。格蕾丝惊叫着跌坐在地上，手中的长鞭滑落在地，他惊魂未定地喘着粗气。刚才那道光是什么？格蕾丝抬起右手，手背上传来阵阵刺痛，一行鲜红的印记正清晰地烙印在他的皮肤上。他痛苦地按住手腕，这股热量仿佛要将皮肤烧穿。这竟然是马鞭上记载的古代文字。窗外雷声大作，暴雨倾盆而下，雨水冲刷着奥林侯爵府的屋顶。室内传出一声清脆的撞击声，一只飞镖精准地扎进把盘。诺曼站在凌乱的桌案前，烦躁地啧了一声。诺曼仰面瘫倒在沙发上，双手枕在脑后，百无聊赖地抱怨道：“哈，真是无聊透顶，连个能找麻烦的人都没有。本想去酒馆坐坐，可这天气实在糟糕，出门也太麻烦了。难道就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吗？”话音未落，一声沉重的巨响突然震动了整座宅邸。诺曼猛地坐起身，警觉地看向窗外，是打雷吗？不对，那听起来像是重物坠落的声音。到底出什么事了？诺曼俯视着下方的庭院，瞳孔骤然收缩，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。沉重的马蹄声在石砖地上回响，一匹通体漆黑的骏马正伫立在暴雨之中，它的身形异常高大。诺曼倒吸一口凉气，他从未见过如此巨大的马，竟然能把铁栅栏撞成那样。不，现在重点不是这个。他急促地跑下楼梯，冲进暴雨肆虐的庭院。诺曼停下脚步，大口喘着粗气，他死死盯着眼前的生物，脸上逐渐浮现出狂喜的神色。就是你，这魁梧的身躯，还有这闪耀的皮毛，那双深邃的蓝色眼睛，他周身散发着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息，简直就像传说中的灵兽降世。伟大的统治者总是伴随着灵兽出现。诺曼狂热地自言自语道：“我是被选中的人，你就是我的马，对吧？”诺曼向黑马伸出手，低声命令道：“过来。”黑马在雨中缓缓迈步，马蹄敲击着石砖地面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诺曼见状，发出一声惊叹：“没错，就是这样，真是个聪明的家伙，竟然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主人。没错，我就是你的主人。”就在指尖相触的一瞬间，黑马那双幽蓝的眼睛猛然闪过一道寒光，他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嘶鸣，猛地甩开了诺曼的手。诺曼被这股突如其来的力量震得后退，他惊恐地瞪大眼睛，原本得意的笑容僵在脸上。黑马猛地扬起前蹄，沉重的躯体在半空中投下巨大的阴影。诺曼惊恐地跌坐在地。呀！黑马发出一声凄厉的嘶鸣，声音穿透了暴雨，在整座宅邸上空回荡。管家猛地从床上坐起，那是什么声音？管家顾不得穿好外衣，提着昏暗的油灯冲向走廊，2名年轻的侍从紧随其后。少爷，出什么事了？少爷！管家快步跑向庭院。诺曼瘫坐在泥水中，喉咙里发出破碎的呻吟。一匹黑马？怎么会？黑马在雨中迈开步子，马蹄敲击着石砖地面，发出清脆而沉重的声响。他没有理会瘫倒在地的诺曼，径直穿过破碎的铁栅栏，向着宅邸外走去。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。诺曼猛地回过神来，你打算站在那里看多久？管家焦急地指挥着侍从们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快把少爷扶进去，立刻去禀报侯爵大人，剩下的人留下来照顾少爷。管家忧心地看着诺曼问道：“少爷，您还好吗？”诺曼浑身湿透狼狈不堪地怒吼道：“你看我现在的样子像没事吗？区区一头畜生竟然敢攻击我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他。”清晨的阳光并未带来安宁，奥林侯爵猛地拍案而起。什么？诺曼受伤了，连宅邸的铁栅栏都被毁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管家微微躬身，神情凝重地汇报道：“少爷似乎是被黎明时分突然出现的一匹黑马袭击了，倒塌的围栏看起来也是那匹马所为。少给我找这些蹩脚的借口！”他随手抓起桌上的公文扔到他脸上，立刻发出悬赏令，务必抓住那匹黑马，还有他的主人，绝不能让他们逃掉。奥林侯爵愤怒地拍击桌面，那匹卑贱的畜生竟敢侮辱奥林家族，给我狠狠地教训他！管家微微躬身回应道：“明白了。还有侯爵大人，布莱克公爵府请求让格蕾丝小姐在他们的领地多留几天。”奥林侯爵烦躁地揉着太阳穴，这种事为什么要来烦我？随他们便吧，现在诺曼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，立刻把他送到神殿去接受治疗。管家低头应和道：“是，明白了。”管家退出办公室，厚重的房门在身后合拢。走廊的拐角处，2名女仆正凑在一起，低声抱怨：“说真的，他简直是个爱哭鬼。”另一名女仆深有同感地回应道：“谁说不是呢？刚才我给他敷冷毛巾，他居然一把甩在我脸上，嫌弃说太冰了，明明是他自己要求的。不过看样子他们真的要把他送去神殿治疗了，毕竟他自称受了重伤。都说神殿的治愈术很神奇，但能不能顺便治他那糟糕的脾气，最好让他去了就别再回来了。喂，你们2个！”女仆们吓得脸色惨白。女仆长大人埃利亚神色冷峻地站在走廊中央，说话还是谨慎些比较好，除非你们想让脑袋搬家。既然明白了以后就小心点。女仆们脸色惨白，结结巴巴地回应道：“是的。”女仆长没有再多说一个字，转过身离开。2名女仆呆立在原地，总觉得女仆长大人有点吓人。另一人赞同地点了点头：“是啊，她几乎没什么表情，也很少跟我们说话，而且明明腿脚不方便，走起路来却一点声音都没有。”管家突然出现在2名女仆身后，语气阴沉地问道：“在背后议论别人是你们2个的爱好吗？”女仆们吓得魂飞魄散，发出一声尖叫：“管家托马斯，我们不是故意的。”管家冷哼一声：“如果不是艾利亚拉拦着我刚才就直接去向侯爵大人汇报了。”女仆们吓得几乎要哭出来：“求您了，千万别那样做！”管家斜睨了他们一眼：“既然明白了，就赶紧滚回去干活。”女仆们如获大赦，忙不迭地应和道：“是遵命。你听说了吗？”艾利亚低头看着相框里的照片，他们说诺曼受了重伤，连侯爵大人都大发雷霆，可是他却一点也不担心格蕾丝，不担心他自己的亲生女儿。在这样的时刻，我真的好想你。艾利亚颤抖着伸出手，指尖轻轻抚过相片上那张温柔的面庞。埃莉诺拉夫人，很久以前，当我还是个新手女仆的时候，管家向众人介绍道：“这是从今天起和我们一起工作的女仆。”艾利亚微微低头，轻声说道：“我叫艾利亚。那时候的我经常犯错，总是给宅邸里的其他人添麻烦。”伴随着清脆的破碎声，茶杯在地上摔得粉碎。同行的女仆停下脚步问道：“艾利亚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”艾利亚低着头回应道：“没有。”对方松了一口气，接着叮嘱道：“那就好，不过你必须在侯爵看到之前，赶快把碎片清理干净。我很想帮你，但我们现在也忙得不可开交。”脚步声渐渐远去。为什么我总是做不好这些事？艾利亚伸手去捡那些锋利的瓷片，指尖突然传来一阵刺痛。艾利亚不禁缩了一下，看着指尖渗出的红痕，流血了。艾利亚紧紧攥着受伤的手，我是不是该辞职了？不要！一个声音突然响起。艾利亚惊讶地抬起头，埃莉诺拉快步走近，握住艾利亚的手说道：“受伤的时候不能这样用力挤压伤口。”艾利亚愣在原地，那是……埃莉诺拉仔细查看他的伤势，说道：“天哪，伤口好深，那是我与埃莉诺拉小姐的第一次见面。”埃莉诺拉拉着他的手说道：“我会帮你处理伤口的，快跟我过来。”艾利亚有些局促地回应道：“谢谢您，小姐。”埃莉诺拉笑着摇了摇头说道：“小姐，不行，我很讨厌被那样称呼，请直接叫我埃莉诺拉就好，这样更自在些。”埃莉诺拉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，她对待我这个小女仆就像对待朋友一样。那位温柔的小姐，那2个人，格蕾丝小姐，她在布莱克公爵领地能过得好吗？格蕾丝躺在床上，缓缓举起自己的手，已经不疼了，手上的蚊子也变淡了。远处传来一阵马嘶声，格蕾丝警觉地坐起身，是马叫声。海姆对着前方愤怒地大喊：“嘿，快动起来！我叫你冷静一点！”庭院的草坪被马蹄践踏得一片狼藉。海姆看着眼前暴躁不安的黑马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照这样下去，草坪都要被毁光了。没办法，只能使出我的秘密武器了。”海姆猛地从怀里掏出一根硕大的胡萝卜，看招！这可是最高级的胡萝卜。还没等他把话说完，黑马一个后踢精准地击飞了胡萝卜。海姆捂着脸发出一声惨叫：“你刚才绝对是带着私人恩怨踢过来的吧？可恶，这招竟然也没用！”海姆先生，格蕾丝提着裙摆从远处走来。海姆吓了一跳，连忙转过身回应道：“哎呀，格蕾丝小姐。”格蕾丝走到近前，疑惑地问道：“大清早的发生什么事了？”海姆支支吾吾地解释道：“啊，那个小姐，其实是这匹马刚才一直静不下来。”格蕾丝看向那匹黑马，可是它看起来很温顺啊。此时的黑马正闭着眼睛，一副乖巧安静的模样。海姆看着这匹瞬间变脸的马，这家伙怎么突然就变了？它比我家的马要大得多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壮硕的马。黑马发出一声轻嘶，缓缓低下头，将额头靠在格蕾丝的手心里。格蕾丝有些惊讶地感叹道：“天哪，他看起来很亲人，真是个可爱的家伙。”海姆站在一旁，看着黑马温顺的样子，气得浑身发抖。哈，你这家伙是因为格蕾丝小姐在这里，所以故意在演戏吗？明明刚才还在无视我。
黑马斜眼瞥了海姆一眼，随即又若无其事地靠向格蕾丝。格蕾丝抚摸着马儿，有些迟疑地问道：“那个，我从刚才起就一直很好奇一件事，海姆先生，为什么您要对这匹马使用如此尊贵的敬语呢？”海姆猛地一惊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他支支吾吾地解释道：“啊不，这个其实是因为这匹马是公爵大人最心爱的坐骑。公爵大人曾经下达过命令，要像对待他本人一样对待这匹马，任何对这匹马的冒犯都将被视为对公爵大人的挑衅，这就是我们收到的指令。”格蕾丝若有所思地回应道：“啊，我明白了，但真的有必要做到那种程度吗？”他沉默了片刻，眼中闪过一丝疑虑。那个海姆先生，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。海姆疑惑地转过头，下一秒他的惊呼声响彻了整个庭院。哎，您在走廊里发现了一块魔法马鞭，那种珍贵的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那种地方？而且古代语竟然转移到了您的身上吗，小姐？格蕾丝面露歉意地说道：“我很抱歉，现在才告诉你已经太迟了，我应该立刻通知你的。”当我读出马鞭上的古代语言时，它发出了光芒，随后转移到了我的手背上。海姆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。天啊，我从未听说过这种事。那块马鞭是布莱克公爵家族传承了750多年的传家宝，其中蕴含的某种力量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。格蕾丝满怀歉疚地看向海姆，竟然因为我让如此珍贵的传家宝。海姆摇了摇头，温和地回应道：“不，这不是您的错，小姐，是我们管理不善才导致了疏忽。”海姆陷入了沉思，这确实令人惊讶。我完全没想到格蕾丝小姐竟然精通古代语言。虽然这件物品对我们非常珍贵，但是马鞭上的魔力转移到您身上，可能会让您的身体发生变化。格蕾丝猛地一惊，心中涌起不安。格蕾丝低声问道：“那块马鞭的力量究竟是什么？”很抱歉，我无法透露任何关于马鞭及其魔法的细节，只有布莱克才能回答这个问题。原来是这样吗？格蕾丝沉默片刻，随后看向海姆说道：“那么请去请公爵大人过来，我会直接和他谈。”海姆脸上露出一丝难色。公爵大人目前因为紧急事务外出了一段时间，非常抱歉，格蕾丝小姐，我知道这可能会让您感到不便，但能否请您等到公爵大人回来？格蕾丝终于开口说道：“明白了。”海姆听到这个回答，脸上的紧张感瞬间消失，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。格蕾丝看向海姆说道：“如果之后您了解到任何相关信息，无论是什么都请务必告知我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也请允许我进行独立的调查。当然，我知道布莱克公爵家族不会坐视不管，但这件事直接关系到我，我不想只是坐在这里虚度光阴。”海姆注视着格蕾丝：“好的，我会记住您的要求。”格蕾丝露出微笑说道：“谢谢你，海姆先生。那么我就先是陪进屋了。”海姆望着格蕾丝远去的背影，格蕾丝小姐一定也很困惑吧？不过她看起来非常通情达理。黑马打了个响鼻，虽然他确实说过暂时不要联系他，但是这件事恐怕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对吧？我必须寄封信过去，请他回领的一趟。远方的度假胜地，女人正悠闲地品着咖啡，她轻抿一口，发出一声满足的感叹。在度假村喝咖啡果然是最棒的。来到布莱克家族已经好几天了，我已经相当习惯这个地方了。侍者端上精致的甜点，介绍道：“这是配有米龙奶油的蒙布朗以及蒙特勒红茶。”格蕾丝端起茶点，发出由衷的赞叹：“哇，我从没见过这么可爱的蒙布朗。”加百列站在一旁，看着格蕾丝开心的样子，说道：“科蒂最近确实非常积极。”在格蕾丝小姐留在府邸期间，科蒂暗自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准备圆润可爱的食物。科蒂似乎是在为之前的晚餐失误而努力补偿，每一道菜肴和甜点都显得格外精致。你不需要感到这么抱歉。格蕾丝舀起一勺蒙布朗送入口中，真好吃。格蕾丝托着腮细细品味着口中的甜点，柔软香甜的奶油与湿润的蛋糕胚完美融合，简直让人停不下来。他端起茶杯，轻抿一口，茶的味道也很好。朱莉和加百列站在一旁，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格蕾丝很快将盘中的甜点吃得干干净净，真的很好吃，请代我向科蒂表达谢意。加百列微微躬身回应道：“能合您的胃口真是太好了。”格蕾丝放下茶杯，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。对了，你知道卢卡斯公爵什么时候回来吗？加百列面带歉意地看向格蕾丝说道：“我很抱歉，格蕾丝小姐，公爵大人因为领地的紧急事务出差去了，目前还不确定具体的归期。”格蕾丝垂下眼帘，神色中透出一丝落寞。这样啊，格蕾丝小姐，我想出去散散步。阳光洒在庭院的草坪上，格蕾丝坐在长椅上，听着身边的朱莉大声抱怨：“真的吗？怎么能这样一言不发就把人丢下？明明是公爵大人先邀请您过来的。”朱莉气得双手叉腰，不仅没解释身体到底出了什么状况，甚至连什么时候回来都不交代一声。格蕾丝看着愤愤不平的朱莉，轻声安抚道：“别这么生气，朱莉，卢卡斯公爵肯定不是故意的，他一定是遇到了非常紧急的领地事务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你没必要为了这种事发火。”朱莉注意到格蕾丝手中紧握着一封信，好奇地问道：“那是家里寄来的信吗？”格蕾丝轻轻抚摸着信封上的火漆印：“是的，是艾莉亚寄来的，我想趁着散步的时候读一读。”格蕾丝拆开信封，艾莉亚细腻的字迹映入眼帘：“格蕾丝小姐，您在布莱克公爵府过得还好吗？明明您才离开府邸没几天，我已经开始想念您了。”格蕾丝看着信纸：“艾莉亚，我想向您说明一下府邸进来的情况，以免您回来时感到惊讶。就在几天前，诺曼大人受伤了，目前正在神殿接受治疗。根据托马斯的说法，诺曼大人是被一匹巨大的黑马撞伤的。”格蕾丝神情变得凝重：“一匹巨大的黑马？难道是……”
侯爵对诺曼大人的伤势感到非常愤怒，不过府里的仆人们都平安无事，所以请不必担心家里的情况，专心处理您在那边的事情就好。爱您的艾莉亚。格蕾丝坐在长椅上，耳边传来一阵沉重的提声，她疑惑地抬起头，信里提到的那匹大马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一个巨大的黑影已经笼罩了过来，那匹通体漆黑的骏马不知何时来到了跟前。格蕾丝看着眼前的庞然大物说道：“哦，是你啊，海姆去哪了？你怎么独自在这里？”黑马打了个响鼻，温顺地将头靠向格蕾丝的手。格蕾丝有些惊讶，咦？朱莉吓得脸色苍白，急忙冲上前，张开双臂挡在格蕾丝身前。小姐太危险了。格蕾丝微笑着安抚道：“没关系的，朱莉，我想她只是想让我摸摸她。”朱莉依旧一脸担忧，可是格蕾丝温柔地抚摸着黑马宽阔的额头，看吧，别担心。朱莉在一旁看着这和谐的一幕，紧绷的肩膀终于放松了下来。也是，格蕾丝小姐一直都很受动物欢迎，难怪这些小家伙总是这么亲近她。黑马发出满足的呼噜声，不断用头顶着格蕾丝的手心。格蕾丝被逗得咯咯直笑，好痒啊，真可爱。你很喜欢被人宠爱对吧？像这样亲近人的孩子，绝对不会做出那种伤人的事。格蕾丝，你喜欢马吗？一个低沉而熟悉的声音突然在耳畔响起。格蕾丝猛地一颤，格蕾丝惊慌地环顾四周，朱莉一脸困惑地看着她问道：“小姐，您怎么突然这样？”格蕾丝脸色苍白，双手紧紧交握在胸前问道：“朱莉，你刚才有没有听到男人的声音？求求你快说听到了。”朱莉茫然地回应道：“哈，什么男人的声音？”庭院里陷入了一片死寂，只有微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。格蕾丝僵在原地，感到一阵寒意爬上脊背。难道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？那个声音再次响起，格蕾丝吓得尖叫出声，整个人瘫倒在地上。朱莉急忙冲上前扶住她，喊道：“小姐，您没事吧？”格蕾丝颤抖着抓住朱莉的衣袖。朱莉，有鬼！那个声音带着一丝慌乱和哀求。请原谅我，格蕾丝，是我，卢卡斯。格蕾丝瘫坐在草地上。公爵大人。朱莉紧紧扶着格蕾丝的肩膀，神色慌张地劝道：“小姐，请快点回房间去吧。”卢卡斯的声音再次在格蕾丝脑中响起，看来是因为吸收了魔法的影响，我们之间产生了某种连接。格蕾丝惊叫出声：“什么？”她猛地捂住嘴巴。朱莉被吓得缩起脖子：“小姐，这真的开始让人觉得有点可怕了。”格蕾丝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：“啊，没什么，只是刚才有一只巨大的虫子飞过去，仅此而已。”朱莉瞪大了眼睛：“虫子？”格蕾丝深吸一口气：“我坐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就好，没事的。”朱莉虽然依旧满脸担忧：“真的吗？那就好。如果您觉得哪里不舒服，一定要告诉我。”卢卡斯的声音带着一丝赞许说道：“做得好，只要在脑海中思考你想说的话，似乎就能传达给我。”格蕾丝在心中默默回应道：“好的。”卢卡斯继续叮嘱道：“最好不要发出声音。”格蕾丝看着远处的树影：“不过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？”卢卡斯沉吟片刻，回应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。”格蕾丝在脑海中轻声问道：“公爵大人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面？”卢卡斯沉默了一瞬：“你是在想我吗？”格蕾丝猛地愣住，脸颊瞬间变得通红，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。为什么我的问题会被解读成那个意思？卢卡斯带着笑意回应道：“因为你的声音里似乎透着一丝渴望。”格蕾丝猛地站起身：“我才没有。”卢卡斯轻笑一声说道：“只是个玩笑，看来我的未婚妻对玩笑话相当敏感。”格蕾丝低着头，脸颊泛起红晕：“请不要这样捉弄我。”卢卡斯轻笑一声回应道：“哈哈，抱歉，但看到你反应这么大，我忍不住想多听一些。”格蕾丝抿了抿嘴唇：“那个，既然如此，你能马上回来吗？我想你了。”远在另一处的卢卡斯猛地愣住，心脏不由自主地剧烈跳动起来。格蕾丝察觉到了对方的沉默，看吧，连公爵大人也慌了。卢卡斯平复了一下呼吸：“我明白了，抱歉，格蕾丝，我的玩笑确实开得有些过火了。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？是因为我们没有面对面交谈吗？还是因为那个玩笑？”他能感觉到公爵现在似乎也放松了下来。卢卡斯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你对魔法很好奇对吧？我听说这种连接就是这样的。我很抱歉，但我现在无法向你解释清楚，这种事以前从未发生过。魔法与这个家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紧密相连。”格蕾丝若有所思地回应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卢卡斯继续说道：“虽然我现在无法向你解释清楚，但有一个办法能让你了解魔法。”格蕾丝微微睁大眼睛：“什么办法？”卢卡斯的声音变得温柔而郑重：“那就是你。”格蕾丝露出困惑的神情：“你是说了解魔法的方法就在我身上吗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卢卡斯没有直接回答：“跟我来，你就会明白了。就是这里。”格蕾丝环顾四周，发出了由衷的感叹。卢卡斯继续说道：“这是我的私人图书馆，在这里你应该能找到关于我们家族或者魔法的信息。”格蕾丝看向书架，目光突然凝固，那是经海米尔顿写的《无人见过的森林》。天哪，还有《种子的起源》，那本书已经绝版100年了，现在根本不可能找到。格蕾丝完全陷入了狂热，她快步奔向那些珍贵的藏书，竟然还有《树木知晓》的第1版。卢卡斯有些迟疑地唤道：“那个格蕾丝。”格蕾丝猛地回过神：“不好！”格蕾丝捂着发烫的脸颊，有些局促地说道：“我刚才失礼了，其实我真的非常喜欢植物。”卢卡斯轻笑一声回应道：“没关系，这里的书你随时都可以借阅。”格蕾丝立刻打起精神问道：“那么我可以借这本书，还有那一本，以及那边那一本吗？”卢卡斯微笑着点头：“当然可以。”格蕾丝抱着选好的书：“我现在明白了，你刚才说的办法就是让我自己在这里寻找答案。”卢卡斯肯定地回答道：“没错，原来
你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把信息交给我？卢卡斯温和地叮嘱道。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翻阅。格蕾斯回应道。谢谢你。他在书架间漫步，目光被一张摆放着的相框吸引。格蕾斯停下脚步，疑惑地看着照片。这张照片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里面会有一个孩子？卢卡斯愣了一下，问道：“孩子啊？等等，格蕾斯，那张照片是禁区。照片里是一个揉着眼睛哭泣的小男孩，他怀里紧紧抱着一只长耳朵兔子玩偶。”格蕾斯双手捧起相框，天哪，好可爱！这位可爱的小绅士是谁啊？卢卡斯显得异常窘迫。格蕾斯继续猜测道：“我听说你的弟弟凯恩是红发，所以肯定不是他。”卢卡斯的眼角微微抽动，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，神情变得愈发不自然。格蕾斯一拍手，像是突然想通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他是你的堂兄弟吧？卢卡斯沉默了许久，终于自暴自弃般的低声开口道：“那是我。”格蕾斯整个人僵在了原地。什么？竟然是同一个人？可是照片里的孩子明明有一头卷发，还抱着兔子玩偶在哭啊！卢卡斯神情尴尬地解释道：“小时候确实是卷发，这个小孩子就是这样长大的，真是让人惊讶。人体发育的奥秘果然深不可测。”卢卡斯轻咳一声，生硬地转移了话题。格蕾斯，你不是要看书吗？格蕾斯猛地回过神。啊，对，我是来找书看的。抱歉，我被你惊人的成长史吸引了注意力。格蕾斯独自坐在图书馆的窗边，他翻开厚重的古籍，指尖轻轻划过泛黄的页面。泽罗尼姆的建国神话。在700多年前，曾有一片自然繁茂的魔女之地，7位勇敢的骑士集结在一起，他们身披铠甲，手握长剑，在那片古老的森林中并肩作战。为了讨伐魔女的7个部下，骑士们踏过鲜血，占领了那片被称为魔女之地的领土。失去领地的魔女在消失于黑暗之前，对国王和6位骑士降下了诅咒：你们这些因傲慢而亵渎我领地的人，我将用我的愿望诅咒你们。从这一刻起，你们将或强或弱，或弱或强。格蕾斯合上厚重的书页，建国神话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就在那一刻，被诅咒的7个人，格蕾斯的手指抵住下唇，其中便包括泽罗尼姆的皇室，那象征着泽罗尼姆精英的皇族，黑骏马的布莱克家族，奥尼姆的银狼，塞尔维恩特的白蛇，康塔纳的灰鲸，基内什的青熊，还有杜甫的红猴。这些诅咒的细节极其隐秘，只有家族内部成员之间才能共享。任何违反这一规则，试图向外人泄露秘密的人，都将面临极其恐怖的惩罚。卢卡斯在一旁轻声问道：“怎么样，有帮到你一点吗？”格蕾斯点了点头，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有一点。所以泽罗尼姆的7个开国功臣家族都背负着诅咒，而且除非是家族成员，否则具体的诅咒细节绝对不能对外公开，对吗？”“没错。至于魔法，我之前说无法向你透露相关信息，就是因为这涉及到了诅咒以及与诅咒相关的物品。”卢卡斯低声说道。“没错。”格蕾斯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所以为了解决转移到我手上的这个麻烦，卢卡斯接过话头：“我们需要结婚，正式成为夫妻。”格蕾斯猛地抬起头，脸颊瞬间长得通红。结婚？你是说结婚吗？格蕾斯，虽然我之前是用开玩笑的语气提起的，但我希望你能认真考虑这件事。这不仅仅是为了守住诅咒的秘密，我也觉得格蕾斯你……就在这暧昧的气氛达到顶点时，图书馆的大门突然被猛地推开。格蕾斯小姐。格蕾斯被吓得整个人弹了起来。加百列。加百列站在门口，脸上带着些许尴尬和担忧。哦，抱歉，我不是故意要吓到你的。我刚才路过走廊的时候，听到了一些声音，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。难道刚才那些话在走廊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吗？加百列环顾了一下四周，这里是公爵大人的私人图书馆，请问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？格蕾斯的大脑飞速运转，那个因为诅咒的事情，我和公爵大人，不对，我们，这真的很难解释清楚啊。格蕾斯深吸一口气，其实您之前不是跟我说过吗？如果我有想看的书，可以随时来图书馆借阅。加百列点了点头说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格蕾斯带着歉意继续说道：“加百列，抱歉，我现在想一个人安静地看会儿书。”加百列温和地回应道：“当然，如果您还有其他需要，请随时叫我。”格蕾斯轻声说道：“谢谢你，加百列。”随着房门轻轻合上的声响，图书馆内重新恢复了宁静。夜幕降临，繁星点缀着深蓝色的天空，整座宏伟的府邸沉浸在静谧的夜色中。格蕾斯焕紧紧抱着怀里的枕头，脑海中不断回想着卢卡斯未说完的那句话，不仅仅是为了守住诅咒的秘密，我也觉得格蕾斯你……格蕾斯翻过身心，中一阵乱麻。公爵大人当时到底想说什么？如果加百列没有突然出现，我是不是就能听到那个答案了？他蜷缩起身体，诅咒，那是一个持续了700年的诅咒，背负着祖先罪孽的沉重负担，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？会感到害怕吗？格蕾斯眨了眨眼，在黑暗中渐渐陷入沉睡。为什么那时候的公爵大人在哭呢？那一晚，格蕾斯做了一个梦，在梦境中，自己正和年幼的公爵共乘一匹黑色的骏马，在静谧的夜色中疾驰，月光洒在宏伟的府邸上，整座建筑在深夜里显得格外静谧，仿佛也在守护着这场奇妙而温柔的梦境。深夜的西斯情报局大楼灯火通明，西斯贝对着他语气平淡地问道：“卡普伦侯爵，我可以问问，为什么您会在这个深夜来见我吗？”卡普伦握紧了手中的手杖，试探着问：“你就是这里的负责人吗？”“没错，不过您大老远跑来这里，应该不只是为了问这个吧？”西斯转过身，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。“比如那个把您儿子变成那副惨状的人到底是谁？或者是……”卡普伦侯爵惊愕地瞪大了双眼：“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”西斯缓缓转过身：“如果
我刚才的言行有些失礼，我向您道歉。不过我这个人并不喜欢浪费时间，很高兴见到您，卡普伦·奥林侯爵。我是西斯情报局的局长西斯·塞尔维恩特。在泽罗尼姆，所有的情报都具有价值，尤其是那些盖有塞尔维恩特印章的情报，其价值更是无法估量。这是一个纯粹依靠情报建立起权力的家族。塞尔维恩特家族不分对象与场合，肆无忌惮地搜集着各种信息。对于这个家族而言，情报的真伪并不重要，因为任何碎片般的信息，只要运用得当，都能发挥出截然不同的作用。当蛇经过时，你绝不能开口说话。侯爵坐在沙发上，端起茶杯抿了一口，目光却不由自主地投向对面。难怪会有那样的传闻，在这个男人面前，我必须谨言慎行。坐在他对面的正是西斯，塞尔维恩特家族的首领。西斯神态从前地靠在沙发背上，手中稳稳地端着茶杯，嘴角带着一抹让人捉摸不透的微笑。西斯情报局这个地方以其创始人的名字命名，传闻他会榨干客户口袋里的每一枚金币。奥林侯爵紧紧攥住拳头，我可不是那种能被轻易低估的人，仅仅因为继承了爵位，并不代表我就是个天真的小鬼。西斯打破了沉默，看来您是个相当直率的人，奥林侯爵。奥林侯爵身体前倾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西斯轻抿了一口茶，神色淡然地回应道：“没什么特别的意思，只是即便我能清楚猜到您为何而来，您却始终闭口不谈。”奥林侯爵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。这个傲慢的小畜生，他深吸一口气，终于开口说道：“昨晚有一匹野马闯过了我们农场的围栏，撞断了我儿子的肋骨。”西斯并没有等他说完，而是顺手递过去一张纸条。奥林侯爵愣住了，这是什么？西斯平静地回答道：“这是情报咨询费。”奥林侯爵接过纸条，当他看清上面的内容时，双手开始剧烈颤抖。8万格兰。西斯神色如常地坐在对面，语气平淡地说道：“如果您希望继续这项委托，请在收据上签字。”奥林侯爵猛地站起身，嘿，为了找一只畜生要花8万格兰，你竟敢耍我！你好大的胆子！西斯微微歪过头，发出一声轻笑。哦，关于那头猛兽的情报等级是红色。事实上，考虑到您作为侯爵的名声，我已经给您打了折扣。西斯若有所思地抵住下巴，随后他摊开手，脸上露出一抹灿烂却冰冷的微笑。如果您不想要这份情报，大可以现在就放弃并离开。奥林侯爵脸色铁青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我一定是找错地方了。”西斯却在他身后不紧不慢地开口：“那是一匹高度超过2米、体重超过1吨的马，有着黑色的皮毛和蓝色的眼睛，体格健壮且线条流畅。此前已经有过关于他的目击记录了。”奥林侯爵猛地将手中的纸条拍在桌上，哼，我可没钱给一个骗子。他头也不回地摔门而去。沉重的房门发出一声巨响，西斯独自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，发出一声轻叹：“哎呀，真是遗憾。”他修长的手指有节奏地敲击着膝盖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他竟然会去袭击奥林家族，这倒挺让人意外的。至于原因，大概是因为门外传来了轻微的敲门声。西斯收回思绪，转头看向门口，尤里亚斯推门而入。西斯，奥林侯爵刚刚离开了，刚才发生了一点小摩擦，不过我已经处理好了。尤里亚斯晃了晃手中沉甸甸的钱袋，我拿到了6万格兰的咨询费。西斯发出一阵轻笑，赞许地回应道：“干得漂亮。”西斯从星座回位子上单手托腮，陷入了沉思。我是不是该尽快去拜访一下呢？格蕾斯·奥林。清晨的阳光透过繁茂的枝叶，洒在庄园华丽的窗棂上。格蕾斯在宽大的床榻上醒来，她伸了个懒腰，发出一声轻吟。难怪我觉得今天格外神清气爽，身体也很轻盈。既然感觉这么好，我要充分享受这一天。虽然刚才说的信心满满，但是说实话，我根本无事可做。格蕾斯独自坐在庭院的长椅上。至于在公爵府邸的工作，每天早上醒来吃完丰盛的早餐，早餐后和朱莉一起在花园里散步。到了下午，他就翻开厚重的书籍阅读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茶些时间冥想，诸如此类的事情。生活悠闲的让我怀疑这是否真的正常。更何况今天朱莉为了采购府邸的物资出门去了。仔细想来，现在已经听不见公爵的声音了。难道我与公爵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的感应吗？这里的日子确实舒适惬意，衣食无忧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完美。可即便如此，心中却总觉得空落落的。虽然我当时是开玩笑的，但我希望你能认真考虑一下。格蕾斯垂下眼帘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已经开始在心里直呼他的名字了。卢卡斯。格蕾斯坐在长椅上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疯了，格蕾斯，你真是疯了！就算在这里生活的再怎么安逸，怎么能如此放肆地直呼公爵的名讳？没错，现在这股心跳声一定是因为刚才被自己的念头吓到了。格蕾斯努力平复着呼吸，这只是单纯的惊吓而已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近处传来：“格蕾斯！”格蕾斯猛地睁大双眼，你听到了吗？卢卡斯微微低头，嘴角勾起一抹戏谑的弧度。你是因为先开口叫了我，所以感到惊讶吗？所以呢？你真的想见我吗？格蕾斯低着头，小声辩解道：“我只是想确认一下，因为我不确定你是否听到了我的声音。”卢卡斯并没有打算轻易放过他。那你找到原因了吗？格蕾斯下意识地用手抵住下唇。也许吧，公爵，看来我只是需要想念你而已。卢卡斯猛地愣在原地，心脏仿佛被什么东西击中，脸上浮现出明显的红晕。格蕾斯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，不，那不是我想表达的意思。卢卡斯露出一抹玩味的笑意，我什么都没说。格蕾斯低下头，在心里暗暗叫苦，这绝对是谎言。他局促地绞着手指，只是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脑子里突然就冒出了这个念头。啊不，
并不是说我一醒来就在想您，这只是一个原理。对，是某种原理。格蕾丝越说越乱，整个人陷入了自我怀疑。我到底在说什么啊？越解释越像是在找借口。卢卡斯忍住笑意说道：“你没必要找这种借口，格蕾丝，我不会取笑你的。话说回来，格蕾丝，你在府邸住的还习惯吗？”格蕾丝抬起头，认真的回答道：“是的，大家对我都很照顾，只是稍微有一点点无聊。”卢卡斯有些愧疚的说道：“抱歉，你是这里的客人，我却没能好好招待你。”格蕾丝连忙摆手，急切的回应道：“不，没关系的，请忘掉我刚才说的话吧。”卢卡斯沉默了片刻，那要不要试着去骑马？骑马？是的，这个时间他们应该就在附近。清脆的马蹄声由远及近，在平整的草地上敲击出有节奏的响动。格蕾丝顺着声音转过头，目光中充满了不可思议。是你？格蕾丝走在茂密的森林中，看着四周繁茂的枝叶说道：“卢卡斯，我竟然不知道这附近还有这么美的一片森林。”卢卡斯回应道：“每当我想要纵马驰骋的时候，就会来到这里。”马蹄声在林间小径上回响，格蕾丝牵着马缓步前行。但是，你确定让我骑它真的没关系吗？我听说这是你非常珍视的爱马。卢卡斯微笑着安抚道：“没关系的，能载着格蕾丝是他的荣幸。”格蕾丝听到这话，脸上泛起一丝微红。荣幸吗？格蕾丝低头看了看身上合体的衣物，我没想到您会准备这样的衣服，谢谢您，公爵。二有些得意的回应道：“很高兴，我提前让海姆准备好了。”格蕾丝心中仍有疑惑，但是您是怎么知道我的尺寸的？二有些心虚的解释道：“只是看一眼猜出来的，很高兴它很合身。其实我向店主描述了抱它的感觉，但这合身的实在不像只是猜测出来的。比起那些格蕾丝，请试着骑上它吧。”格蕾丝有些迟疑的回应道：“好的。”他站在那匹高大的黑马面前，骑上去，但这简直像是一道墙啊！对我来说，它似乎太高大了。没关系的，它会配合你的高度。黑马顺从的屈下前肢。格蕾丝惊讶的看着这一幕，慢慢爬上来吧。格蕾丝小心翼翼的跨上马背，真的可以骑上去吗？随着黑马稳稳的站起身，格蕾丝发出一声惊呼。格蕾丝坐在高大的马背上，哇，感觉就像我突然长高了一样，视野变得好开阔。卢卡斯轻声说道：“那么我们要跑起来了。”格蕾丝惊呼道：“什么？”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骏马猛地向前窜出，格蕾丝吓得紧紧抓住缰绳，大喊道：“等一！”马蹄声急促地敲击着地面，格蕾丝伏在马背上尖叫出声，骏马在林间飞驰，风声在耳边呼啸而过。格蕾丝紧闭双眼，大声喊道：“这太快了，公爵！”格蕾丝，你要试着挺起上半身。格蕾丝死死抱住马脖子，回应道：“这根本不可能。”卢卡斯温柔地鼓励道：“没关系的，相信我，我绝不会让你摔下去的。”格蕾丝紧紧伏在马背上，卢卡斯在身旁引导道：“很好。”就是这样，双腿贴近马腹，但要保持放松，挺直上半身，很好。格蕾丝深吸一口气，试着按照指示调整坐姿。她慢慢直起腰背，双手稳稳拉住缰绳。卢卡斯低声说道：“现在睁开眼睛。”格蕾丝缓缓睁开双眼，原本模糊的视线瞬间变得清晰。森林的绿意在眼前飞速掠过，她坐在马背上，感受着身体随着马匹的律动起伏。格蕾丝喃喃自语道：“风，我能感觉到风。”卢卡斯回应道：“是很舒服的风，对吧？”格蕾丝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：“是的。”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如此自由。卢卡斯看着他问道：“不害怕了吗？”格蕾丝在马背上兴奋地喊道：“虽然还有一点点害怕，但真的太有趣了。刚才还在拼命挣扎，现在感觉身体轻盈得像在飞翔一样。”卢卡斯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，那种感觉叫做第二次呼吸。格蕾丝骑着马在林间小径上继续前行。过了一会儿，格蕾丝翻身下马，他伸出手轻轻抚摸着马儿结实的脖颈，感叹道：“你跑得真快啊！”马儿温顺地低下头，任由他轻柔地梳理鬃毛。格蕾丝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对了，这匹马叫什么名字？卢卡斯微微一愣，啊，名字吗？那个 Lucky， 他的名字叫 Lucky。你的名字是 Lucky 啊？格蕾丝轻抚着马儿说道。Lucky， 今天载着我辛苦你了，谢谢你。他凑近马儿的脸颊，轻轻落下一个吻。卢卡斯有些慌乱地喊道：“格蕾丝。”格蕾丝转过头，疑惑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卢卡斯移开视线，支支吾吾地说道：“那个，在受凉之前，你还是先回府邸吧。”格蕾丝愣了一下，回应道：“啊，是这样吗？”他低头看了看自己，确实出了一身汗，想要快点回去洗个澡。下次见 ，Lucky。格蕾丝回到府邸，立刻钻进了准备好的浴池里。她发出一声惬意的长叹：“啊，真是太舒服了。”朱莉走进浴室，一边整理着洗漱用品，一边问道：“您骑马玩得开心吗？”格蕾丝转过头，眼睛亮晶晶地回应道：“是的，真的非常有趣。”朱莉听后露出欣慰的笑容：“您能喜欢真是太好了。水温还可以吗？”格蕾丝闭上眼睛，任由朱莉揉搓着发间的泡沫。“是的，非常完美，香气也很好闻。这种待遇，在家里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。”尽管出身于显赫的侯爵家族，父亲却一直要求我保持节俭。从很小的时候起，他就强迫我过着简朴且受限的生活。然而，父亲却对诺曼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，只因为诺曼是家族的继承人。父亲掌控着我的一切，从裙装、珠宝到食物，甚至连娱乐和外出都要经过他的准许。在那样的压迫下，我没有选择屈服。尽管遭到了家族的强烈反对，我依然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了爵位，拥有了独立的收入。直到那时，我才终于能一点点去做自己想做的事。父亲是一个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人，
他挥霍着积累的财富去贿赂议会的长老，只为在政坛谋得一席之地。为了达成目的，他甚至计划将我和诺曼都当作婚姻的筹码。格蕾丝躺在宽大的床上，抬起手遮住双眼，一想起家人就觉得好压抑。格蕾丝在床上滚来滚去，双手捂着脸颊，与其在这里郁郁寡欢，还不如直接睡觉呢。他猛地拉起厚实的被子，用力往身上一裹，将自己严严实实地藏进温暖的被窝里。只要待在这里，我就能安静地生活下去。然而事与愿违，几天后，一场风暴毫无预兆地降临了。清晨的阳光洒在繁花盛开的花园里，赛琳娜端起茶杯，抿了一口，发出一声满意的轻哼。也许是因为很久没喝了，感觉今天的香气格外迷人。我们家的茶可是帝国最棒的，请多喝一点，格蕾丝小姐。格蕾丝端起茶杯，心中满是困惑，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赛琳娜察觉到了他的局促，你是格蕾丝小姐吧？不必这么紧张。格蕾丝猛地回过神来，是的。那位女性微微低头，帽檐遮住了她的神情，只露出带着笑意的嘴角。我从我们家卢卡斯那里听到了很多关于你的事。随后她抬起头，脸上洋溢着灿烂而高贵的笑容。我是赛琳娜·布莱克家族的女主人。赛琳娜轻笑出声，我很高兴终于见到了格蕾丝小姐。以前我只在传闻中听说过你。格蕾丝端坐在桌前，礼貌地回应道，这也是我的荣幸，公爵夫人。赛琳娜微微侧过头，语气亲昵地说道，哎呀，我们很快就要成为一家人了，你不需要这么拘谨，直接叫我赛琳娜就好，这样更自在些。格蕾丝显得有些迟疑，轻声试探着开口道，那么赛琳娜。赛琳娜露出惊喜的神色，双手交叠放在胸前，感叹道，天哪。她端起茶杯，笑着看向格蕾丝，说道，家里只有儿子，能见到像格蕾丝这样优雅的小姐，真是让人心情舒畅。格蕾丝静静地看着赛琳娜，该怎么形容呢？虽然赛琳娜是公爵夫人，但她对待别人的方式非常随和，这种感觉虽然有些陌生，但比起不自在，更多的是一种温暖。赛琳娜放下茶杯，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。对了，比起这些，我们要不要再来点甜点？科蒂，去拿些达克瓦兹来。格蕾丝有些慌乱地摆动双手，我没关系的。厨师恭敬地回应道，我马上就送过来，请稍等片刻。赛琳娜笑着对格蕾丝摆了摆手，说道，你不用这么客气，其实比起别的，主要是我自己想吃点甜的。格蕾丝有些尴尬地应和着，好的。事情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？时间回到几个小时前的清晨，海姆在一旁看着赞许地说道，你现在已经完全习惯骑马了呢。格蕾丝听到声音转过头，海姆大人。格蕾丝轻抚着马背说道，多亏 Lucky 带路带得好，我很快就适应了。他凑近马的耳朵，语气轻快地继续说道，他真是一匹绅士的马，对吧 Lucky？ 黑马发出一声欢快的嘶鸣作为回应。海姆看着这一幕，手托着下巴感叹道，真了不起，卢卡，我是说 Lucky， 他其实是一匹性格古怪的马，平时根本不让任何人骑他，他一定是非常喜欢格蕾丝小姐。格蕾丝有些惊讶地看向黑马，真的吗？那可真奇怪，他刚才一直表现得很温顺。黑马在一旁不安地打着响鼻，海姆盯着那匹马，心中满是无奈，你就那么高兴让他骑在背上吗？真是个厚颜无耻的家伙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了车轮滚动的声音，格蕾丝疑惑地转过头，那是从未见过的马车，一辆白色的马车正缓缓驶入大门。格蕾丝看向海姆问道，海姆大人，今天有预定的客人吗？海姆也露出了困惑的神情，不，并没有这样的计划。随着马车停稳，海姆看清了车身上的文章，那辆马车是……车门缓缓打开，一只穿着精致鞋子的脚踏上了踏板。海姆震惊地脱口而出，赛琳娜。赛琳娜从车厢内探出身子，好久不见了，海姆。海姆看着从马车上下来的身影，甚至连母亲也来了吗？海姆，这就是你见到久违的母亲该有的反应吗？海姆被母亲一把揪住脸颊，疼得大喊道，妈妈快住手。格蕾丝在一旁看着这混乱的场面，如果是赛琳娜的话，那么一定就是卢卡斯公爵的母亲赛琳娜·布莱克公爵夫人。赛琳娜突然扶住额头，身体微微摇晃，发出了一声虚弱的叹息。坐了这么久的马车，我好像有点晕车了。劳拉立刻转头看向他，要喝点水吗？海姆，你听到了吗？快去拿点水来。海姆指着自己，一脸不可置信地问道，我吗？可是我……劳拉眯起眼睛，手指用力捏住海姆的下巴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倒是变得挺爱顶嘴的吗？海姆吓得脸色发青，倒吸一口凉气，我这就去拿。看着海姆慌忙跑开的背影，劳拉在后面抱怨道，真是的，非要让我说2遍才肯动身。赛琳娜掩嘴轻笑起来，呵呵，不过你也知道，像海姆这样开朗又干练的人可不多见，我很庆幸卢卡斯身边能有海姆这样能干的人辅佐，而且他真的很可爱。别这么夸他。赛琳娜笑着看向劳拉说道，劳拉夫人对夸奖自己孩子的话最没抵抗力了。劳拉红着脸喊道，夫人。格蕾丝独自站在不远处，感到有些尴尬。Lucky 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就在这时，赛琳娜转过头，目光落在了格蕾丝身上。格蕾丝猛地一惊，对上视线了。赛琳娜迈开步子径，直朝格蕾丝走来。她过来了。格蕾丝赶忙低下头，深深地鞠了一躬，说道，您好，赛琳娜公爵夫人。我……赛琳娜快步走到她面前，突然伸出双手紧紧握住了她的手。格蕾丝。格蕾丝愣在原地。是的，如黑曜石般亮丽的长发，还有像紫罗兰一样神秘的紫色眼睛。赛琳娜满脸惊喜地喊道，你一定就是格蕾丝小姐吧？格蕾丝被对方的热情弄得有些不知所措。那个请问……赛琳娜露出灿烂的笑容，亲切地提议道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我们要不要一起喝杯茶？
于是时间回到了现在，格蕾斯端起茶杯，轻轻抿了一口红茶。赛琳娜单手托着腮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格蕾斯，真是太漂亮了。鞭子的诅咒已经转移到了格蕾斯小姐的手上。我本不想干涉母亲的旅行，但我希望您能回到宅邸，帮帮我和格蕾斯小姐。正与我商讨婚事的格蕾斯小姐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人，我想尽快解除诅咒，不让她感到焦虑。赛琳娜回想起信中的内容，我真没想到卢卡斯竟然会这样评价一位女性。她一直是个责任感极强且成熟稳重的人，可我心中始终有着一份担忧，因为卢卡斯对爱情看得太重了。他追求极致的信任、支持与勇气，择偶标准实在高得离谱。赛琳娜从思绪中回过神来，哎呀，格蕾斯小姐！格蕾斯猛地一惊，是的，有一只蝴蝶落在你头上了。一只蓝色的蝴蝶正静静地停落在她深紫色的发丝间，轻颤着翅膀。她有些呆呆地重复道：“啊，蝴蝶。”赛琳娜看着那只蝴蝶，笑着调侃道：“这只蝴蝶一定是把格蕾斯小姐当成花朵了。呵呵，她肯定被吓坏了。抱歉，但你现在的样子真的很可爱。说起来，我第一次见到菲利克斯的时候，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。这是一只大蓝闪蝶。”在这里见到这种蝴蝶真是罕见，太迷人了。这对翅膀的颜色简直和你的眼睛一模一样。赛琳娜，格蕾斯看着停留在指尖的蝴蝶，赛琳娜端着茶杯，整个人愣在原地，目光中透出一丝恍惚。格蕾斯看这指尖的蝴蝶，大蓝闪蝶是体型较大的品种之一，这种蓝色的光泽是因为翅膀表面独特的结构。蝴蝶突然振翅飞走，格蕾斯猛地回过神来，啊，对不起，我话太多了，因为是很难见到的品种，所以有些得意忘形了。啊，难道您讨厌昆虫吗？赛琳娜看着格蕾斯那副不安的模样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抹温柔的笑意。不，没什么，只是让我想起了一些往事。格蕾斯小姐，你果然像卢卡斯说的那样是个很好的人。格蕾斯受宠若惊地低下头，谢谢夸奖。公爵大人竟然向赛琳娜提起过我吗？赛琳娜放下茶杯，神色变得认真起来。格蕾斯小姐，格蕾斯挺直了脊背，是，我知道在第一次见面时就提出这种请求很冒昧，但是请务必认真考虑和我们家卢卡斯结婚的事情。格蕾斯彻底愣住了，赛琳娜调皮地眨了眨眼，虽然订婚的事情还在商议中，但我真的很中意你，而且看起来你们两位对彼此也并非毫无感情。格蕾斯垂下眼帘，陷入了沉思。确实，我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害怕公爵大人了。我见过公爵许多以前不知道的美好面，不知怎地，我渐渐觉得和他很亲近，但我还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感受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必须先解决鞭子的诅咒。赛琳娜见格蕾斯久久没有回应，有些慌乱地摆动双手，解释道：“啊，格蕾斯小姐，我并不是想让你感到为难。对于这桩婚事，我持非常肯定的态度。我只是希望你知道，你可以放心地在布莱克府邸住下去。”格蕾斯抬起头，露出一抹感激的微笑：“谢谢您，赛琳娜。”赛琳娜正要继续说话，眼角的余光突然瞥向一旁的灌木丛。一匹黑马正鬼祟祟地探出脑袋。赛琳娜有些无奈地感叹道：“哎呀，他为什么要在那儿偷偷摸摸地偷听呢？”黑马像是被识破了秘密一般，心虚的左右摇晃着脑袋。啊 ，Lucky！ 赛琳娜猛地站起身来，对着那匹黑马大声喊道：“卢卡斯，好久不见了，你竟然连个正式的招呼都不打，刚才到底躲到哪里去了？”格蕾斯整个人僵在原地。什么？你？赛琳娜指着凑过来的码头大声呵斥：“什么样的绅士会打扰女士们的聚会？难道是我听错了？”赛琳娜转过身，语气轻快地道歉：“抱歉，格蕾斯，我只是太久没见到卢卡斯了，所以有点兴奋。”格蕾斯猛地一颤，有些局促地回应道：“啊，不，没关系。”格蕾斯端起茶杯抿了一口：“你刚才又叫他卢卡斯了？”格蕾斯看着这一人一马 ，Lucky 是公爵最心爱的马，所以他是在把公爵和马混为一谈吗？公爵一定是非常珍惜这匹马，才会给他取了和自己一样的名字。或许平时为了方便，大家都直接叫他卢卡斯。格蕾斯点了点头，像是终于说服了自己。没错，一定是这样。看来这里的每个人都很喜欢马呢。赛琳娜微笑着看向对面的格蕾斯：“格蕾斯，你有喜欢的茶吗？”格蕾斯略显局促地回应道：“啊，不，我所有的茶都喜欢。准确地说，我喜欢喝茶这个行为本身。冲泡和品茶的过程能让我感到平静，即使脑子里满是复杂的思绪，它似乎也能帮我理清头绪。我听说在海的另一边有一种通过饮茶来修身养性的方式，被称为茶道。”赛琳娜拖着脸颊感叹道：“哦，听起来真不错。其实比起阿萨姆或伯爵茶这类浓郁的红茶，我更喜欢清爽的水果茶。”格蕾斯听到这里，眼睛微微一亮，回应道：“哦，我也喜欢果茶。”赛琳娜开心地笑了起来：“呵呵呵，很高兴我们有共同点。我的丈夫菲利克斯有时会取笑我，说我的口味像个孩子一样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真的很怀念那时候。”他看着面前优雅端坐的赛琳娜，心中泛起一丝涟漪。听说前任公爵很早就因意外去世了，而赛琳娜至今依然如此深爱着他。格蕾斯，我亲爱的孩子。记忆中母亲温柔的声音在耳畔回响。格蕾斯轻声说道：“我的母亲也是，我的母亲也同样喜欢果茶。每当我好奇地凑过去偷看时，她总是会温柔地笑着对我说：闻起来很香吧？她总是带着微笑让我闻茶香。我依然记得那些画面。”赛琳娜听着这些往事，神色变得柔和而感伤。哦天啊，原来是这样。你一定非常想念你的母亲，我很抱歉，格蕾斯小姐。格蕾斯见状赶忙摆了摆手：“哦，请不要道歉，赛琳娜，你并没有做错什么。
他停顿了一下，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。相反，我很开心能时隔这么久，再次提起关于我母亲的话题。在家里，我的父亲禁止任何人提起我的母亲，所以我没有多少机会能和别人聊聊她，所以能像这样和你聊天，我真的很开心。赛琳娜。赛琳娜愣住了，她看着格蕾丝，一时间没有说话。当然，如果这让你感到不舒服，我向你道歉，因为你和我母亲有很多相似之处，所以我忍不住就……赛琳娜露出灿烂的笑容说道：“随时欢迎你来找我聊天。”格蕾丝看着对方亲切的面容，心中涌起一阵暖意，真的非常感谢您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湿漉漉的鼻子突然凑了过来，轻轻拱了拱格蕾丝的脸颊。格蕾丝有些意外地看着他 ：“Lucky， 你也是在安慰我吗？”赛琳娜看到这一幕，惊喜地合起双手，感叹道：“哎呀哎呀，你们两个看起来真般配，这画面真是太美了。当初他突然变成马的时候，我真的吓了一跳，甚至还忍不住哭了出来。”格蕾丝听到这句话，整个人瞬间僵住了。什么？赛琳娜拖着脸颊，陷入了甜蜜的回忆中。当我正要跑开的时候，他一把抓住了我。格蕾丝整个人僵在原地。抓住你？用什么抓的？赛琳娜继续兴致勃勃地讲述着。就在我们的手轻轻碰触的一瞬间，他就突然变成了一匹马。当时我真的吓了一大跳。格蕾丝颤抖着伸出手，指着身旁那匹正盯着自己的黑马。那么这匹马就是卢卡斯公爵本人吗？同一个灵魂？赛琳娜理所当然地点了点头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格蕾丝感觉世界观正在崩塌。天哪，你是说这匹马真的是卢卡斯公爵？这绝对不可能。过了一会儿，格蕾丝机械地举起茶杯，大口大口地喝着茶，试图用茶水压下内心的惊骇。卢卡斯站在一旁，同样沉默地看着他，气氛陷入了诡异的寂静。啊！赛琳娜看着陷入混乱的格蕾丝，心中暗自思忖：卢卡斯那家伙果然没有向格蕾丝解释清楚。没办法，这种时候作为母亲必须站出来帮忙才行，而且我可不想就这样失去格蕾丝小姐。赛琳娜突然拍了一下手说道：“啊，对了，既然你们两个都在这里，不如一起去散散步，怎么样？顺便把误会都解开。”格蕾丝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来，一口茶水直接喷了出来，而一旁的卢卡斯也惊得瞪大了眼睛。格蕾丝有些局促地开口道：“那个赛琳娜，赛琳娜完全不给拒绝的机会。祝你们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。”格蕾丝只能僵硬地回应道：“好的。”夕阳染红了整座庄园，喷泉在余晖中静静流淌。格蕾丝走在庄园的小径上，身旁跟着那匹高大的黑马。格蕾丝停下脚步：“公爵大人，你离得太近了。”卢卡斯顺从地退后，与他拉开了很长一段距离。这段时间以来，你一直都在欺骗我吗？卢卡斯停下脚步：“真的很抱歉，格蕾丝，我并不是有意要欺骗你。我很享受通过心电感应与你交谈的过程，而且我感觉到你和我在一起时变得越来越放松，这让我更难开口说出真相。”格蕾丝站在原地，听着他那带着一丝委屈的辩解。真是的，这种可怜兮兮的语气是怎么回事？我一直都在担心，你是不是已经离开了？你还说过一定会保护我。赛琳娜走向格蕾丝说道：“格蕾丝，你能过来一下吗？我会告诉你如何让卢卡斯恢复原状。既然你说鞭子诅咒已经转移了，那事情就很简单，让他恢复的方法就是我真诚的道歉。”格蕾丝猛地转过头，大声喊道：“不，我想要亲耳听到，而不是只在我的脑海里。格蕾丝，我刚才从赛琳娜那里听到了办法，所以别想乱动。”格蕾丝低声叮嘱道，闭紧双眼。黑马顺从地合上眼睑，格蕾丝紧紧搂住马颈，他手背上的红色印记突然迸发出强光，光芒迅速包裹了他的全身。随着光芒消散，格蕾丝的双脚稳稳落地，原本搂着马颈的手臂，此刻正环绕在卢卡斯的颈间。“你刚才不是在生我的气吗？”格蕾丝沉默片刻，低声回应道：“我是很生气，而且我很焦虑。府邸里的人什么都不肯告诉我，而你，我甚至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会回来。还有我自己，我对此一无所知。格蕾丝，我必须坦白，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在假装冷静。”格蕾丝看着他，与其听你说等我回来再告诉你，或者我现在还不能说，请再等等我这种话。如果你当时能告诉我真相的话，卢卡斯，我其实能够理解。他微微垂下眼帘，神情变得柔和。对我来说，揭开自己的秘密也并非易事，所以对你而言，那一定更加艰难吧？卢卡斯低声说道：“我真的很抱歉，格蕾丝，我并不想吓到你，只是觉得你很难接受我是一匹马的事实。我知道自己现在很任性，他明明很清楚，向外人透露诅咒会招致可怕的后果，甚至连我自己在亲眼看到你变身之前都不敢相信这个故事。既然如此，你怎么能这么轻易地揭开秘密？”格蕾丝垂下眼眸，明明知道那些后果，我只是因为你似乎不信任我，所以感到很难过。卢卡斯看着他试探着问道：“那个格蕾丝，说点什么吧。”格蕾丝终于开口说道：“公爵大人。”卢卡斯伸出的手猛地停在半空中，他整个人僵住，下意识地大声回应道：“在。”格蕾丝平静地看着他说道：“我不希望再发生这种事了。既然我们都在考虑结婚的事，所以说我们在考虑结婚，意思就是我们应该结婚，成为夫妻。那是上次我说的吗？成为夫妻？”格蕾丝陷入了沉默。自从那天起，我也考虑了很多。从小看着父亲和诺曼，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他们变幻莫测的性格，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，所以我一直觉得很难与异性相处。格蕾丝抬起头看向卢卡斯：“但你是不一样的，你总是愿意倾听我的心声，无数次挺身而出保护我。你接纳了那些连我家人都无法理解的弱点，而且我们相处的似乎也很融洽。”格蕾丝抬起头看向卢卡斯：“虽然你也有一些奇怪的时刻，
但正是这些方面，让我开始认真考虑和你结婚的事情。卢卡斯愣在原地，脸上泛起红晕，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。格蕾斯继续说道：“所以我想说的是。”卢卡斯猛地打断了他。格蕾斯，卢卡斯猛地将格蕾斯拥入怀中，双臂紧紧环绕着他的肩膀与腰际。格蕾斯愣在原地，大脑瞬间一片空白。卢卡斯埋手在他的颈间说道：“谢谢，你真的非常感谢，我原以为你永远不会原谅我。”卢卡斯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匆忙松开双手：“对不起，我只是太高兴了。”格蕾斯有些局促的着手回应道：“啊，没关系的。”晚霞染红了天际，池塘里的鸭子正依偎在一起。卢卡斯侧过头看向身后的格蕾斯，他正低头整理着发丝，神情显得有些局促。卢卡斯收回视线，低声说道：“格蕾斯，我不相信没有感情的婚姻。”格蕾斯停下脚步，惊讶地看向他。卢卡斯继续说道：“我以前对政治联姻毫无兴趣，也无法理解那些为了家族利益，在互不了解的情况下就步入婚姻的人。但自从遇见你，我的想法彻底改变了。”卢卡斯有些不好意思地移开视线，其实我甚至因为好奇而偷偷观察过你。格蕾斯瞪大了眼睛，什么时候？你是一个在孤儿院里会毫无顾忌地和孩子们打成一片的贵族，在饥荒时期，你用明智的对策拯救了许多免于饥饿的人，而且我发现你比我想象中更加生动，是个很有趣的人。卢卡斯轻声唤道：“格蕾斯，你是个很棒的人。”他拉住格蕾斯的手，慢慢靠近。“我想更多的了解你，可以允许我这样做吗？”卢卡斯低声呢喃：“请闭上眼睛。”格蕾斯。格蕾斯心跳加速：“我应该拒绝的。”格蕾斯猛地睁大眼睛：“等一下，如果卢卡斯就是那匹马？”记忆的碎片在脑海中飞速闪过。他突然冲向眼前的卢卡斯，双手用力推在他的胸口。卢卡斯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。“格蕾斯，为什么突然这样？”格蕾斯紧紧攥住自己的裙角。“我就知道。”他猛地抬起头，对着卢卡斯大声喊道：“我绝对不会马上原谅你的，你这个骗子！”公爵大人。他猛地转身，提着裙摆跑向庭院深处。卢卡斯僵硬地站在空旷的庭院里，远处的乌鸦发出嘶哑的叫声，划破了庄园的寂静。为什么？夜色渐深，云层遮住了天空，整座宅邸陷入了沉默。深夜的书房内，卢卡斯按在厚厚的文件堆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他按住额头，神情显得有些疲惫。要处理的积压工作实在太多了，真是奇怪，我明明把简单的任务都留给海姆了，难道他没做吗？卢卡斯靠向椅背，无论如何多亏了格蕾斯，我才能恢复成人类的样子。他陷入了沉思，目光深邃而复杂。卢卡斯紧紧拥着格蕾斯，两人的呼吸交织在一起。卢卡斯抬起手遮住双眼，脸颊上还残留着未褪去的红晕。看来今晚我是彻底无法入眠了。宫邸的会客室内，卢卡斯与格蕾斯相对而坐，室内陷入了一阵令人局促的沉默。卢卡斯微微侧过脸，他的脸颊泛起一层不自然的红晕。格蕾斯端坐在沙发上，双手交叠放在膝头，神情冷淡地沉默着。卢卡斯低声问道：“你还是不打算原谅我吗？”格蕾斯猛地扭过头去，没好气地回应道：“不知道。”卢卡斯看着桌上未动的茶具，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：“天哪，我甚至特意准备了你喜欢的果茶，但看来完全没用。”格蕾斯听到这话，心中猛地一惊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也是个谎言。真是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。你觉得我会再次上当吗？他端起茶杯，轻轻抿了一口，温热的液体划过喉咙。格蕾斯的眼神微微一动，这味道确实很美味。卢卡斯坐在一旁，默默注视着格蕾斯，看着他将剩下的茶喝完。我很庆幸，你似乎挺喜欢的。我准备了最受欢迎的茶，难道你不打算给我一点奖励吗？格蕾斯端着茶杯愣住了。奖励？卢卡斯不自然地清了清嗓子，移开视线，低声说道：“比如表达一下好感，像是摸摸头或者亲吻之类的。”格蕾斯猛地喷出了口中的茶，他一边狼狈地擦着嘴角，一边喊道：“请不要开这种玩笑。”卢卡斯一脸严肃地回应道：“我没开玩笑，布莱克家族世世代代都有个传统，当收到喜欢的食物作为礼物时，会用亲吻来表达谢意。”格蕾斯震惊地瞪大眼睛，难以置信地问道：“认真的吗？”卢卡斯突然露出了灿烂的笑容：“不，我瞎编的。”格蕾斯真的很容易相信别人，或者该说有点太天真了，我甚至开始感到担心了。格蕾斯沉默了片刻，低声说道：“您真是个爱恶作剧的人，公爵大人。”卢卡斯停顿了一下。卢卡斯。格蕾斯愣住了。什么？卢卡斯抬起头直视着格蕾斯，叫我卢卡斯？你上次就是这么叫我的。格蕾斯猛地想起之前的场景，他抬手捂住额头。那次的情况有点特殊，很难解释清楚，而且直接称呼您的名字还是让我觉得有些压力，倒不是因为讨厌这个主意，只是觉得太害羞了。卢卡斯垂下眼帘，神情显得有些落寞。我明白了，如果格蕾斯觉得有压力，我不会强求的。格蕾斯看着卢卡斯消沉的样子，哦不，我现在甚至产生幻觉了，总觉得卢卡斯看起来像只受伤的小动物。但说实话，我也确实不能永远称呼他为公爵大人。格蕾斯深吸一口气，那么？卢卡斯抬起头，眼中闪过一丝期待。格蕾斯轻声唤道：“卢卡。”还没等他说完，赛琳娜突然从沙发后方探出头来。大清早就这么甜蜜浪漫呀？格蕾斯有些惊讶地看着身边的赛琳娜。赛琳娜小姐。赛琳娜拖着脸颊，露出灿烂的笑容。早上好，格蕾斯。坐在一旁的卢卡斯神色冷峻。你要出门吗？赛琳娜轻快地回答道：“我正打算去东边的古董店看看。”东边？赛琳娜转过头看向格蕾斯，兴致勃勃地问道：“天哪，你对东边感兴趣吗？那我们今天早上一起去怎么样？”
卢卡斯微微皱眉，立刻开口说道：“啊，既然如此，我也要去。”还没等卢卡斯说完，一只手突然按住了他的肩膀。海姆按住卢卡斯的肩膀，神情严肃地说道：“公爵大人，您不能去。”卢卡斯愣在原地，有些不解地问道：“什么？为什么？”海姆指了指不远处，加百列正抱着一叠厚厚的文件站在那里。您应该很清楚，在处理完所有积压的工作之前，您哪儿也去不了，对吧？卢卡斯有些心虚地移开视线，等我回来再做也可以。海姆猛地凑近，大声抗议道：“嘿，您别想就这么溜走！您知道您不在的时候，我工作得有多辛苦吗？”海姆开始如数家珍地抱怨起来，管理领地，管理职员，审阅业务报告，还要收集居民的反馈，甚至连您留下的马匹都要我来照看。公爵大人，您干脆杀了我吧！卢卡斯有些愧疚地回应道：“关于那个，我很抱歉，您必须取消这次购物计划。”加百列和海姆一左一右架住了卢卡斯，强行将他往回拖去。卢卡斯挣扎着向格蕾斯伸出手：“等一下，格蕾斯，让我和你们一起去。”塞琳娜兴致冲冲地看向格蕾斯问道：“那我们现在出发吗？”格蕾斯有些迟疑地点了点头。马车在街道上平稳行驶，车轮碾过十字路，发出规律的声响。塞琳娜坐在车厢内，说起来，你以前去过东边吗？格蕾斯轻声回应道：“啊，是的，去过几次。虽然和中央公园或者西边相比，那里感觉稍微有些落后，因为那里是最古老的街道，我喜欢在那里寻找稀有的古董和旧物。”塞琳娜微笑着回应道：“真不错，看来我们的品味很相似。大多数年轻人通常对东街不感兴趣，其实我喜欢这条街还有另一个原因。在东街有一家我长期资助的孤儿院，虽然我无法收养很多孩子，但至少能为他们提供餐食和教育，甚至连那种储存式的开发方式，最初也是为了孤儿院的孩子们才开始研究的。”当我第一次来到那家托儿所时，格蕾斯提着篮子站在院子里，看到那些饥饿的孩子们正蹲在草地上，往嘴里塞着杂草充饥。孩子们吃的那种草叫做科内亚，因为它平凡的外表和随处可见的特性，一直被认为毫无价值。但如果将叶子妥善干燥并磨成粉末，它的果实其实可以制成糖浆或果酱。经过大量的研究与加工，这种植物最终被转化成了可以长期保存的食物。格蕾斯亲手将这些食物送到孤儿院，看着那些饥肠辘辘的人们终于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，这种制作方法也随之传播开来，让更多身处困境的人得到了救济。多亏了这些努力，至少在泽罗尼姆再也没有孩子因为饥饿而失去生命。谁能想到那种平平无奇的杂草竟然会成为如此有意义的植物？大自然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。塞琳娜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。啊，我们到了，就是这里。马车停在一座古朴而高大的建筑前。塞琳娜转过身对格蕾斯说道：“你能在这里稍微等我一下吗？我需要进去和店主谈谈。”格蕾斯体贴地回应道：“好的，那我就在附近随便逛逛。”塞琳娜俏皮地眨了眨眼：“如果你看中了什么喜欢的，尽管告诉我，我会买来送给你的。”格蕾斯微笑着道谢：“谢谢你。”格蕾斯独自走进古董店，看着琳琅满目地陈列品，感叹道：“这里有趣的东西真多。”他的目光在货架间游走，突然被一个小巧的物件吸引。啊，那是一个圆滚滚的小黑马摆件，好可爱！如果把这个送给他当礼物，他会是什么反应呢？格蕾斯想象着卢卡斯捧着小黑马的样子，我会一辈子珍惜他的。突然，一阵急促的咳嗽声打破了宁静。格蕾斯猛地回过神，咳嗽声？难道这里还有其他人吗？格蕾斯循着声音望去，只见西斯正痛苦地扶着柜台，他剧烈地咳嗽着，身体因虚弱而摇晃不止。格蕾斯惊呼一声，立刻冲上前去扶住他。你还好吗？他状况不好，几乎无法呼吸。我去叫人来。西斯却突然伸手紧紧抓住了格蕾斯的手臂，他虚弱地回应道：“不用了，我没事。”西斯缓缓抬起头，那双略显空洞的眼睛看向格蕾斯，嘴角竟勾起一抹虚弱的笑意。你真是体贴啊！格蕾斯看着眼前的西斯，心中暗自惊叹，太美了，我从没想过一个男人能好看成这样。西斯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，他用戴着黑手套的手捂住嘴，身体微微颤抖。格蕾斯露出担忧的神色说道：“我马上叫人过来。你身边没有随从吗？”西斯虚弱地回应道：“我的随从去马车那边取药了。”他的手真的像冰一样了，他看起来病得很重。西斯捂着胸口，有些迟疑地问道：“那个很抱歉，你能留下来陪我吗？直到我的随从回来？”格蕾斯立刻回应道：“当然可以。”他快步上前，用力握住西斯的手：“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，直到你的随从回来为止。”西斯低声重复道：“留在我的身边。”我从没想过会从一位女士口中听到这么帅气的话，如此果断。那一瞬间，我甚至被震慑住了。格蕾斯坐在西斯身边，双手捂住发烫的脸颊。我一定是待在公爵身边久了，也变得自信起来了。那个小姐，格蕾斯转过头回应道：“啊，是的，有什么事吗？”西斯微微垂下眼帘，低声说道：“我知道这很失礼，但是我能握一下你的手吗？”格蕾斯愣住了。我的手？西斯扶着额头，脸上带着一丝虚弱的微笑，解释道：“比起坐着，站着让我感觉更舒服一些，但我现在觉得很晕，所以希望你能帮我站稳。”一个成年男子竟然如此无助，真是可怜。西斯察觉到格蕾斯的沉默，请忘掉我刚才说的话吧。格蕾斯立刻打断道：“不，我偶尔也会生病，所以很理解这种感觉。来，牵着我的手，这样可以吗？”西斯缓缓站直身体，握住了格蕾斯的手。那个小姐，格蕾斯关切地问道：“你现在感觉好点了吗？”西斯突然转过身去，肩膀剧烈地抖动着，发出一阵沉闷的咳嗽声。格蕾斯有些慌乱地问道：“你还好吗？是咳嗽又加重了吗？”
还是我刚才做错了什么？西斯用手掩着嘴发出一声轻笑，抱歉，我只是被你那出人意料的举动吓到了。如果你不习惯和异性相处，直接拒绝我就好了。你比我想象中更有趣。格蕾斯愣了一下，哎，西斯走近一步，低声说道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好奇心。西斯的目光变得深邃，格蕾斯突然想到了什么啊，说起来，你的随从是不是去得太久了？西斯愣了一下，我的随从？格蕾斯露出担忧的神色说道，是的，已经过去好一会儿了，他们还没回来。你觉得是不是在路上出了什么事？要不我过去看看？西斯猛地一惊，连忙摆手阻止道，啊，不用了，我现在感觉好多了。格蕾斯停下动作，啊，但是比起那个更重要的是。西斯执起格蕾斯的手，在她的手背上落下轻柔的一吻。我给初次见面的女士添麻烦了，不知道该如何报答这份恩情。格蕾斯开口说道，其实我并没有做什么。西斯急切地回应道，完全不是那样，我绝不会忘记您今天的善举，一定会报答您的。他注视着格蕾斯，微笑着说道，我的名字是西斯，塞尔维恩特，请叫我西斯。格蕾斯有些迟疑地回应道，啊，好的。为什么他总是在试图和我对视？格蕾斯正要开口，门被猛地推开，一名侍者急匆匆地跑了进来，万分抱歉主人，我来晚了。西斯转过头看向侍者，真遗憾，我现在必须得走了。格蕾斯点了点头回应道，啊，好的，请务必安全到家。西斯走到门边，戴着黑手套的手搭在门把手上，那么期待我们下次再见，奥琳小姐。门轻轻关上，格蕾斯独自站在空荡荡的走廊里，他愣了一下，哎，仔细想想，我刚才有告诉过他我的名字吗？马车在林间小路上疾驰，车轮碾过石子，发出规律的声响。西斯靠在马车软垫上，姿态慵懒地翘起腿，他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，真是奇怪啊，我刚才确实使用了诱惑，为什么没有起作用？西斯靠在椅背上陷入沉思，无论是诅咒的副作用，还是某种意料之外的加持，七大家族中的每一个都拥有独特的能力，例如布莱克家族拥有怪力，而塞尔维恩特家族的天赋则是诱惑，通过眼神接触来模糊目标地判断力，若配合毒液叮咬，甚至可以实现洗脑。西斯拖着下巴，眉头紧锁，但这一招对格蕾斯完全无效。他回想起握住格蕾斯手背的那一刻，他的手背上刻着古老的文字，难道是因为那个？西斯低声嘟囔道，不管那是什么我都不喜欢。一旁的尤里亚斯推了推眼镜，如果您感到身体不适，要取消今天剩下的行程吗？西斯陷入了沉思，他看着窗外沉默了片刻后回应道，不，我还是得去那个住着一群可恶老家伙的鬼地方。大厅内的时钟发出规律的滴答声，格蕾斯独自坐在华丽的沙发上。赛琳娜小姐还没到吗？早知道就该带本书过来了。格蕾斯啊，赛琳娜小姐。赛琳娜正抱着一大堆礼盒和袋子，急匆匆地从楼梯上跑下来。抱歉，我真的迟到了很久，对吧？你等得无聊了吗？格蕾斯快步上前，帮赛琳娜接过那些沉重的礼盒。不，这里有很多值得看的东西，所以过得很开心。他注意到赛琳娜怀里抱着一个木盒，那个，这是什么啊？你说这个吗？嘿嘿，就是这个。我为了找它可是花了很长时间，就在不久前，这里的店主才告诉我，终于找到了。赛琳娜缓缓打开木盒，锵锵，它叫做梦幻香炉，据说它能让拥有者梦见自己渴望的梦境。格蕾斯猛地捂住嘴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不可能，为什么这件东西会出现在这里？格蕾斯盯着桌上的器物，这是？赛琳娜微笑着看向他问道。格蕾斯深吸一口气问道，赛琳娜夫人，我可以近距离观察一下这个香炉吗？赛琳娜大方地回应道，当然可以，只要小心别弄坏它就行。格蕾斯轻声致谢，谢谢你。他伸出戴着白手套的手，小心翼翼地托起香炉的底座。格蕾斯的动作忽然一顿，这里竟然有一道划痕。果然，这个香炉。赛琳娜沉默地注视着格蕾斯的反应，你认出这个东西了对吗？格蕾斯猛地抬起头，神色显得有些慌乱。啊不，只是……赛琳娜放柔了语气安抚道，没关系的，你可以告诉我。格蕾斯盯着桌上的器物，这个东西那是家母生前留下的遗物。赛琳娜惊讶地看向格蕾斯问道，你说这是你母亲的遗物？既然是这么珍贵的东西，为什么会出现在拍卖会上？格蕾斯垂下眼帘，轻声回应道，我也不太清楚，如果非要推测的话。格蕾斯回想起多年前的那个瞬间，侯爵拎起香炉，冷淡地吩咐道，格蕾斯，这个东西先由父亲保管。年幼的格蕾斯站在远处，焦急地喊道，父亲，那是母亲留给我的遗物。侯爵单手托起香炉，语气敷衍地说道，我知道，等你结婚的时候我会还给你的，现在我有些事情需要确认。年幼的格蕾斯惊呼一声，冲上前去想要夺回宝物。不，快还给我！侯爵猛地挥手甩开他的纠缠，嘿，竟敢如此无礼！难道你不明白吗？你拥有的一切实际上都是我的，你还太年轻了，不该如此贪婪。不会吧？一只手轻轻搭在了他的肩上。赛琳娜关切地问道，你还好吗，格蕾斯？格蕾斯猛然回过神，啊，赛琳娜夫人。赛琳娜温柔地扶住他的肩膀，建议道，我们要不要先回家？马车在街道上平稳行驶，车轮碾过路面发出规律的声响。车厢内，赛琳娜将装有香炉的木盒递到格蕾斯面前，说道，拿着吧，格蕾斯，它是属于你的。格蕾斯愣住了，哎，但赛琳娜夫人，明明是你把它买下来的。赛琳娜轻轻摇头，语气坚定地说道，不，
格蕾丝，这本就属于你。这种梦幻香炉并不是独一无二的，我随时可以再找一个。格蕾丝张了张嘴，可是赛琳娜打断了他的话，继续说道：但对你来说，格蕾丝，这个香炉是世界上唯一的，它是你母亲留下的珍贵遗物，所以它理所当然应该回到你身边。赛琳娜夫人，她紧紧抱着怀里的木盒，眼眶微微泛红。赛琳娜夫人一定也为了寻找它，付出了很多心血吧？赛琳娜突然凑近格蕾丝，竖起食指俏皮地说道：但这可不是免费的哦。赛琳娜双手合十放在胸前，作为交换，答应我很快会再像这样和我一起共度时光。格蕾丝垂下眼帘，轻声回应道：好的，谢谢你。赛琳娜看这格蕾丝，神色变得认真了一些。更重要的是，格蕾丝，你知道怎么使用这个香炉吗？格蕾丝抱着木盒，茫然地摇了摇头。赛琳娜竖起大拇指解释道：如果你点燃香料，把它放在床头，然后入睡，据说它能让你看到过去或未来，或者也有人说它能显现出你内心最渴望的东西。格蕾丝低头看着怀中的遗物，我完全不知道母亲留下的东西竟然还有这种作用。原来是这样，父亲当年就知道这个香炉的作用，所以才想方设法从我身边夺走它，仅仅是为了换取一点金钱，就做了这一切吗？父亲，你竟然卖掉了母亲的遗物吗？夜色笼罩着宏伟的宅邸，书房的灯火在寂静中显得格外刺眼。侯爵嘴里叼着雪茄，语气不耐烦地问道：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我已经把欠神殿的所有债务都还清了，现在他们竟然还敢再跟我要20万。格兰站在对面的管家微微躬身，语气平静却带着一丝无奈，请原谅我的直言，但是似乎是少爷动了神殿的财产。侯爵愣住了，雪茄险些从嘴边滑落。什么？管家低声解释道：少爷觊觎神殿的圣水，结果似乎不小心污染了它。侯爵猛地挥手将桌上的东西扫落在地，那个蠢货，偏偏是圣水，他为什么要动神庙的圣水？神庙与王宫关系紧密，这件事处理不好，很可能会被关进王室监狱。他闭上眼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不能让家族继承人因为这种事陷入麻烦。他看向管家，吩咐道：无论神庙要多少钱，都给他们。管家微微点头：老爷，神庙那边传话，让我们立刻去接少爷回来。但是侯爵猛地拍向桌面，既然拿了我们的钱，他们就该负起全部责任。不，还是告诉他们我们会去接他的。管家躬身行礼，明白了。侯爵叼着雪茄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顺便问一下，格蕾丝什么时候回来？管家在一旁低声回答：我们收到了布莱克夫人的来信，请求让格蕾丝小姐在公爵岭多待一段时间。侯爵吐出一口烟雾，嗤笑了一声：呵，看来女人聚在一起聊天时，总是会忘记时间。行了，你先下去吧。管家微微躬身，退出了书房，并关上了房门。侯爵双手重重地撑在书桌上，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。他攥紧拳头，砸向桌面，全是因为那匹该死的黑马。要不是因为那个畜生，我根本不需要浪费这么多钱。他将手中的雪茄狠狠按进烟灰缸里，熄灭。我别无选择，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要花我自己的钱？他走向书架，推开了隐藏的暗门。我只要再把那个东西卖掉，就能抵消这笔开销了。这一次你还得再帮我一把。埃莉诺拉随着抽屉滑动的声响，她原本志在必得的神情瞬间凝固，双眼因极度的惊恐而猛地睁大。这东西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在金条与财物的缝隙中，静静躺着一份本不该存在的文件。不，这不可能！我明明亲手把它烧成了灰烬。文件上清晰地显现着2个名字的签名：卡普伦、奥林、埃莉诺拉、洛特萨。书房内，侯爵坐在书桌前，手指烦躁地敲击着桌面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一个死人到底在策划什么样的阴谋？埃莉诺拉。时间回溯到过去，奥林庄园内，埃莉诺拉端坐在沙发上，神情冷峻地看向对面。我希望你能和我签一份契约。侯爵手里拿着信函，抬头看向他问道：什么样的契约？埃莉诺拉看着对面的侯爵说道：在格蕾丝成年的那天，我希望我所有的财产都能由他继承。侯爵沉吟片刻，伸手揪着胡须问道：所以基本上只要我签了这份契约，你就会给我100万格兰？埃莉诺拉端起茶杯，轻抿一口。没错，你该不会再犹豫吧？这可是你最喜欢的钱。我知道你什么都不会留给格蕾丝，所以至少答应我，把我的东西留给他。侯爵愣在原地，额角渗出冷汗。听说他患了不治之症，甚至连视力都快丧失了，但那股傲慢的神情却一点都没有减弱。在第一任妻子去世后，我遇见了这位来自异国的贵族小姐埃莉诺拉·洛特莎，我被她的美貌所吸引，动用了一切手段让她成为我的妻子。我曾以为结婚后她会变得顺从，但出乎意料的是，她的固执从未动摇。清脆的巴掌声响起，埃莉诺拉被打得侧过脸去。埃莉诺拉捂着红肿的脸颊，缓缓转过头，直视着侯爵的目光。他那双神秘颜色的眼睛里没有丝毫畏惧，只有冰冷的倔强。侯爵站在窗前俯视着庭院，关于埃莉诺拉的一切，他都厌恶至极。在阳光明媚的草坪上，埃莉诺拉正蹲在地上，和年幼的格蕾丝嬉戏。她毫无贵族的架子，甚至和旁边的女仆打成一片，仿佛她也是他们中的一员。侯爵在窗后眯起眼睛，眼神中充满了嫌恶。还有他生下的那个孩子格蕾丝。埃莉诺拉紧搂住格蕾丝，格蕾丝手里拿着编好的花环，正开心地笑着。但在察觉到窗边的视线后，年幼的孩子猛地一颤，笑容瞬间消失，惊恐地缩进母亲怀里。埃莉诺拉察觉到了女儿的异样，她转过头，隔着窗户看向侯爵，那眼神冰冷而轻蔑，仿佛在看什么污秽不堪的东西。侯爵猛地转过身，发出一声不悦的啧舌。他靠在沙发上，摊开双手问道：话说回来，你到底从哪弄来100万格兰？
你除了那些一文不值的垃圾，根本一无所有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甚至还要为此签下契约？埃莉诺拉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我的表哥会准备好这笔钱。”侯爵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，猛地拍向桌面。哈，就是那个长得挺俊的金发侯爵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撒谎说他是你表哥？他真的会为了你随手拿出100万格兰？埃莉诺拉冷冷地注视着他。天哪，那真的是现在最重要的事吗？你就是那种为了钱可以不顾一切的人。侯爵猛地攥紧拳头，脸色涨红地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？这份提议是以100万格兰和我的一生作为赌注，你只有一个选择，接受还是拒绝？”侯爵看着眼前的女人，冷汗顺着脸颊滑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会被这样一个病弱无用的女人压制住？他沉默良久，最终咬牙说道：“好，我签。”没过多久，那个所谓的表哥确实准备好了100万格兰，但那是他和奸夫勾搭得来的脏钱。我把那笔钱全都挥霍在了赌博上，尽管我根本不擅长这个，金钱就这样一点点消失殆尽，但我内心的愤怒却从未平息。随后，埃莉诺拉去世了。侯爵看着覆盖着白布的遗体，傲慢的女人，你真的以为事情会如你所愿吗？我怎么可能去遵守和一个死人的约定？所有的财产权利都属于我，我是她的丈夫，名正言顺的继承人，而不是那个来路不明的混蛋。我立刻烧掉了那份契约，我变卖了埃莉诺拉所有的遗物，那些她曾叮嘱我要留给格蕾斯的东西，全都被我以高价卖出。我用那笔钱迅速在议会中谋得了一席之地。我本以为那份微不足道的契约已经彻底终结，我对此深信不疑。侯爵坐在书桌前用力抓着头发，可是为什么那份该死的契约会不断出现？你以为我会怕这种东西吗？侯爵猛地抓起契约书，发疯般的将其撕碎。你已经死了，埃莉诺拉，一个死人到底还能做什么？侯爵站在书桌前，剧烈的喘着粗气，他猛地抓起外套，头也不回地冲向门口，重重地摔上房门，发出一声巨大的闷响。书房内恢复了死寂，被撕碎的纸片散落在地毯上。突然，那些细碎的纸屑微微颤动起来，纸片开始相互拼凑，断裂的边缘严丝合缝地重新连接。在一阵诡异的波动中，那份契约书再次恢复如初。契约的内容清晰可见，埃莉诺拉的所有财产必须移交给格蕾斯，若违反契约，违约者必将遭受不幸的诅咒。阳光洒在宏伟的庄园建筑上，马车缓缓驶过宽阔的庭院。赛琳娜和格蕾斯并肩走进大厅，欢迎回家。格蕾斯惊讶地捂住胸口，啊，海姆！赛琳娜也愣住了，海姆大人。海姆站在前方，脸色苍白的吓人，整个人显得异常憔悴。格蕾斯担忧地看着他问道：“你还好吗？你的脸色看起来就像枯萎的芝麻菜一样。”海姆愣了一下，芝麻菜？我没事。比起这个，两位今天玩得开心吗？赛琳娜和格蕾斯对视一眼，赛琳娜笑着挽住格蕾斯的手臂，说道：“当然了，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，对吧，格蕾斯？”格蕾斯连连点头回应道：“啊，是的。”多亏了赛琳娜，今天真的很开心。海姆听后露出一丝苦笑，看到我的辛苦没有白费，我就放心了。你们离开之后，为了拦住公爵大人，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劲。公爵那股惊人的力量，简直让人招架不住。格蕾斯惊讶地掩住嘴，天啊，公爵大人他，大多数侯爵都不喜欢陪女人逛街，不是吗？沉稳的脚步声从走廊深处传来。既然如此，格蕾斯猛地转过身，惊讶地瞪大了眼睛。海姆站在一旁，同样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。卢卡斯穿着一件松垮的白色睡袍走来，领口大开，露出结实的胸膛。他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，说道：“只能说我和大多数侯爵不太一样。购物愉快吗？”格蕾斯整个人僵在原地。等等，这到底是什么打扮？卢卡斯轻咳一声，他别过头，手抵在唇边，说道：“欢迎回来。还有更重要的一点，我很想你，格蕾斯。”格蕾斯的心跳漏了一拍，脸颊瞬间变得通红，因为你很久没有回来。我很担心。卢卡斯手掌轻轻抵住胸口，眼神中透着一丝炽热。当我如此渴望见到你时，我意识到了一件事：一旦我们再次相遇，那种幸福感将是等待彼此时间的双倍。格蕾斯猛地转过脸，用手遮住眼睛，请把你的胸口遮住。一旁的海姆轻咳一声，公爵大人，无论您见到他有多么激动，穿着这样的衣服迎接任何人都是不妥的，而且希望您不要忘记。赛琳娜轻笑着凑近，语气中带着几分调侃，这里还有其他人在场，您知道的吧？卢卡斯愣在原地，气氛陷入了短暂的沉默。卢卡斯坐在沙发上，神情显得有些局促。他低头整理着自己的衣襟，说道：“我为刚才的事里感到抱歉，因为出来的太匆忙，所以换了身衣服。母亲，希望您这一路旅途愉快。”赛琳娜笑着回应道：“哎呀，没必要问这个。你们两个不在，宅邸看起来太冷清了，我简直无法形容等你们回来等了多久。”格蕾斯有些尴尬的低声说道：“抱歉，我们回来晚了。顺便问一下，你和他相处的愉快吗？我很担心你会因为他太有活力而遇到麻烦。看看这孩子。”我就坐在你面前，你竟然敢说出这么过分的话！他叹了口气，看向卢卡斯，说道：“你小时候可不敢说这种话，我还没忘记你因为晚上害怕，就一直拽着母亲裙摆的样子。”格蕾斯惊讶地看向赛琳娜，问道：“公爵以前做过那种事吗？”卢卡斯露出僵硬的微笑：“我真的做过那种事吗？我好像一点都不记得了。”赛琳娜掩嘴轻笑，意味深长地看着他说道：“是这样吗？你不记得了，真是太可惜了。”他随即凑近格蕾斯，兴致勃勃地提议道：“那么，不如让我把卢卡斯小时候的事情全部告诉格蕾丝吧。”卢卡斯惊慌失措地流下冷汗，语气颤抖地哀求道：“我错了，请饶了我吧。”赛琳娜得意地笑了笑，记住，
如果虚张声势没用的话，最好还是别这么做。格蕾丝坐在一旁，听着两人的对话，忍不住笑出声来。格蕾丝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啊，打扰一下，卢卡斯，你喜欢可爱的东西吗？卢卡斯愣了片刻，是的。格蕾丝从怀里拿出一个小物件，虽然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。卢卡斯伸出手，小心翼翼地接过那个小木马。这是……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道：“哦，他们说这是一种能带来好运的装饰品，因为买得很匆忙，所以没能好好包装一下。不知为何，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，就让我想起了你。”卢卡斯猛地站起身：“真的吗？”格蕾丝被他的反应吓了一跳：“是的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对吗？”卢卡斯脸颊泛起红晕，他语无伦次地低声呢喃：“今天又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，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？你买礼物的时候真的在想着我吗？”一直在担心卢卡斯收到礼物后会是什么反应。格蕾丝满脸通红地解释道：“啊，那个，我当然会想到你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刚才说那些话的意思是……”他越解释越觉得羞涩，甚至不敢抬头看卢卡斯的眼睛。赛琳娜站在一旁，双手托腮，满脸笑意地欣赏着两人的互动。卢卡斯察觉到母亲的视线：“母亲，您完全没有要离开那里的打算，对吧？”赛琳娜轻快地回应道：“没打算哦。”卢卡斯叹了口气：“我就知道会这样。”他清了清嗓子。格蕾丝有些紧张地回应道：“啊，是的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明天你愿意和我一起去约会吗？”格蕾丝惊讶地微张着嘴，一时间发不出声音。卢卡斯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唐突，他有些生硬地转过身：“时间已经不早了，旅途劳顿你应该很累了，所以先去休息吧。这件事我们明天再谈。”约会？格蕾丝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。卢卡斯向门口走去：“啊，还有，如果你有什么想要的东西，尽管去想，明天的约会上我会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你。”格蕾丝急忙追上几步，有些慌乱地喊道：“但是公爵，您没必要做到这种地步，我希望你不要拒绝我。”格蕾丝愣住了。卢卡斯深吸一口气：“明天我会努力表现的。那么，晚安，格蕾丝。”“晚安，卢卡斯，明天见。”清晨的阳光穿过云层，洒在宅邸繁茂的庭院中，鸟鸣声此起彼伏。卢卡斯看这正费力搬动一叠厚重书籍的格蕾丝：“你真的不需要任何帮助吗？”格蕾丝轻快地回应道：“是的，一点都不重。”卢卡斯看着那叠几乎要遮住他视线的书，看起来明明很重。虽然看到他这么开心，我也很高兴，但是老实说，比起书，我更想送给他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。卢卡斯试探着问道：“你真的对那些闪闪发光的东西不感兴趣吗？比如珠宝之类的？”格蕾丝抱着书有些尴尬地笑了笑：“我怎么能接受那些以后会让我感到负担的贵重物品呢？这些就是我需要的全部了。对我来说，真正有价值的是书。”卢卡斯有些难以置信地重复道：“书？真的吗？”格蕾丝翻开其中一本书：“是啊，不是有句话说书籍是心灵的食粮吗？小时候，每当我被限制外出时，就会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读书上。即便我无法亲身去经历，但每一本书都装满了不同的知识、冒险和爱。阅读它们总能让我的内心充满喜悦，所以能找到这么棒的书店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好吧，等选完这些书，我也有一个想去的地方，请跟我一起去吧，格蕾丝。”格蕾丝抱着选好的书，爽快地答应道：“当然可以，总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享受乐趣。”真正的约会就此拉开序幕。卢卡斯带着格蕾丝来到了一家高级精品店。当格蕾丝有些局促地从试衣间走出来时，卢卡斯整个人愣在了原地，眼中满是惊艳与赞赏。一旁的店员也兴奋地拍手称赞。紧接着，卢卡斯展现出了惊人的购买力，大大小小的礼品盒在柜台上堆积如山。随后，他们来到了一家花店，格蕾丝被眼前五彩斑斓的花海所震撼。哇！卢卡斯怀里抱着大簇鲜花和盆栽，几乎遮住了他的视线。他依然不知疲倦地穿梭在各个店铺之间。卢卡斯带着格蕾丝走进一家甜点店：“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吧。今天玩得开心吗？”格蕾丝整个人几乎被淹没在礼物堆里。“是的，当然。”卢卡斯翻看这菜单提议道：“甜点还是多尝试几种不同的口味比较好吧？”格蕾丝有些慌乱地摆手说道：“是的，不，公爵大人。”卢卡斯微微皱眉纠正道：“叫我卢卡斯。”格蕾丝低下头，小声改口道：“卢卡斯。”卢卡斯合上菜单，对走过来的侍者吩咐道：“请给我上一些甜点，再来2杯柠檬草茶。”格蕾丝看着脚边堆积如山的礼品盒，无论怎么看，我收到的东西都比我送出的要多得多。这一切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？说实话，虽然我不讨厌这些，但对我来说真的太有负担了。卢卡斯看这满桌的购物袋问道：“这算过分吗？”格蕾丝有些局促地指着周围说道：“这里的礼物实在太多了。”卢卡斯不以为意地回应道：“如果是担心这个，待会儿会有仆人过来把它们全部装进马车运走，所以你真的不需要为此操心。但这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。总之，这些对我来说已经绰绰有余了，请不要再继续送了。如果再收下去，我以后该如何回报这份心意？这种标准会变得很奇怪的。”卢卡斯微微一愣，他有些委屈地按住胸口，问道：“难道只是因为我想送给你，这样也不行吗？”格蕾丝看着他那副受挫又无辜的神情，顿时语塞。为什么每次看到他露出这种表情，我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？侍者端着托盘走近：“您订购的甜点和饮料已经送到了。”然而，当格蕾丝看清桌上的东西时，整个人瞬间僵住了。这是……侍者端上餐点说道：“您点的小食和饮品已经准备好了。”卢卡斯和格蕾丝看着桌上的餐盘，这简直是情侣套餐。格蕾丝有些慌乱地问道：“等等，我们以前从来没点过这种东西吧？”
侍者微笑着解释道：“本店目前正在举办活动，专门为恋人们提供特别的饮品和甜点。”恋人？格蕾丝捂住发烫的脸颊，不知所措。他试图向侍者澄清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们并不是那种关系。”等一下，格蕾丝。卢卡斯打断了他的话。格蕾丝疑惑地看向他，卢卡斯神情自若地说道：“我们刚才还在谈论结婚的事，所以就把这当做订婚的开始吧。”格蕾丝看着卢卡斯，虽然他说的没错，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格蕾丝看着眼前的甜点，即便如此，还是先吃吧。卢卡斯插起一小块蛋糕，递到格蕾丝唇边，说道：“来呀！”格蕾丝愣在原地，这难道不让人尴尬吗？侍者在一旁看着两人，笑着说道：“看来两位相处得很愉快，那么请慢用。”他悄悄观察着对面的卢卡斯，难道卢卡斯一点都不觉得尴尬吗？格蕾丝看着他那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，看来他真的完全不在意。格蕾丝抿紧嘴唇，心跳有些加速，他满脸通红地咬下蛋糕，还是先吃东西吧。卢卡斯看着格蕾丝说道：“看来你现在见到锋利的东西，已经不再那么惊慌了。”格蕾丝微微一怔：“啊，是的，这都要多亏了你。”他垂下眼帘，陷入了沉思。确实如此，比起在奥林的时候，我现在感觉放松多了。是因为这里没有什么让我感到压力的事情吗？还是因为我正度过人生中最平静、最愉快的时光，而且朱莉也在身边？卢卡斯注视着他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我之前还有些担心，觉得自己这段时间一直没能好好照顾你。”格蕾丝疑惑地问道：“哎，那个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卢卡斯交叠着双手，低声说道：“我以前总是找各种借口想把你送回去，关于这一点，你应该早就察觉到了吧？”卢卡斯继续说道：“奥林侯爵联系了我，要求你回去。”格蕾丝的心猛地沉了下去，刚才明明一切都还那么顺利，直到这一刻，仿佛整个人突然坠入了深海之底。卢卡斯看着他继续说道：“所以，如果你没意见的话，首先……”夜幕降临，马车停在公爵府邸门前。卢卡斯率先下车，绅士地向格蕾丝伸出手。格蕾丝搭住他的手走下马车，心中却满是苦涩。我也知道自己不可能永远留在这里。两人走进大厅，加百列迎上前来问道：“需要为您二位准备晚餐吗？”卢卡斯摆了摆手回应道：“没关系，我们已经吃过了。”格蕾丝默默跟在卢卡斯身旁。我早就预料到父亲会催促他回去，毕竟他是个那么没耐心的人。我很清楚，父亲绝不是因为担心我才叫我回去，只是因为到头来我终究还是要回到那个地方去。格蕾丝停下脚步，转过身对卢卡斯说道：“谢谢你今天陪我出去，我今天过得很开心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我还会感到这么难过？”晚安，卢卡斯。就在房门即将合上的那一刻，一只手猛地撑住了门板，发出一声闷响。卢卡斯紧紧抓住了他的手腕。格蕾丝。卢卡斯注视着他的眼睛，说道：“如果你不想回去的话，你想在这里待多久都可以。”格蕾丝愣住了，这太突然了。他平复了一下呼吸，有些无奈地问道：“你刚才突然闯进来，就是为了说这个吗？你这样会弄伤自己的。”卢卡斯沉默了片刻，松开了手。他微微低下头，脸上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红晕。我也会向奥林侯爵解释关于订婚的事，所以，卢卡斯，这是我必须独自面对的事情，我不能永远逃避下去。格蕾丝轻抚着胸口，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说道：“啊，我当然能说出这种话，因为我从你和大家那里得到了很多鼓励。”卢卡斯注视着他，心中却泛起一丝波澜。就在刚才，他还垂着肩膀，显得那么消沉，但他的眼神……卢卡斯沉默片刻，缓缓开口道：“你知道的，我从来不是一个容易动怒的人。”格蕾丝有些疑惑地看着他。每当我因为诅咒而无法控制情绪时，我立刻就能察觉到，所以我从小就在接受控制情绪的训练。卢卡斯捂住额头，语气中透着一丝无奈。但奇怪的是，只要面对你，我就无法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格蕾丝不解地问道：“无法控制情绪是什么意思？”卢卡斯突然伸出手，指尖轻轻托起格蕾丝的下颌。“我的脾气，只要和你在一起，我就似乎无法控制自己。”格蕾丝惊叫出声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等等，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。房间内陷入了一片死寂。格蕾丝紧闭着双眼，心跳如鼓。然而预想中的后续并没有发生。他试探着睁开一只眼睛，疑惑地看向前方。卢卡斯突然松开了他，猛地转过身去，发出一阵压抑的笑声。噗！格蕾丝愣住了，随即反应过来，气恼地挥动着拳头喊道：“你刚才是在耍我吗？”卢卡斯一边忍着笑，一边一本正经地回应道：“但我刚才说无法控制情绪是真的。总之，现在我们扯平了。”格蕾丝气得满脸通红，难道那时候也是这样吗？你怎么能比我还小气？卢卡斯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我想我有时候确实挺小气的。格蕾丝咬着嘴唇，心中满是愤懑。为什么他总是这样戏弄我？他气鼓鼓地推着卢卡斯的后背。如果你戏弄够了，就赶紧回你的房间睡觉去。你这几天不是一直忙着处理堆积如山的工作吗？快去休息吧。格蕾丝。卢卡斯突然停下脚步，转过身，毫无预兆地俯下身子，在格蕾丝的脸颊上轻轻落下一吻。格蕾丝整个人僵住了。卢卡斯直起身子，脸上带着一丝得逞后的笑意，说道：“这是我为你准备的最后一个惊喜，我希望你会喜欢这份最后的礼物。”海姆站在宏伟的建筑前。我的名字是海姆·德米格拉斯。如你所见，我拥有出众的外貌和卓越的能力。作为卢卡斯的得力助手，我是一个在任何方面都无可挑剔的男人。海姆看着眼前的男人，虽然我还是比不上眼前的这位。卢卡斯正坐在桌前处理公务，他伸手拨弄了一下头发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海姆在一旁默默注视着他，他拥有宽阔的肩膀和雕刻般的容貌，甚至还有惊人的体力，能在2天内完成5天的工作量，这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。卢卡斯停下手中的笔，为什么要那样看着我？他托起下巴，
露出一丝自信的微笑。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海姆无奈地移开视线，请不要再摆那种姿势了。虽然长得帅，但真的很烦人。人们都说站在公爵身边会被衬托得像只乌贼。卢卡斯看着他问道：“你到底怎么了？”海姆低声回应道：“没什么。说起来，你今天心情似乎很好。格蕾斯那边发生了什么好事吗？是什么让你笑得这么开心？”卢卡斯猛地停下动作，整个人僵在座位上。卢卡斯避开视线，回应道：“什么都没发生。”海姆并不打算罢休，随你怎么撒谎。但你觉得我们才认识1-2年吗？他突然张开双臂，语气变得轻快起来。来吧，别对哥哥害羞，快告诉我。卢卡斯一脸阴沉地看着他，你在干什么？明明只比我大1岁，却总想摆出哥哥的架势。海姆依然兴致勃勃。哦，你倒是没有否认我们关系亲近这件事，那一点我确实不否认。海姆露出温和的微笑，我们已经认识20年了。那是海姆小时候的事情，他跟着母亲来到了布莱克公爵里，当时他的母亲还在公爵家担任女仆，自然而然的，他与同龄的卢卡斯成为了朋友。海姆看着卢卡斯问道：“总之这件事和格蕾斯有关，对吧？”卢卡斯沉默片刻，低声回应道：“对。然而格蕾斯明天就要回奥林了，我实在无法忍受把他送回那种地方，哪怕只有1刻也不行。”他痛苦地捂住额头，眉头紧锁。海姆站在一旁，整个人愣在原地。卢卡斯·布莱克，这个从未对任何女性投去过目光的男人，难道真的像普通人一样开始梦想真爱了吗？卢卡斯整个人趴在办公桌上，发出一阵沉重的叹息。海姆站在一旁看着他，这家伙陷得比我想象中还要深。海姆挠了挠脸颊，沉默了片刻。如果你真的不想就这样送他走，不如试试这个办法。卢卡斯猛地抬起头，是什么？海姆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，给自己一个现实的警醒。我到底为什么要表现得像个混蛋一样？说实话，我真的有资格给他建议吗？我们明明每天都在一起工作，每一天都是如此，这种生活到底什么时候才是头？我每天都在拼命工作，忙到根本没时间约会，更别提结婚了。他猛地拍向桌面，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大喊：“坠入爱河真的有那么好吗？”不，我才不要帮他。没错，我承认了，我现在的样子全是因为我在嫉妒。他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，走出办公室。工作多到我快要疯掉了，我需要喝杯咖啡清醒一下。他走到茶歇室门口，推开门，轻声唤道：“科蒂，抱歉，能不能帮我泡杯咖啡？”海姆还没来得及把话说完，一只托盘突然伸到了他的面前，上面稳稳地放着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。朱莉端着托盘说道：“给，你是来喝咖啡的吧？”海姆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。朱莉小姐，海姆惊讶地看着眼前的少女，问道：“朱莉小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真吓了我一跳。”朱莉微微侧过头回应道：“哎呀，我又不是不能来这里，你干嘛这么惊讶？其实我是因为上次厨师说要分享特别的姜饼配方才过来的，这里的姜饼真的非常好吃。”但是海姆疑惑地追问道：“但是如你所见，大家在叫我的时候突然有急事走开了，所以我就打算泡杯咖啡打发时间啊。”他看向朱莉，继续说道：“看来你已经很适应这里的生活了。”朱莉挺起胸膛：“那是当然。”海姆看着他那副骄傲的样子，他简直像一只抓到了猎物，正等着被夸奖的小猫。朱莉确实和府邸里的人相处得非常好，这都多亏了她的敏锐和机智。她在厨房里与女仆和厨师们谈笑风生，很快就融入了大家。然而，每当我们的视线交汇时，她总是表现得非常防备我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好像她在观察我。海姆被盯得有些局促，他搓着手，尴尬地笑着问道：“那个朱莉小姐，我拿走了你泡的咖啡，你不会生气吧？”朱莉立刻摆了摆手回应道：“当然不会，我这个时间从不喝咖啡，这杯本来就是为你准备的。”海姆愣住了，朱莉突然慌张起来，手忙脚乱地在桌边忙活。啊，或者你今天不想喝咖啡，想吃点别的吗？我现在就去准备。你有特别想吃的东西吗？海姆看着他忙碌的背影，轻声说道。不。朱莉停下动作，转过头看向他。海姆端起咖啡杯，脸上露出了温柔的笑容。我很喜欢这杯咖啡。说起来，我听说你们明天就要回奥林了，行李都收拾好了吗？朱莉垂下头，有些苦恼地抓了抓头发。还没呢，还有一大堆东西要整理。他像是想起了什么，急忙转身向门口走去。既然大家今天都很忙，我也该回去收拾行李了。朱莉猛地停下脚步。哎，你为什么要跟着我？海姆快步跟了上来。我只是在想，有没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地方。朱莉双手叉腰，一脸轻松地回应道：“没关系的，我已经习惯这些活了。”海姆看着他充满活力的样子，脸上露出了温柔的笑意。虽然我每天都忙得喘不过气来，但像现在这样感觉似乎也不坏。我是不是该趁现在换个侍奉的主人呢？朱莉听到这话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这家伙难道是冲着格蕾丝小姐来的？他是想成为我的竞争对手吗？第二天，阳光洒在宏伟的公爵府邸前，马车已经停在了院落中央。格蕾丝返回奥林侯爵领的日子终于到了。格蕾丝转过身，对着送行的人们微微颔首说道：“那么感谢这段时间以来的一切照顾。”海姆站在最前方，热情地挥手告别：“请一定要再来玩啊！”格蕾丝坐进马车，我没看到卢卡斯，他可能是太忙了，所以没法来送行吧。格蕾丝正坐在车厢内发呆，突然感觉到马车微微一晃，卢卡斯猛地拉开车门，大步跨了进来。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回那里。格蕾丝被吓了一跳，卢卡斯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卢卡斯坐在他对面，作为你的未婚夫，想要给未来的岳父留下个好印象，难道有什么不对吗？格蕾丝愣了半晌，随即有些恼火地喊道：“卢卡斯，你为什么不先跟我商量一下？真是吓死我了！”卢卡斯看着他生气的样子，反而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
我答应你，我会安安静静待着的，绝对不乱来。格蕾斯看着他那副胜券在握的笑脸，无奈的垂下头叹了口气。如果你在那边遇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，到时候可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卢卡斯心情大好的回应道：谢谢你愿意让我同行。格蕾斯花园的凉亭中，塞琳娜独自坐着轻叹一口气，卢卡斯会没事的吧？卢卡斯突然说要和格蕾斯一起走，这确实让人意外，但比起这个，更让他在意的是格蕾斯那个表情。格蕾斯眼神中透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深沉，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心头，真心希望卢卡斯能好好支持格蕾斯。马车在石砖路上颠簸前行，车轮发出的声响在庄园内回荡。我们到了，马车停稳，格蕾斯走下车。这里是我的家，奥林家族的宅邸，明明是在这里出生并长大的地方，现在却让我感到如此窒息。他垂下眼帘，在离开这里去往布莱克公爵领地居住后，我终于明白了，这里对我来说究竟曾是怎样一个牢笼。格蕾斯，卢卡斯轻声唤他的名字，他温热的手掌紧紧握住格蕾斯的手，将他从沉思中拉了回来。卢卡斯，卢卡斯微微侧过头，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问道：该不会你是在害怕吧？格蕾斯愣住了，什么？卢卡斯露出一副思索的神情说道：难道是我看错了？明明之前还那么大胆的宣言说要正面应对，刚才看起来却像是在犹豫不决。格蕾斯的脸瞬间长得通红，他急促的辩解道：我什么时候大胆宣言过了？而且我也没有犹豫，只是时隔这么久回来，稍微有些感触而已。卢卡斯看着他气鼓鼓的样子，真可爱。格蕾斯双手护在胸前，有些羞恼的喊道：比起这个，你为什么要取笑我？你不是来给我加油打气的吗？卢卡斯收起笑意，温柔地注视着他问道：现在感觉好点了吗？格蕾斯愣了一下，原来是这样。卢卡斯握着我的手，甚至故意逗我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为勒帮我缓解紧张，多亏了你，我现在清醒多了。卢卡斯微微欠身，能为美丽的女士效劳，既是绅士的体面，也是我的职责。格蕾斯有些无奈地看着他，那种语气也是在鼓励我吗？卢卡斯挑了挑眉问道：起作用了吗？格蕾斯露出一抹温柔的笑意，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。不久之前，我甚至还因为要面对他而感到恐惧，但现在他却成了我最可靠的盟友。卢卡斯挺直脊背说道：那么就由我护送您到最后吧，我的女士。格蕾斯笑着摆了摆手，快收起那种语气吧。两人并肩走进宅邸的长廊，一名侍者站在紧闭的大门前，侯爵大人正在里面等您。随着沉重的开门声，大门缓缓向两侧划开。卡普伦坐在书桌后，看到推门而入的两人，发出一声惊叹：哦呀，连公爵大人也一起过来了，真是好久不见，竟然带了个没用的东西回来。好了，别在那儿站着了，进来坐下谈吧。招待不周，还请见谅。如果你能提前打个招呼，我也好准备些像样的茶点。卢卡斯神色从容地回应道：哪里的话，突然登门拜访，感到抱歉的人应该是我才对。他微微侧头，目光扫过卡普伦，语气中带着一丝冷意。毕竟你甚至都没给格蕾斯一个正式的问候。卡普伦冷哼一声，视线在卢卡斯身上打量。那个臭小子全身都裹满了奢侈品，一个傲慢的小鬼，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如果没有格蕾斯，他根本什么都做不了。卡普伦摊开手，语气傲慢地说道：好吧，格蕾斯，既然你终于回家了。格蕾斯神色坚定地打断道：不，父亲，我打算在布莱克公爵领地待更久。卡普伦猛地瞪大眼睛，什么？格蕾斯深吸一口气，大声宣布道：我今天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正式向您告知我们的婚约。卢卡斯听到这话，脸上瞬间泛起红晕。卡普伦沉默了片刻，随后用手捂住额头，发出一声冷笑：格蕾斯，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他抬起头，眼神变得阴冷而锐利。进出一个男人的住所，这对你的未来可不是什么好选择，不是吗？格蕾斯直视着卡普伦，反驳道：您当初不也希望我能和卢卡斯结婚吗？而且拜访未婚夫的家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。卡普伦靠在椅背上，摊开一只手，哎呀，世事难料，谁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呢？想要你的名门望族多的是，其中甚至有一位年轻的领主，看起来完全被你迷住了。既然你都回来了，不如顺便去见见他如何？格蕾斯气愤地站起身喊道：父亲！卢卡斯却突然轻笑出声。果然，格蕾斯在任何人眼中都是一位优秀的女性，能被她这样的人选中，我感到非常荣幸。为了格蕾斯，我也愿意付出一切。格蕾斯愣愣地看着卢卡斯，心中满是感动。卢卡斯，卡普伦看这两人亲昵的样子，脸色阴沉到了极点，真是粗俗不堪。与布莱克公爵家建立联系确实不是坏事，无论别人怎么说，那个家族在这个国家都是仅次于皇室的存在，更不用说布莱克家族，坐拥数百万公顷的土地和岛屿，他们掌控的商会数量在整个大陆也名列前茅，尤其是克莱克分支拥有无数矿山，在宝石贸易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但问题在于那个男人。卢卡斯微微侧头看向格蕾斯，我刚才表现得还不错吧？格蕾斯轻声回应道：谢谢你，卢卡斯。他或许表面上像个傻瓜一样笑着，但他只是在照顾我的女儿，绝不会把任何财富分给我的侯爵领。比起任何事，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个该死的油头粉面的混蛋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把格蕾斯嫁给别人。卡普伦猛地站起身，语气强硬地宣布道：可今天的谈话就到此为止吧，格蕾斯必须留在这里。格蕾斯惊愕地瞪大双眼，父亲！卢卡斯微微侧过身，在格蕾斯耳边低语道：请稍等我片刻。卡普伦侯爵。卡普伦停下脚步，侧过头斜睨着身后的年轻人，在离开之前，我有些话想单独对您说，不知您是否能抽点时间给我？
格蕾丝神色慌张的低声问道：“卢卡斯，你不会要把那件事告诉他吧？”“这不可能。”卢卡斯沉默地避开他的视线。“原谅我，格蕾丝，我绝不会说出任何伤害你的话，所以请你相信我，先在一旁看着好吗？”格蕾丝沉默良久。“好吧。”卡普伦沉稳地坐在书房的扶手椅上，发出一声沉吟。“那么公爵到底想跟我说什么？”“首先比起口头说明，直接让你看这个会更快。”卢卡斯戴着白手套的手伸向桌面，将一份文件推到了卡普伦面前。卡普伦低下头看清了内容，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“这不可能，那不是布勒克斯矿山的契约书吗？”“什么？”“在泽罗尼姆，最受追捧的宝石便是钻石，而钻石储量最丰富的地方正是布勒克斯矿山。”格蕾丝看着卢卡斯，心中满是疑虑。难道真的是布勒克斯矿山？他不可能真的要把那个交给对方吧？求你了，快拒绝吧！他怎么能表现得这么冷静？卢卡斯察觉到格蕾丝的目光，露出一丝无奈的苦笑。看来是真的了。格蕾丝低头陷入沉思，卢卡斯到底在想什么？他是什么时候拿到矿山契约的？难道从决定追随我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已经计划好这一切了吗？如果真是这样，我现在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静观其变。目前只能相信卢卡斯了。卡普伦看这桌上的契约书，发出一声沉吟。这真是一个诱人的提议，即便卖掉我名下所有的土地，恐怕也换不来这一份布勒克斯矿山的契约。他清了清嗓子，掩饰住内心的动摇。我想你特意向我展示这个，绝不仅仅是为了炫耀。告诉我你想要什么？卢卡斯微微垂下眼帘，神情严峻地回应道：“我有2个要求。第一，我要你让格蕾丝亲自挑选她的结婚对象。第二，无论格蕾丝选择与谁结婚，我都不希望你以任何方式进行干涉。”卡普伦猛地瞪大眼睛：“什么？”卢卡斯从容地拿起那份契约书。“如果你承诺遵守这2个条件，在格蕾丝婚礼结束后，我会把这份矿山契约交给你。这些条件，如果格蕾丝最终没有嫁给公爵，这些条件依然有效吗？这个女人可不值得信任。”卢卡斯神情严峻地回应道：“当然有效，但是侯爵大人，我非常有信心能让格蕾丝成为我的人。”格蕾丝在一旁看着他，心中满是疑惑，他怎么能表现得这么自信？卢卡斯转过头，语气坚定地对格蕾丝说道：“格蕾丝，请把一切都交给我。”格蕾丝愣住了：“什么啊？好的。而且，即便他最终选择了别人结婚，我也会尊重他的决定。你觉得如何？这对他来说是个非常划算的提议，不是吗？”卡普伦陷入了沉思。这个提议对公爵来说显然是一笔亏本买卖，甚至听起来有些荒谬。卡普伦伸出手与卢卡斯紧握在一起。“既然如此，我接受这个提议。”两人并肩走在空旷的长廊上，沉重的脚步声在寂静中回荡。卢卡斯侧过头看向格蕾丝的背影，眼神中透出一丝复杂的情绪。“能和你一起回到布莱克公爵里，我很高兴。”他转过身，神情困惑地问道：“但你为什么要达成那样的交易，甚至不惜拿出布勒克斯矿山的契约书？你为什么要向他提出那种不合理的条件？你不了解我的父亲，他肯定会以此为借口，背着你向我索取更多我根本不知道的东西。你正在遭受巨大的损失。”卢卡斯看着焦急的格蕾丝，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我倒觉得这是一笔很划算的交易。”格蕾丝皱起眉头，反驳道：“即便你不做到那种地步，我也能靠自己解决这些问题。为了像我这样的人，你根本没必要交出那么珍贵的矿山。”卢卡斯停下脚步，但是即便你能做到，我还是想帮你。格蕾丝愣愣地仰头看着他，一时语塞。卢卡斯微微一笑，语气变得轻松起来。“虽然我觉得自己刚才表现得挺帅的，你不这么认为吗？”格蕾丝有些无语地鼓起脸颊：“我是认真的，你懂的。”卢卡斯继续解释道：“去往布勒克斯矿山单程需要1个半月，往返就是3个月。侯爵亲自去确认矿山情况是需要时间的，这意味着只要他被矿山的事情拖住，你就有足够的自由时间去做你想做的事。”格蕾丝惊讶地睁大眼睛。卢卡斯凑近他的耳边，压低声音神秘地说道：“实际上，那座矿山的钻石储量逐年减少，大概也就剩下1-2年的寿命了。”格蕾丝听后露出了微妙的神情。“那可真是个好消息。”卢卡斯微笑着看向格蕾丝说道：“为了你，就算把其他矿山也交出去，我也心甘情愿。”格蕾丝有些局促地避开他的目光。“你这种真诚的语气和严肃的表情，真的开始让我感到害怕了。”就在这时，走廊尽头传来一声急促的呼喊：“小姐！”格蕾丝惊讶地抬起头，眼中闪过一丝光亮。埃利亚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。“格蕾丝小姐！”朱莉跟在后面喊道：“我把首席女仆带过来了。”埃利亚停在格蕾丝面前：“请原谅我来迟了，我刚才正在叮嘱其他的女仆们。”埃利亚，她猛地扑进对方怀里：“我好想你。”埃利亚温柔地回抱着她：“我也是，小姐。”卢卡斯站在一旁，静静地看着这一幕。埃利亚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有些慌张地看向卢卡斯：“天哪，我竟然在公爵大人面前做出这么失礼的举动！”卢卡斯语气平和地安慰道：“没关系，请不要在意。既然如此，格蕾丝就这样直接回去也太可惜了，不如在离开前留下来喝杯茶，去叙旧如何？这样可以吗？”“当然可以。”卢卡斯微笑着回应道。“在此期间，我会去准备马车。”朱莉听闻，立刻提着裙摆转身跑开。“那我去收拾行李。”茶室里，热茶升腾起袅袅水汽。埃利亚站在一旁，听完若有所思地感叹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这就是您要回到布莱克公爵领的原因啊。”格蕾丝轻声应道：“果然，和上次见面时相比，他似乎变得更瘦了。”埃利亚从小就陪伴在自己身边。格蕾丝放下茶杯，试探着开口问道：“埃利亚，你愿不愿意？”还没等他说完，埃利亚便轻声打断了他：“小姐。”格蕾丝愣了一下，
您在布莱克公爵领生活得开心吗？格蕾丝坐在扶手椅上，沉默了片刻，轻声回应道：“是的。”埃利亚露出了一抹欣慰的微笑。既然如此，我真心为您感到高兴，所以请不必担心我。您现在应该启程回去了，卢卡斯大人一定等得很辛苦。宅邸门前，华丽的马车已经整装待发。埃利亚站在车窗外，神情郑重地看向卢卡斯，说道：“请务必照顾好格蕾丝小姐。”卢卡斯微微点头示意。车夫挥动缰绳，大喝一声：“驾！”就这样，在简短的交谈之后，我踏上了返回布莱克公爵岭的路程。与此同时，在布莱克公爵岭的府邸内，一封精致的信函被缓缓展开。致布莱克公爵，这是一份诚挚的邀请，希望您能拨冗出席下周在温室举办的聚会。我们衷心期待您的光临，玛丽安·杰斯塔奇奥。另外，如果格蕾丝小姐也能一同前往，我们将不胜荣幸。塞琳娜捧着这封邀请函，发出一声轻叹：“哎呀，我该怎么办才好呢？”格蕾丝躺在床上，意识在黑暗中沉浮，耳边传来断断续续的呼唤：“格蕾丝，我亲爱的格蕾丝，真的很抱歉。”格蕾丝感觉到自己被紧紧搂入一个怀抱，那双手颤抖着抚摸她的长发。如果我当时能做得更好，或许就能救下你。格蕾丝在梦境中睁开眼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格蕾丝猛地一颤，想要开口，却发不出声音。我的声音，我应该陪你走到最后的。对不起。格蕾丝在梦中紧紧抓着母亲的手。不，母亲，我从未因为您而受过苦，所以请不要悲伤，也不要感到内疚。母亲微笑着，泪水顺着脸颊滑落。我亲爱的格蕾丝，要像现在这样坚强而温暖的生活下去。我真的非常非常爱你。格蕾丝猛地睁开双眼，泪水还挂在眼角。她缓缓坐起身，抬手按住额头，是一个关于母亲的梦。已经很久没有梦见她了。她的目光落在床头的香炉上，正散发着微弱的热气。啊，应该是多亏了这些香料。我也非常爱你，母亲。回到布莱克公爵领已经整整1周了。朱莉推开房门，轻快地说道：“感谢各位的等待。”她侧过身向房间内的众人展示登场。卢卡斯猛地站起身，塞琳娜惊讶地捂住嘴巴。格蕾丝缓缓走进房间，杰斯塔奇奥夫人的温室聚会即将到来。塞琳娜赞叹道：“格蕾丝，这套衣服穿在你身上真是太美了。”格蕾丝微微低头回应道：“啊，谢谢你，塞琳娜夫人。不知道是谁选的，简直太完美了。”卢卡斯站在一旁，有些不自然地避开视线。格蕾丝看向卢卡斯，原来这就是卢卡斯的品味。他有些局促地问道：“那个我看起来怎么样？那个你觉得这套衣服适合我吗？”卢卡斯凝视着他，低声回应道：“是的，真的很美。”格蕾丝愣住了，脸颊瞬间泛起红晕。塞琳娜在一旁看着两人，突然发出一声轻笑：“看来你们两个最近的关系变得更亲近了呢。”格蕾丝和卢卡斯被吓了一跳，猛地拉开了距离，显得有些手足无措。塞琳娜走上前，握住格蕾丝的手，说道：“对了，塞琳娜，非常感谢你能和我们一起参加温室聚会，希望没有给你带来太大的压力。”格蕾丝摇了摇头，回应道：“不，完全没有，这只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场合，虽然有些生疏，但我很期待，而且只要能和塞琳娜夫人在一起，我就觉得很安心，倒不如说我很感激能有这样的机会。”塞琳娜看着格蕾丝纯真的笑脸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她怎么能这么可爱？她忍不住一把抱住格蕾丝，亲昵地蹭着她的脸颊。“你在做什么？”卢卡斯猛地僵住身体，双手尴尬地悬在半空。“啊！”他干咳一声，“没什么。”卢卡斯刚才差点因为冲动也想抱上去。塞琳娜松开格蕾丝，总之没必要这么紧张，这只是一场非正式的社交聚会。塞琳娜虽然嘴上说着轻松，神情却透出一丝凝重。“说实话，我对这次聚会并没有十足的把握。”格蕾丝看着塞琳娜严肃的样子，心中不免有些忐忑。塞琳娜小姐看起来这么认真，这到底会是一场什么样的聚会？塞琳娜走到桌边，双手摊开一份名单。“格蕾丝，既然你对参加聚会的人还不熟悉，最好先提前确认一下到场名单。”格蕾丝顺从地坐到桌边，回应道：“啊，好的。”聚会的主人是杰斯塔奇奥伯爵夫人，她非常喜爱动植物，经常四处旅行。她的庄园里有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温室。啊，还有丽塞塔男爵夫人。格蕾丝的神情变得凝重起来。虽然邀请函上还没有正式宣布，但既然他在信中提到了这件事，很有可能会把我当成卢卡斯的未婚妻来看待。格蕾丝回想起报纸上那些流言蜚语，她平时并不怎么在意媒体的评价，但那些充满恶意的揣测依然挥之不去。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？作为一位淑女，她似乎显得过于强势了。格蕾丝用力攥紧了裙角，但这次不一样。如果我出了什么差错，会连累塞琳娜夫人和卢卡斯的名声受损，我必须全力以赴。格蕾丝深吸一口气，继续翻阅着名单。突然，她的动作停住了。这个人。第二天，阳光洒在公爵府的庭院里，马车已经整装待发。卢卡斯站在马车旁，看着准备出发的众人。真可惜我不能一起去。塞琳娜坐在车厢里，笑着回应道：“温室聚会可是只限女性参加的。”卢卡斯攥紧拳头，脸上写满了懊恼。如果我能再瘦小一点就好了，真讨厌我这身肌肉。格蕾丝坐在车窗边，为什么？难道你打算男扮女装混进去吗？格蕾丝忍不住轻笑出声，她发现自己似乎已经习惯了卢卡斯这种过激的反应。她伸出手，隔着车窗轻轻托起卢卡斯的下巴。卢卡斯，我很快就会回来的，所以不要觉得太寂寞。如果我这么说，卢卡斯应该会感到安心吧？那么我出发了。马车缓缓启动，车轮碾过地面的声音渐行渐远。杰斯塔奇奥庄园坐落在郁郁葱葱的林木之中。杰斯塔奇奥伯爵夫人的温室聚会是一场仅限女性参加的盛会。
温室内部宽敞明亮，摆满了珍稀的植物与花卉，精致的茶点整齐地陈列在长桌上。宾客们三五成群，一边品尝着香醇的红茶，一边享受着悠闲的交谈时光。格蕾丝与赛琳娜并肩走在温室的小径上，赛琳娜由衷地说道：“格蕾丝，真的非常感谢你，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恐怕无法参加今天的聚会。”格蕾丝看着赛琳娜紧张的样子，那你为什么要表现成这样？赛琳娜缩了缩脖子，小声嘀咕道：“虽然他们不是坏人，但还是……”温室内，几位贵妇正围坐在长桌旁，席间谈笑风生。赛琳娜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平复情绪，说道：“总之，等回到公爵岭，我一定会好好正式感谢你的。”格蕾丝看这赛琳娜越来越焦虑的神情，心中的不安感迅速攀升。为什么他们突然停止交谈了？这时，温室的玻璃门被轻轻敲响，一名侍者恭敬地站在门口，宣布道：“夫人，布莱克公爵夫人与格蕾丝、奥琳小姐到了。”原本热闹的温室瞬间陷入了死寂，所有贵妇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齐刷刷地看向门口。天哪！赛琳娜闭上双眼，双手合十放在胸前，拜托了，让我们两个都能平安穿过这片丛林吧。格蕾丝震惊地看着身旁的赛琳娜，她竟然在祈祷。赛琳娜睁开眼，我也希望你能平安无事。格蕾丝。格蕾丝一头雾水地问道：“什么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还没等格蕾丝反应过来，温室内突然爆发出一阵热情的欢呼。赛琳娜夫人！几位贵族小姐满脸兴奋地冲了过来，瞬间将两人团团围住。我好想你，赛琳娜夫人。另一位小姐则发出了惊叹：“天哪，这位就是传闻中的格蕾丝、奥琳小姐吗？”赞美声此起彼伏。哦，她的眼睛颜色真是迷人，还有这柔顺亮泽的长发。格蕾丝惊讶地瞪大了眼睛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贵族小姐们簇拥着她，欢快地说道：“总之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聚会，格蕾丝小姐。”玛丽安坐在长桌的首位，双手交叠抵住下巴。感谢各位接受我的邀请。我特意向赛琳娜坚持，因为我真的很想见见像格蕾丝小姐这样优秀的年轻人。佩内洛普点头附和道：“确实如此，在杰罗尼姆，女性获得爵位是非常罕见的事情。”瑞丽笑着接过话头：“我在报纸上读到这个消息时，深受感动。”她微微垂下眼帘，轻轻舒了一口气。杰罗尼姆本质上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地方，只有长子才能继承爵位，而女性在结婚后大多被视为属于丈夫的家庭。最近，以皇太子派系为首的年轻贵族之间正悄然发生着某种转变。格蕾丝看着眼前的景象，虽然早有预料，但也没想到他们会如此热情。佩内洛普端着茶杯凑到格蕾丝面前，问道：“您喜欢这种茶吗？”瑞丽也笑着附和道：“请务必尝尝这个。”玛丽安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说起来，我听说卢卡斯公爵和格蕾丝小姐订婚了，这是真的吗？长桌旁的贵族名媛们纷纷停下动作。赛琳娜端起茶杯回应道：“是真的，正式的谈话才刚刚开始。”罗克珊微微勾起嘴角说道：“哎呀，那真是件值得庆祝的事。不过，各位不觉得在这里提起这件事有些不太合适吗？”格蕾丝坐在长桌旁，感受到一股充满敌意的视线，他下意识地转过头，正对上罗克珊那双冰冷的红色眼眸。罗克珊面无表情地注视着格蕾丝，眼神中透着审视与不悦。格蕾丝心中一惊，那位就是罗克珊伯爵夫人。格蕾丝暗自思忖，那么他刚才那番话，说这些话显然是故意让公爵夫人和奥琳小姐都陷入难堪的境地。沉闷的脚步声由远及近，打破了席间压抑的气氛。阿伦迪亚抱着年幼的阿莎快步走来，母亲。罗克珊转过头，脸上的冷峻瞬间消散。哎呀，阿伦迪亚。阿莎，我以为你们去散步了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阿伦迪亚抱着孩子走到桌边回应道：“阿莎今天看起来有点累，所以我们就早点回来了。”格蕾丝看着这一幕，看来我果然没有认错人。3年前，当卢卡斯还在商议婚事的时候，社交界的宠儿阿伦迪亚·罗森海姆小姐，阿莎在阿伦迪亚怀里挣扎着喊道：“姐姐，姐姐，快放我下来！”阿伦迪亚微微躬身说道：“请允许我代表母亲向两位道歉。”布莱克公爵夫人、格蕾丝小姐。罗克珊猛地站起，深怒吼道：“阿伦迪亚，我做错什么了吗？”赛琳娜端起茶杯，轻轻抿了一口，回应道：“谢谢你，阿伦迪亚，我们没关系的，所以请不要太担心。更重要的是，各位，格蕾丝还不习惯这种聚会，所以请大家慢慢来。”罗克珊猛地拍向桌面，发出一声巨响，这简直太过分了。他双眼布满血丝，对着赛琳娜怒吼：“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”阿伦迪亚赶紧上前扶住罗克珊的肩膀：“母亲，请冷静一点。”罗克珊甩开他的手喊道：“你看我现在的样子，像是能冷静下来吗？”玛丽安坐在一旁，微笑着开口劝阻道：“罗克珊，请先试着让自己冷静下来，我们之后再谈好吗？”罗克珊猛地转头瞪向他，呵斥道：“玛丽安，你给我闭嘴！”格蕾丝看着眼前混乱的场面，心中暗自感叹：原来如此，这一切确实说得通了。虽然那段婚约最终被搁置了，但卢卡斯与罗克珊之间确实曾有过谈婚论嫁的阶段。仅仅是看到我出现在这里，恐怕就已经让他感到非常不适了，还要当着他的面介绍未婚妻，他确实有理由感到愤怒。罗克珊站在长桌前，声音颤抖着说道：“已经2年了，整整2年，他都没有再参加过这个聚会，而且他还故意坐得离我那么远，简直就像是在躲着我一样。”赛琳娜有些尴尬地看向别处，她注意到了吗？罗克珊的眼中泛起泪光，死死盯着赛琳娜说道：“而现在，你竟然说我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，这简直太过分了！”赛琳娜，罗克珊再也抑制不住情绪，在大厅里放声大哭起来。格蕾丝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玛丽安皱起眉头，看向赛琳娜说道：“赛琳娜夫人，刚才那样确实有些过分了。其实
没必要那样躲着他。赛琳娜走到哭泣的罗克珊身边，我也一直在反省，真的很抱歉，罗克珊。格蕾丝在一旁看着这一幕，难道刚才让罗克珊夫人难过的，并不是因为我的出现吗？阿伦迪亚走到格蕾丝身边，轻声唤道：“那个格蕾丝小姐。”格蕾丝回过神来应道：“啊，是的，有什么事吗？阿伦迪亚小姐。”阿伦迪亚显得有些局促。那个如果不介意的话，我们可以单独聊聊吗？两人穿过长廊，来到了花园的温室附近。阿伦迪亚走在前面开口说道：“刚才的事一定吓到你了吧？”格蕾丝连忙摆手回应道：“不，完全没有。”阿伦迪亚转过头看着格蕾丝那副慌张的样子，笑道：“你真的很不擅长撒谎呢。”格蕾丝低下头，沉默着没有说话。阿伦迪亚收起笑容，神色变得温柔起来。其实我母亲真的很珍惜赛琳娜夫人，我听说他们从很多年前开始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了。赛琳娜夫人从年轻时起就展现出非凡的才华，无论是历史、诗歌、音乐还是各类外语，她都无一不精。不仅如此，她在狩猎和马术方面也同样出类拔萃，是位文武双全的奇女子。你应该也听说过关于卢卡斯公爵和我曾经商议婚约的事吧？格蕾丝猛地一惊，有些局促地回应道：“是的。”阿伦迪亚继续说道：“其实那场婚约完全是我母亲为了能和赛琳娜夫人更亲近，才一意孤行推进的。”格蕾丝有些意外地睁大了眼睛。既然公爵和我对彼此都没有任何好感，那场谈话自然很快就无疾而终了。阿伦迪亚俏皮地眨了眨眼，说道：“那对大家来说都是最好的结果，不是吗？”格蕾丝有些尴尬地低下头，原来他早就看出来我一直在意这件事。阿伦迪亚继续解释道：“但也正因为那件事，我母亲和赛琳娜夫人之间变得疏远了。赛琳娜夫人因为觉得对不起我母亲而无法面对她，而我母亲则因为赛琳娜夫人的刻意疏远而感到受伤。事实上，今天的聚会是时隔2年后特意安排的，就是希望能让他们2位重归于好。”格蕾丝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原来如此，他抬起头有些不解地问道：“但是您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呢？”阿伦迪亚愣了一下：“哎呀，我是不是说的太多了？因为你听得太认真了，我就忍不住一直说下去了。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母亲对格蕾丝小姐并没有任何恶意，而且她对公爵大人也没有任何不好的想法。”格蕾丝轻声唤道：“阿伦迪亚小姐，原来她特意跟我说这么多，是为了消除我的误解。她比我想象中要温柔得多。”阿伦迪亚被盯得有些局促。“那个能不能请你不要用那种眼神看着我，挺让人害羞的。”格蕾丝疑惑地歪了歪头。“哎，我用什么样的眼神看你了？”阿伦迪亚沉默了一会儿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阿伦迪亚突然发出一声惊呼：“更重要的是，快看那边的花！”格蕾丝停下脚步，看着那些盛开的蓝色花朵，心中升起一丝异样。那种花我以前肯定在哪里见过。阿伦迪亚站在花丛边，兴奋地招手说道：“我好久没来这里了，这里竟然开了这么多迷人的新花品种。格蕾丝小姐，快过来看看！”阿伦迪亚走上前去，伸出手想要触碰那些花瓣。格蕾丝猛地意识到什么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：“求你了，千万不要碰那朵花！”他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，脚下的高跟鞋发出一声脆响，整个人向前扑去。阿伦迪亚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吓了一跳。格蕾丝猛地扑向他，阿伦迪亚被吓得不轻：“你吓死我了，怎么突然就这样冲过来？”格蕾丝显得有些局促：“对不起，但是那朵花毒性非常强，如果你刚才碰到它的话会很危险，所以我才……不过我真的松了一口气。”阿伦迪亚看着格蕾丝的脸庞，一时间竟有些失神。格蕾丝伸出手轻轻扶住阿伦迪亚的肩膀：“你能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。”阿伦迪亚小姐，她怎么能笑得出来？明明她刚才也差点受伤了。阿伦迪亚回过神来，有些局促地问道：“格蕾丝小姐，你没事吧？”格蕾丝疑惑地回应道：“什么？”阿伦迪亚继续问道：“我是说你有没有哪里受伤？刚才你不是摔倒了吗？”格蕾丝微微睁大眼睛，随后轻声笑道：“阿伦迪亚小姐真是体贴，我想你一定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姐姐。”阿伦迪亚听后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就在这时，一旁的白纱帘幕微微晃动，发出了轻微的声响，尖锐的鸣叫声突然划破了温室的宁静。格蕾丝和阿伦迪亚猛地一颤，两人惊愕的对视。阿伦迪亚脸色苍白的低声说道：“刚才那个声音。”与此同时，在华丽的宴会厅内，巨大的破碎声惊动了正在用餐的贵妇们。赛琳娜停下手中的动作，玛丽安紧紧攥着手中的茶杯。是的，玛丽安猛地转过头，对着不远处大声喊道：“弟弟，快过来！”女仆弟弟急忙小跑着赶到跟前。“是的，夫人。”玛丽安撑着桌面站起身，立刻召集所有的仆人，马上赶去温室。遵命。坐在一旁的赛琳娜放下茶杯。发生什么事了，玛丽安？是温室那边出了什么问题吗？玛丽安抬起手按住额头，显得有些局促。其实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偷偷在温室里养着一些鸟类。罗克珊端起茶杯，有些疑惑地问道：“鸟？在温室里养鸟倒也不算罕见，但为什么偏偏是现在？”那些鸟是从国外进口回来的，它们对外界的刺激非常敏感，很难与人亲近。玛丽安叹了口气：“我曾试着和他们培养感情，但他们根本不愿对我敞开心扉，再加上长途跋涉的旅程，让他们变得极具攻击性。我别无选择，只能把他们留在温室里，直到他们冷静下来。”罗克珊猛地站起身，双手撑在桌面上。“等一下，你该不会是直接把他们放生在温室里了吧？”玛丽安急忙摆手解释道：“当然不是，我在温室的一个角落里安置了笼子。”罗克珊听后松了一口气：“吓死我了！但是现在出了点问题，因为那些鸟一直处于焦躁状态，为了让它们安静下来，我用布遮住了笼子，可它们在里面挣扎得太厉害，
导致龙门的锁扣已经松动了，只要稍微有一点震动，龙门就可能被撞开。罗克珊和赛琳娜同时拍桌而起，愤怒地吼道：“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为什么现在才说？”玛丽安被吓得缩起肩膀：“对不起。”玛丽安捂着脸颊，声音颤抖地辩解道：“只要不去直接招惹他们，应该就不会出事。”凄厉的尖叫声再次响起，宴会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弟弟缩着肩膀低声说道：“刚才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从温室那边传来的。”赛琳娜猛地攥紧拳头。格蕾丝患有恐鸟症，如果那些鸟突然冲向他，不，格蕾丝，他不顾一切地冲向门口。罗克珊见状急忙起身阻拦：“等等，赛琳娜，先让仆人们去处理。”赛琳娜猛地回过头：“那太慢了。”罗克珊看着赛琳娜决绝的神情，沉默了片刻，最终咬牙回应道：“好吧，我也去。担心的可不止你一个人，别太激动了，我们一起过去。”罗克珊一边奔跑一边抱怨道：“真是的，今天的裙摆怎么这么碍事？”赛琳娜看着身侧的同伴罗克珊，玛丽安神色慌张地喊道：“我们也快跟上！”急促的脚步声在通往温室的长廊上回荡。赛琳娜猛地推开温室的大门：“格蕾丝，阿伦迪亚，你没事吧？”阿伦迪亚愣住了，看着突然闯入的众人，母亲。罗克珊快步冲到阿伦迪亚面前，双手用力摇晃着他的肩膀：“你还好吗？肩膀怎么了？有没有受伤？快看看你的衣服。”阿伦迪亚被晃得有些头晕：“我没事，只是刚才吓了一跳，不小心摔倒了。”罗克珊气恼地喊道：“摔成这样还说没事？”玛丽安气喘吁吁地跑进温室：“阿伦迪亚小姐！”阿伦迪亚看着聚集成堆的人群：“你们怎么都到这儿来了？”玛丽安心有余悸地解释道：“我们听到了惨叫声，非常担心。对不起，我应该提前说明情况的。”阿伦迪亚一脸茫然地看着他：“什么？您在说什么啊？”赛琳娜环顾四周，神色慌张地问道：“阿伦迪亚，格蕾丝呢？”阿伦迪亚猛地回过神：“哦，如果您是说格蕾丝小姐的话，我在这里。”赛琳娜夫人，格蕾丝的声音从繁茂的枝叶后传来，伴随着一阵窸窣的响动，她缓缓从阴影中走了出来。赛琳娜瞪大了眼睛：“格蕾丝，你没事吧？”格蕾丝微微一笑，轻声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我也没事。”但是赛琳娜彻底愣在了原地。两只巨大的白鸟正稳稳地停在格蕾丝的肩膀上，它们收拢，羽翼亲密地依偎在她的颈侧，甚至用喙轻轻梳理着她的发丝。赛琳娜指着那些巨鸟，声音颤抖地问道：“格蕾丝，这些鸟是怎么回事？”格蕾丝有些困扰地拖着下巴：“那个，它们突然朝我飞过来，然后就不肯离开了。刚才我们不小心撞到了笼子，我想大概就是那时候龙门被撞开了。”阿伦迪亚心有余悸地回忆道：“那些鸟受惊后发起了攻击。”就在这时，格蕾丝大声喊道：“不要！”他们立刻安静了下来，然后他们就一直保持着那个样子。赛琳娜看着这一幕，紧绷的肩膀终于松弛下来。原来是这样，看来是我白担心了。玛丽安捂着嘴，眼中闪烁着感动的泪光，真不敢相信那些鸟竟然就这样冷静下来了，真是太可爱了。随着仆人们陆续赶到，玻璃温室里的这场骚乱终于平息了。工人们忙着修补受损的设施，宴会临近尾声，夫人们纷纷起身告别，准备返回各自的府邸。大家互相寒暄着，约定下次再见。赛琳娜看向格蕾丝说道：“我们也该出发了，马车应该随时都会到。”格蕾丝点了点头，回应道：“好的，格蕾丝小姐。”格蕾丝突然停下脚步：“阿伦迪亚小姐。”阿伦迪亚走到近前，略显局促地问道：“能耽误您一点时间吗？”“当然可以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”“今天能见到您，我感到非常高兴。”阿伦迪亚露出灿烂的笑容：“下次见面的时候，我能听听您的故事吗？”“当然，前提是如果您觉得方便的话。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或许是我让阿伦迪亚小姐感到不自在了。可即便如此，无论是刚才还是现在，她都表现得如此体贴周到，她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。格蕾丝突然上前一步，用力握住了阿伦迪亚的手：“随时都可以。”阿伦迪亚爽朗地笑道：“那么我会一直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。”马车缓缓驶离庄园，阿伦迪亚用力挥手告别：“我们一定要再见面啊！”赛琳娜微微侧过头，神色复杂地注视着身边的格蕾丝。格蕾丝，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吗？格蕾丝愣住了：“您说什么？最近是不是经常有鸟儿或小动物跟着你？”格蕾丝思索着问道：“以前发生过这种事吗？”经你这么一说，小时候经常有鸟儿飞过来，落在我的头顶上。赛琳娜惊讶地问道：“哦，真的吗？”格蕾丝继续说道：“那时候我哭得很厉害，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想在我的头发里筑巢。我记得当时哭得更凶了，因为我母亲每次看到都会笑个不停。我那时候的样子一定很滑稽。”赛琳娜轻笑着安慰道：“也许他只是觉得你太可爱了。我看着卢卡斯的时候也会经常笑出来。”赛琳娜忽然停住动作，侧耳倾听着远处的动静。来的正是时候，马车到了。等等，那不是我们的马车，那是哪家的标志？马车在庄园门前缓缓停下。格蕾丝疑惑地望向车门，那个人是？车门开启，卡莎努手持木质拐杖走下马车，等候在旁的管家躬身行礼：“欢迎卡莎努大人，夫人已经等候您多时了。”卡莎努低声回应道：“格蕾丝看着这位老者，卡莎努真是个陌生的名字，而且他的衣服看起来也很有异域风情。”卡莎努停下脚步，目光越过庭院，直直地锁定了格蕾丝。格蕾丝猛地一惊，他正朝着这边走过来，速度好快。卡莎努拄着拐杖，步伐稳健而迅速，转眼间便来到了两人面前。格蕾丝看这步步逼近的卡莎努，该怎么办？现在打招呼会不会太尴尬了？你长大了这么多。格蕾丝愣住了，他认识我吗？抱歉，夫人，我们以前见过面吗？
卡沙努沉默了片刻，随后轻声回应道：“亲爱的，我们很久以前就见过面了。”是的，在很久很久以前。格蕾丝心中满是疑惑，他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认识我，难道他认识我的母亲吗？管家在一旁恭敬地提醒道：“卡沙努大人。”卡沙努回过神来应道：“啊，是的。”他再次看向格蕾丝说道：“亲爱的，我很抱歉，我的朋友现在急需见我，剩下的谈话就留到下次吧。”格蕾丝下意识重复道：“下次。”卡沙努握了握格蕾丝的手，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：“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。”赛琳娜走上前，看着远处驶来的另一辆马车，说道：“哦，马车到了，我们回去吧。”格蕾丝依然望着卡沙努离去的方向。“啊，好的。”诺曼狼狈地跌坐在神殿冰冷的地板上，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。他咬紧牙关，愤怒地瞪向前方，低吼道：“你这混蛋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侯爵领唯一的继承人。”罗温静静地站在宏伟的神殿长廊下，坦白说，我并不在乎你是谁，在神面前众生平等。诺曼气急败坏地跳了起来：“什么？神殿就是这样对待病人的吗？”罗温无奈地叹了口气：“首先，你的治疗已经结束了，所以你不再是病人；其次，你亵渎了圣水，为此接受惩罚是理所应当的；第三，收集满这一杯圣水需要整整10年的时间，即便像你这样的人，也该明白亵渎这种圣物的后果。”诺曼被罗温的气势所震慑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不知为何，泽罗尼姆这片土地总是格外脆弱，频繁遭受瘟疫与自然灾害的侵袭。这里的旱季总是异常严酷，同样的疾病在这里蔓延的速度与程度，远比其他国家要糟糕得多。罗温站在神殿的长廊下说道：“正因如此，人们才会依赖神殿，因为有些事情是人力无法解决的，而圣水就是神殿力量的象征。”诺曼摊开双手，大声反驳道：“那又怎样？我是无辜的，我根本就没碰过那玩意儿。”罗温皱起眉头：“你似乎根本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。我没打算再和你废话了。”罗温转过身，披风在身后扬起：“那么请自便吧。”诺曼在后面愤怒地吼道：“嘿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还没说完呢。”一名侍者小心翼翼地走上前，手里紧紧攥着帽子，问道：“那个大人，我们要回庄园吗？”诺曼猛地转过头，怒斥道：“当然要回，不然呢？你以为我要去酒馆还是什么地方吗？难道在你眼里，我就是那种不务正业的混混吗？”侍者吓得缩起脖子，连连摆手回应道：“不，当然不是。”诺曼咬牙切齿地低声咒骂道：“该死的，每个人都在挑战我的耐心。”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一阵嘈杂的议论声，那又是什么鬼东西？一辆装饰华丽的黑色马车停在不远处。银狼？哦，那是来自奥尼姆的队伍，不知道是什么风把他们吹到了神殿来。奥尼姆，那是守护王国遥远边境的家族，他们极少来到王都，却深得皇室的信任。诺曼不屑地哼了一声：“那又怎样？我听说那个家族的新任家主是个女人，竟然让一个小姑娘来掌权，反正他们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角色。”诺曼脸颊瞬间泛红，一文不值是吧？在华丽的餐厅内，格蕾丝坐在餐桌前，机械地切割着盘中的食物。卡沙努临走前的那句话一直在他脑海中回荡：“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。”那是什么意思？总觉得最近身边发生的事情越来越奇怪。他下意识地用手指摩挲左手背，那种异样的感觉并非错觉。虽然从小到大动物们都不讨厌他，但那天在温室里发生的事实在太过反常，而赛琳娜夫人当时的反应也让他十分在意。难道这一切都和诅咒有关？格蕾丝抬起手，凝视左手背上若隐若现的红色印记。在结婚之前，卢卡斯曾明确表示无法透露任何关于诅咒的细节，理由是家族禁忌，只有真正的家族成员才有资格知晓其中的秘密。格蕾丝扶着额头，心中满是忧虑。在正式结婚之前，我只能一直忍受这种莫名的不安感吗？在婚前解除诅咒的可能性微乎其微，但我总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。无论怎么想，这种感觉都不对劲。难道卢卡斯一点都不觉得困扰吗？卢卡斯察觉到格蕾丝在看他，虽然不知道原因，但他显然因为格蕾丝的注视而感到开心。他放下餐具，脸上泛起红晕，对着格蕾丝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格蕾丝看着他的笑脸，脸颊也微微发烫。他总是拿卢卡斯的笑容没办法。不仅是卢卡斯，赛琳娜夫人也是一样。赛琳娜正优雅的用餐，甚至还轻声哼着小曲，看起来心情极佳。他们都在刻意回避谈论诅咒的话题，但奇怪的是，他们似乎谁都不害怕诅咒本身。为什么？难道在与诅咒共存了700年后，人真的会变得如此无所畏惧吗？卢卡斯放下餐具，关切地问道：“格蕾丝，你身体不舒服吗？”赛琳娜也停下动作。我也在想这件事。怎么了？你看起来一点胃口也没有。格蕾丝猛地回过神来。啊，不是那样的。如果我想了解更多关于诅咒的事，最后似乎只剩下一个选择了。格蕾丝深吸一口气，看向卢卡斯，问道：“卢卡斯，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？”卢卡斯愣了一下。如果是你想问的事。格蕾丝直视着他的眼睛，语气坚定地说道：“是关于那个禁止谈论诅咒的禁忌，关于那个沉默誓约。沉默誓约，这是一种通过契约约束、禁止特定言语或行为的古代魔法。这种古老的咒语不仅能让人无法开口提及相关之事，在某些情况下，甚至会引发极其可怕的后果。然而，在恶魔与女巫已从记忆中抹去的现代，它被视为被遗忘的法术，或者仅仅是无稽之谈。为了解开诅咒，我们需要大量的信息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：“你是怎么知道关于沉默誓约的事情？”
格蕾斯平静地回应道：“因为我能阅读古代语言，所以对沉默誓约并不陌生。当然，我并不是立刻就想到了这一点，毕竟我从未想过这会是如此久远且被遗忘的咒语。前几天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时，我才逐渐意识到真相。马鞭似乎与布莱克家族的秘密紧密相连。”他继续说道：“马鞭上的古代文字写着顺应命运，我便在想，诅咒和沉默的原因或许是两回事。通过研究古老的民俗和档案，我形成了一个推论：除了所谓的魔女诅咒之外，也许7个创始家族都与此有关。”卢卡斯坐在餐桌旁听着格蕾斯的讲述，那些传说都含糊地将其统称为魔女的诅咒，令人印象深刻。格蕾斯有些不好意思地摆了摆手：“啊，其实这真的只是推测而已。”格蕾斯若有所思地说道：“但是海姆先生似乎也知道卢卡斯的真实身份。”卢卡斯回应道：“海姆所在的德米格拉斯家族世世代代都在为布莱克家族效力。记录显示，甚至在诅咒开始之前，两家的关系就已经非常亲近了，所以他们似乎并不受沉默誓约的影响。”格蕾斯低声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那么诅咒的效果是由联系的程度和深度决定的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太奇怪了。既然我也得知了布莱克家族的秘密，为什么我没有受到影响？塞琳娜夫人也当着我的面提到了卢卡斯的身份，难道我也对沉默誓约免疫吗？”塞琳娜神情严肃地说道：“不，沉默誓约依然在发挥效力。”格蕾斯轻声应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塞琳娜继续说道：“格蕾斯小姐之所以能知道卢卡斯的秘密，极有可能是因为那个。通常情况下，任何关于诅咒的言论都是不可能被说出口的。但是马鞭的力量被吸入了你的手中，因此格蕾斯被感知为了诅咒本身的一部分。”格蕾斯陷入了沉思。既然如此，在那一刻，他们难道不应该向我解释清楚一切吗？这里的判定标准到底是什么？塞琳娜竖起手指说道：“通常情况下，当受到沉默誓约的束缚时，如果你试图谈论关于诅咒的事情，你的嘴会自动闭上。根据传说，如果有人向外人透露太多秘密，他们注定会永远变成野兽。如果那天沉默誓约完全发挥了作用，卢卡斯就再也无法变回人类了。真是万幸啊！”卢卡斯听着这些话，脸色变得极其难看。格蕾斯看这塞琳娜的笑容，感到一阵恶寒，这太可怕了，她怎么能笑着说出这种话？塞琳娜收敛了笑容说道：“但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。关于诅咒，我现在不能再说更多了，所以为了真正了解诅咒，我们必须举行婚礼。”卢卡斯交叉双臂，神情严肃地附和道：“就是这个意思。”塞琳娜轻快地补充道：“没错，就是这个意思。”格蕾斯整个人僵在原地，大脑一片空白。结果到头来什么都没有改变吗？夜幕笼罩着公爵府邸，格蕾斯独自坐在卧室的床沿，月光透过窗户洒在她的睡裙上。从一开始我就默认了我们会结婚这件事，虽然这最初并不是我的决定，但客观来说，没有比卢卡斯更合适的结婚对象了。他低下头，神色变得柔和。我很清楚，他不像那些试图控制我的男人，他总是先询问我的意愿。他既善良又睿智，公爵府里的每一个人也都非常亲切。而且，格蕾斯想起了那个瞬间，格蕾斯猛地捂住发烫的脸颊，不，绝对不是因为那个。我明明那么努力想要忘掉他，为什么现在又想起来了？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整个人脱力般倒在柔软的床铺上，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。结婚啊！他抬起手遮住双眼，我真的能就这样继续下去吗？与此同时，在城中一处喧闹的酒馆里，灯火通明，酒杯碰撞声与男人们的交谈声此起彼伏。诺曼猛地将木质酒杯砸在桌上，发出一声沉重的闷响。该死！他满脸通红，愤怒地喘着粗气，说道：“就连父亲现在也把我当成货物一样对待。这一切全都彻底搞砸了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格蕾斯那个贱人。你连青年议会主席的位置都保不住，现在甚至还得罪了神殿。作为奥林家族的继承人，你应该感到羞耻。父亲，我真的是无辜的。闭嘴！”侯爵猛地转过身，怒火中烧得吼道：“就连你那没用的妹妹都设法找了个能送她钻石矿的男人，可你呢？”诺曼愣在原地，满脸不可置信地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钻石矿？既然如此，我只能去安排你和薇薇安公主订婚了。”父亲！诺曼惊叫出声，她比我大3岁，她简直就是个老处女。闭嘴！侯爵严厉地打断了他：“你竟敢顶撞你的父亲！”诺曼颓然地趴在桌子上，双手死死抓着头发。该死！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：“诺曼！”诺曼抬起头，眼神中带着一丝烦躁和警觉。我以为自己看错了，真的是你吗？诺曼醉眼惺忪地转过头，那家伙，青年议会的高级成员，7大公爵家族之一的卢伯特家族继承人凯西斯·卢伯特。凯西斯带着几分戏谑的神情走近，这是怎么了？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？你平时那些跟班都去哪儿了？诺曼看着凯西斯那副游刃有余的样子，气得额角青筋暴起。像他这种轻浮又讨人厌的家伙，到底是怎么当上青年议会主席的？诺曼没好气地端起酒壶，猛灌了一口，怒冲冲地吼道：“滚开！你坏了我的酒兴！”凯西斯耸了耸肩，语气轻松地回应道：“既然你这么想的话，切，不管是这家伙还是另外那个，全都是一个德行。”嘿，诺曼，我能给你一点建议吗？诺曼猛地转过身，正要发作。我不是让你……凯西斯却已经瞬移般逼近，一只手搭在诺曼的肩上，压低声音在他耳边说道：“如果你还想当青年议会主席的话，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喝酒，难道不该回家多研究一个古代文字吗？”诺曼死死咬住牙关，喉咙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。他猛地站起身推开凯西斯，凯西斯被这股蛮力撞得后退几步，发出一声惊呼。
诺曼带着满腔怒火撞开酒馆的大门，头也不回地冲入夜色中。凯西斯站稳身体，有些无奈地整理着被弄乱的礼服，这脾气还真是火爆。几名随从急忙赶了过来：“凯西斯大人，您没事吧？”凯西斯摆了摆手回应道：“啊，我没事。”其中一名随从叹了口气，明知道他是个一点就着的炮仗，您为什么还要去招惹他呢？凯西斯轻笑出声：“啊，还是啊，也许我确实做得过火了点，那家伙总是让我觉得心烦，我就是忍不住想逗弄他一下。”街道的另一头，诺曼一边狂奔一边愤怒地咒骂：“该死，该死，真是该死！”他冲到停在路边的马车旁，对着正在打盹的马夫大吼道：“托雷斯！”马夫被吓得浑身一颤，猛地惊醒过来：“少爷，您现在就要回去了吗？”诺曼粗鲁地拉开车门：“去福尔摩斯那里，立刻！”他有些结巴地确认道：“您是说去福尔摩斯那里吗？”诺曼坐在阴暗的车厢里，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：“没错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是时候该去减减压了。”正当我陷入沉思时，早晨已经来临。昨晚几乎没怎么合眼，虽然关于婚约的话题已经讨论过无数次，但直到昨晚，结婚这2个字的重量才真正压在心头，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真实。朱莉停下手中的动作问道：“离早餐还有点时间，您要不要再休息一会儿？或者我去通知医生说您要单独用餐？”格蕾斯摇了摇头回应道：“没关系，朱莉，我只是还有些事情要思考。”朱莉松了一口气说道：“既然您这么说，那我就放心了。”格蕾斯心中却始终无法平静。卢卡斯对这桩婚事似乎没有表现出哪怕一丝一毫的犹豫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卢卡斯确实是个无可挑剔的对象，但格蕾斯很清楚，相比之下，自己并不是那种理想的妻子人选。卢卡斯早就知道家里人是如何对待自己的，难道是因为觉得自己太可怜了吗？如果是因为同情才接受这门婚事，那他绝对无法接受。海姆推开门走了进来，向2人打招呼道：“早上好，格蕾斯小姐，朱莉小姐。”朱莉有些惊讶地看向门口说道：“哦，是海姆大人。”朱莉看着走进房间的海姆问道：“这么早，您怎么过来了？”海姆显得有些局促：“啊，那个，有一封从奥林寄来的信刚送到。”格蕾斯从梳妆台前转过身：“是从我家里寄来的吗？”海姆走近几步回答道：“是的，今天一大早就送到了。我想着也许是很紧急的事情，就立刻给您送过来了。”格蕾斯接过信封说道：“哦，谢谢你。”海姆站在原地没有离开，他脸上带着一丝略显僵硬的笑容。“您是有什么话想说吗？”朱莉歪着头继续追问道：“为什么是您亲自送过来呢？您不是很忙吗？”这句话像是一根针精准地戳中了海姆，他慌乱地挥动着双手解释道：“啊，那个是因为家百裂，不对，是因为那个人伤到了背，所以我才没办法，只能亲自跑一趟。”格蕾斯在一旁看着海姆手忙脚乱的样子，海姆这家伙面对朱莉的时候还真是完全没辙呀，真有意思。父亲到底为了什么事，竟然特意写信过来？他展开信纸，目光落在第1行字上：“格蕾斯，诺曼终于要出院了。作为妹妹，即便你并不关心受伤的哥哥，至少也该送上你的问候，尽快回家协助诺曼。那个男孩才是奥林的未来。”格蕾斯将信纸轻轻放在桌上，原来这封信就是为了说这些。问候，我们之间从来就不是会互相寒暄的关系。父亲真是一点都没变，或许是因为没睡好，胃里泛起一阵恶心。格蕾斯转过头，低声说道：“朱莉，海姆大人，抱歉，能让我单独待一会儿吗？”“啊，好的，那我就在门外等着。如果你有任何需要，请立刻叫我。”海姆带着朱莉退出了房间。格蕾斯轻声说道：“谢谢。”随着房门关上的轻响，房间里只剩下格蕾斯一个人。她静静地站在镜子前，陷入了久远的回忆。诺曼和我从来就不是那种相处融洽的兄妹，甚至在很小的时候，诺曼就表现出一种古怪的执念，他总是以折磨我为乐。也许扭曲就是他的本性，但那似乎并不是唯一的理由。格蕾斯垂下眼帘，那种感觉简直就像是他把我当成了宿敌一般。年幼的诺曼满脸愤怒：“像你这种人，像你这种人！”诺曼高高举起手中的利刃，发疯似的向下刺去，动作很利而决绝。敲门声将他从恐怖的幻觉中拽回。格蕾斯猛地惊醒：“刚才那是什么？是梦吗？不，那种触感太真实了，绝对不只是梦境那么简单。”格蕾斯捂住额头，冷汗顺着脸颊滑落，心脏在胸腔里疯狂跳动。门外再次传来敲门声，房门被推开。“啊，朱莉吗？能不能帮我转告一声，我今天没法去吃早餐了，身体有点不舒服。”卢卡斯快步上前，一把扶住摇摇欲坠的格蕾斯。“格蕾斯，你身体不舒服吗？”格蕾斯被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。卢卡斯紧紧皱着眉头，眼中满是掩饰不住的担忧。“格蕾斯，你的脸色看起来非常糟糕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”他小心翼翼地扶着格蕾斯坐下。格蕾斯轻声回应道：“谢谢你，请坐吧。只是昨晚没睡好，胃部稍微有点不适，没什么大碍的。比起这个，您怎么亲自过来了？”卢卡斯神情严肃地回答道：“我本来是想邀请您在早餐后一起喝茶，但现在看来似乎不是个好时机。”他陷入了沉思，似乎再重新考虑计划。格蕾斯见状连忙说道：“我没事的，就算吃不下饭，喝点茶听起来也很不错。”卢卡斯停下动作，看向格蕾斯说道：“比起喝茶，我知道一个更能让您打起精神的好办法。”格蕾斯愣了一下：“什么？”马蹄声在林间小道上清脆的回响。卢卡斯带着格蕾斯共乘一骑，他稳稳地拉着缰绳说道：“没有什么比骑马更能让人心情愉悦了。”格蕾斯坐在卢卡斯身前，有些局促地回应道：“原来是这样。虽然很感谢他的这份心意，但真的有必要2个人挤在一起骑马吗？”
我们离得也太近了。看那边，马儿跑上一处高坡，视野瞬间变得开阔。卢卡斯轻声问道：“很美吧？每当我心情低落的时候，总会来这里坐坐，看着这样美丽的景色，烦恼似乎就能被抛到脑后。”格蕾斯望着眼前的壮丽景色，真的，我现在感觉好多了。格蕾斯坐在马背上，轻声说道：“谢谢你，卢卡斯。”卢卡斯微微一笑回应道：“不必客气。”马儿在林间小道上悠闲地漫步。格蕾斯犹豫了一下，开口问道：“那个，我有一件事一直很在意，可以问吗？”卢卡斯低头看向他，说道：“当然，请讲。我们骑的这匹马，它不是人变的吧？”卢卡斯愣住了：“你说什么？如你所见，这只是一匹普通的马，你为什么会问这种问题？”格蕾斯慌忙摆手解释道：“啊，不，我只是突然想起发生在你身上的那些事，所以我在想，这匹马会不会也是被诅咒的人之类的。”卢卡斯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：“我绝不会让另一个人承载在你的身下。”格蕾斯，你竟然觉得我会做这种令人反感的事，我真是太失望了。格蕾斯顿时慌了神，急忙回应道：“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卢卡斯忍不住轻笑出声，格蕾斯这才反应过来，有些恼羞成怒地喊道：“哈，卢卡斯，你又在捉弄我了，对吧？这次我可不会再上当了。”卢卡斯收敛了笑意：“格蕾斯，你今天身体不舒服，是因为诺曼·奥林吗？看来我猜对了。为了防止他伤害你，我一直派人盯着他。”格蕾斯有些错愕，他竟然如此坦然地承认自己在监视别人。卢卡斯若有所思地拖着下巴，早知道会这样，当初我就该直接让卫兵把他抓起来。格蕾斯听着他的碎碎念，真是的。仔细想来，卢卡斯在我面前从未表现出那一面，以至于让我差点忘了，这个男人曾经毫不犹豫地切断过别人的手指啊！请不要误会。格蕾斯疑惑地应道：“卢卡斯神情严肃地举起手：“我可是个和平主义者。”格蕾斯沉默地看着他，事到如今竟然说自己毫无杀伤力，这种话到底谁会信啊？一阵冷风吹过，格蕾斯不由得缩了缩脖子：“我们要回去了吗？”卢卡斯点了点头回应道：“好的。”两人骑马回到宅邸前，这里的事情我会处理，你先回去洗漱休息吧。格蕾斯看着他的背影，轻声回应道：“谢谢你，卢卡斯。关于我们刚才讨论的事，根据我调查的结果，诺曼离所谓的绅士相距甚远，他只会挑选那些比他弱小的人下手。”格蕾斯愣在原地，我以为那个话题已经结束了。卢卡斯微微低下头，眼神中闪过一丝冰冷的寒意。我想下次我必须更迅速、更彻底地解决掉他才行。格蕾斯看着他那副危险的神情，忍不住在心里吐槽：“你刚才还自称是和平主义者来着，果然这个男人有时候真是难以捉摸，甚至让人感到有些害怕。不过我知道他为我做了这一切。”卢卡斯走到马匹身边，温柔地抚摸着马的脖颈：“做得好。”格蕾斯走上前，由衷地说道：“卢卡斯，真的非常感谢你。”卢卡斯转过头：“我只是做了任何人在那种情况下都会做的事。”格蕾斯摇了摇头，认真地看着他说道：“不仅仅是今天，你一直以来都在很多方面给予我帮助，我不能总是这样欠着你的恩情，所以我在想，有没有什么事我能为你做的？真的任何事都可以吗？”格蕾斯突然愣住了，像是想起了什么。等一下，他脑海中飞快闪过以往的画面，那些全都是让人尴尬的要命的事啊。那么那个请求肯定也……卢卡斯轻咳一声，神情显得有些不自然。“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你。”格蕾斯心中警铃大作，果然如此。他慌乱地挥动双手，大喊道：“等一下，你可以再多花点时间考虑清楚。”“不，我绝对不接受任何更丢脸的要求了。”卢卡斯看着他激动的样子，无奈地说道：“格蕾斯，你的言辞实在令人失望，你到底在脑补些什么？”格蕾斯僵在原地，满脸通红地沉默着。卢卡斯发出一声轻笑，调侃道：“别告诉我，你是在大白天想些什么不体面的事情。”格蕾斯急忙反驳道：“才不是那样。”卢卡斯看着他窘迫的反应，心情似乎变得很好：“我只是开个玩笑。”格蕾斯撇过头去，心里暗暗抱怨，有时候他真的让人受不了。卢卡斯收敛了笑意，若有所思地说道：“不过，也许你的猜测并不完全是错的。”格蕾斯再次炸毛般喊道：“都说了不是那样。”卢卡斯恢复了从容的神色：“我的请求对你来说也绝非坏事。”格蕾斯愣了一下：“你说什么？”阳光洒在小镇的街道上，一栋红瓦白墙的建筑前，孩子们欢快的声音打破了宁静。“老师！”几个孩子张开双臂，兴奋地朝着格蕾斯跑来。他们围在格蕾斯身边，叽叽喳喳地嚷个不停：“老师，你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来？老师，我现在已经会认字了。老师，我们待会儿要去摘果子，你也一起来吧。哇，这位叔叔长得好高啊！”格蕾斯被孩子们簇拥在中间，脸上露出了温柔的笑容。“大家过得好吗？确实好久不见了，但是如果我们有话想说的时候该怎么办呢？”孩子们立刻安静下来，乖巧地回应道：“不要焦急，要排好队，一个一个说。”卢卡斯在一旁看着这一幕，轻声感叹道：“果然，你无论在哪里都这么受孩子们欢迎。”格蕾斯转过头看向卢卡斯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：“抱歉，场面变得有点混乱了，对吧？”卢卡斯微笑着看向格蕾斯说道：“完全不会，倒是我应该感谢你接受了我的请求。”格蕾斯尴尬地笑了笑，这种事真的值得卢卡斯道谢吗？没想到他提出的请求竟然是想来参观孤儿院，虽然自己以前也经常来这里，但他到底在想什么呢？孩子们停下了动作，呆呆地望着这个高大的陌生男人。其中一个小男孩咬着手指：“是巨人！巨人出现了！”仔细一想，他真的知道该怎么和孩子们相处吗？脑海中浮现出一副混乱的画面，卢卡斯露出阴沉的笑容，吓得孩子们四处逃窜，大哭不止。格蕾斯赶忙走上前：“那个卢卡斯，要不先稍微冷静一点。”
还没等他说完，卢卡斯已经伸出手，一把抱起了一个小男孩。被举起的小男孩兴奋地欢呼起来：“哇，好高啊！”格蕾斯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有些出乎意料。他陪孩子们玩得比我想象中还要好。卢卡斯蹲下身子，孩子们兴奋地拍着他的肩膀喊道：“大哥哥最棒了！”卢卡斯微微挑眉，称呼竟然降级了。格蕾斯被几个孩子拉扯着裙角，感到有些力不从心。明明是我在陪他们玩，结果先耗尽体力的居然是我，完全跟不上这些孩子的体力啊！孩子们依旧精力充沛地围着他跳动。老师，老师，我们也想玩那个，快点吗？大家记得要一直对你们的老师保持礼貌，明白吗？凯莉院长。凯莉穿着修女服，神情慈祥地走近。格蕾斯快步迎了上去，握住凯莉的手说道：“院长，很抱歉这么久没联系您，您最近身体还好吗？”凯莉温和地回应道：“当然很好。”她看了看周围，提议道：“别一直站在外面说话了，我们进屋里好好聊聊吧。”格蕾斯点头应道：“啊，好的。”三人走进孤儿院的木屋，凯莉端上几杯热茶。抱歉，我这里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招待你们。卢卡斯坐在桌边，语气从容地说道：“请不必在意，就把我当做格蕾斯的随从骑士就好。”格蕾斯猛地一惊：“卢卡斯，这种事可不能拿来开玩笑。”卢卡斯侧过头看向他：“我是认真的。”凯莉扶着下巴，若有所思地打量着眼前的两人。哎呀，原来是这样。之前我一直很担心，因为我只能从报纸上看到关于你们的消息，现在看到你们两个都这么健康快乐，我总算放心了。格蕾斯疑惑地重复道：“报纸？哦，你们还不知道吗？最近的日报上有好几篇关于你们两人的报道。”凯莉拿出一份报纸铺在桌上，报纸上赫然写着：“野性的黑马与优雅的百合相遇，7大创始家族之一加入贵族长老会，各界贵族正密切关注，究竟是什么魅力俘获了拒绝过无数名门淑女的黑色公爵格蕾斯·奥林？究竟是不检点的女人，还是精明的谋略家？”格蕾斯看这报纸上的字眼，当然这些都只是些八卦文章。凯莉看这两人的反应，继续说道：“因为报道写成那个样子，我真的很担心。但现在亲眼见到你们，我真的宽慰了许多。”格蕾斯看这凯莉慈祥的面容，原来院长一直在真心实意地为我担心。凯莉推了推眼镜，这些年来，许多贵族打着慈善的幌子来到这里，但那都只是为了作秀，没有一个人能坚持长久。但格蕾斯不同，他是真心实意地关爱着这些孩子，而不仅仅是流于表面，所以孩子们才会发自内心地追随他。我们真的非常感激格蕾斯。格蕾斯有些局促地低下头。院长。卢卡斯看向凯莉说道：“能听到这些，我深感荣幸。”格蕾斯急忙摆手解释道：“其实真的没什么特别的。虽然最初格蕾斯的父亲只是为了增加他在社交场上的筹码，才允许他参与这些活动，但对格蕾斯而言，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早已变得弥足珍贵。”凯莉摇了摇头，语气坚定地说道：“不，格蕾斯是第一个始终如一照顾这些孩子的人，多亏了你，这里的环境才得到了巨大的改善，请务必为你自己感到自豪。”格蕾斯注意到凯莉的手上缠着绷带。“院长，您的手怎么了？”凯莉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道：“啊，是在修理坏掉的围栏时受了点伤，东边的部分已经修得差不多了，但剩下的还没来得及弄。”孩子们围在凯莉身边，格蕾斯看这凯莉受伤的手，心疼地说道：“您该不会是打算一个人把剩下的全修好吧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去帮您找个能帮忙的人来。”“我来做。”卢卡斯猛地站起身，格蕾斯被他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，发出一声惊呼。卢卡斯神情严肃地看向凯莉问道：“受损的围栏在哪里？请带我去看看。”凯莉愣了一下，随即反应过来：“啊，好的，请跟我往这边走。”格蕾斯看这卢卡斯的背影，你到底在干什么啊？三人来到院子里，凯莉指着一处断裂的木栅栏说道：“就是这里。”卢卡斯仔细观察了一下损毁的情况，比我想象中要简单。他脱掉外套，露出了结实的手臂线条，我马上就能修好。站在一旁的小男孩看呆了，哇，那个大哥哥的胸膛真的好宽阔啊！格蕾斯瞬间满脸通红，他下意识地捂住男孩的嘴，刚才真的好险。凯莉看着正在忙碌的卢卡斯，有些迟疑地问道：“那个格蕾斯，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他毕竟是一位公爵大人。”格蕾斯整个人僵在原地。“是啊，真的没问题吗？让卢卡斯做这种粗活真的可以吗？”卢卡斯正挥动着锤子，发出富有节奏的敲击声，甚至还轻声哼起了小曲。格蕾斯稍微松了口气，目前看来他好像还挺享受的，也许没问题吧。敲击声在孤儿院的上空回荡，从午后一直持续到黄昏，夕阳将屋顶染成了温暖的橘红色。凯莉走上前，感激不尽地说道：“真的太感谢您了，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。”卢卡斯擦了擦汗，神情从容地回应道：“报答就不必了，这算不上什么恩情。我做这些纯粹是为了给格蕾斯留下个好印象。”格蕾斯猛地愣住，等一下，竟然是因为这个原因吗？卢卡斯单手按住胸口：“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是格蕾斯的随从骑士。不知为何，刚才那番话听起来简直比之前的随从骑士还要降级。现在我终于可以确定了。那个卢卡斯。”卢卡斯停下手中的动作，转过身看向他。格蕾斯深吸一口气：“我有话想对你说。”三个孩子挤在墙角，喂，偷听可不是什么好习惯。格蕾斯和卢卡斯站在庭院中，卢卡斯显得有些局促：“那个，你想对我说什么？”格蕾斯看着他：“啊，关于那个。”格蕾斯的视线落在了卢卡斯的手上，他的手看起来很粗糙。为了这些今天才第一次见面的孩子，他竟然能做到这种程度，我还无法准确定义这种感觉。
但我想知道更多，关于这个纯粹想了解我、尽力而为的人，关于这个人，以及我这种感觉最终会带向何方。格蕾丝轻声唤道：“卢卡斯。”卢卡斯猛地挺直脊背，大声回应道：“是。”格蕾丝看着他问道：“我们要不要结婚？”卢卡斯整个人僵在原地，躲在暗处偷听的孩子们也惊掉了下巴。卢卡斯沉默了许久。什么？格蕾丝低下头，语气中带着歉意说道：“抱歉，关于订婚的谈话，我一直拖到了现在。虽然听起来很像借口，但我并不是想无视你的好意，或者是公爵家的善意。这种感觉太糟糕了，无论怎么解释，听起来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。”格蕾丝低着头，双手紧紧攥在一起。我只是想仔细考虑一下。卢卡斯猛地伸出手，紧紧握住格蕾丝颤抖的双拳。他满脸通红，难以置信地喊道：“这是真的吗？”格蕾丝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。卢卡斯激动地继续说道：“谢谢你，真的非常感谢你，格蕾丝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”格蕾丝看着眼前近乎疯狂的卢卡斯，有些不知所措，竟然这么高兴吗？就在这时，躲在暗处的孩子们一股脑冲了出来。“老师，你要结婚了吗？是什么时候？”老师，孩子们仰着头问道。“等你结婚的时候，一定要邀请我们啊！我们也能去吗？你们这些小鬼，偷听别人的谈话可不是好习惯。总之，老师结婚的时候一定会邀请我们的，对吧？”格蕾丝有些迟疑。“那个……”卢卡斯走上前，“当然了，格蕾丝和我会为你们准备好要穿的衣服，还有马车以及婚礼上的一切。”格蕾丝轻声的喃道。“卢卡斯！”孩子们发出一阵欢呼。“哇，真的吗？”卢卡斯笑着回应道：“当然，如果你们能来，格蕾丝也会很高兴的。我们会准备好所有你们想吃的东西。”孩子们兴奋地围着格蕾丝大喊：“我想吃牛排，会有甜瓜吗？还有马卡龙？”卢卡斯摸着下巴思索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”格蕾丝疑惑地看向他，卢卡斯却已经自顾自地开始筹划。“从现在起，我们要准备宾客名单，还有礼服，会场需要的鲜花和地毯，以及搭配食物的酒水啊！我还会准备一场正式的求婚。”格蕾丝大吃一惊，“还要再来一次？”卢卡斯转头看向格蕾丝，自信满满的说道：“不用担心，只要你告诉我格蕾丝的喜好，剩下的事情我会全部处理好。”格蕾丝看着卢卡斯那副干劲十足的样子，他看起来真的很兴奋。为什么他会对这些流程如此熟悉？简直就像是为了这场婚礼已经默默筹备了许多年一样。夜幕降临，那么我们就先走一步了。凯莉站在月色下的街道上，“愿祝福永远伴随你们二位。”格蕾丝微笑着回应道：“谢谢您，院长，请您也多保重身体，不要太劳累了。到时候我们会邀请您参加婚礼的，在那之前，请一定要健康啊！”这么一想，诺蒂亚似乎也对你很好奇，格蕾丝。格蕾丝愣了一下，诺蒂亚最近怎么样？这些日子还是很忙吗？凯莉叹了口气，神色有些忧虑地说道：“啊，他最近看起来特别疲惫。不过，如果你能去看看他，诺蒂亚一定会很高兴的。”格蕾丝立刻点头答应道：“当然了，我也一直想见诺蒂亚，我一定会去拜访的。”那个格蕾丝，诺蒂亚到底是谁？格蕾丝有些疑惑地看着他。卢卡斯弯下腰凑近他，语气中带着明显的焦虑和醋意：“那个人看起来和你很亲近，不是男人吧？”空气凝固了片刻，格蕾丝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凯莉也跟着笑了起来。“哎呀，真是的！”卢卡斯一脸困惑地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要笑？”格蕾丝擦了擦眼角笑出的泪水。“哦，没什么。如果你好奇的话，卢卡斯，要不要也见见诺蒂亚？”卢卡斯愣在原地，脸上写满了不安与疑虑。几天后，诺蒂亚爽朗地打招呼道：“见到你很高兴，我是诺蒂亚。”格蕾丝站在一旁介绍道：“诺蒂亚是我的老朋友。”诺蒂亚看着卢卡斯，带着调侃的语气感叹道：“啊，如果我是个男人，事情一定会变得更有趣，真是可惜呢。”格蕾丝继续向卢卡斯解释道：“诺蒂亚是这个村子里唯一的女性医生，而且医术非常高超，她主要为那些处境艰难、没有权势的人们治病。”卢卡斯看着诺蒂亚，那是一份令人敬佩的职业。格蕾丝自豪地搂住诺蒂亚的胳膊：“没错，诺蒂亚真的是一位非常值得尊敬、非常了不起的朋友。”诺蒂亚得意地回应道：“那是当然。我在学院遇见了诺蒂亚，尽管他是平民，但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医学培训。那时候许多贵族家庭都想招揽他，但诺蒂亚总是露出一副嫌恶的表情，大喊道：滚开！谁要给那些贵族当私人医生啊？”就这样，诺蒂亚拒绝了所有的邀请。他站在街道上对格蕾丝说道：“我要开一家属于自己的诊所。”格蕾丝惊讶地问道：“什么？”诺蒂亚转过头，脸上带着自信而灿烂的笑容，说道：“我这么努力学习医术，比起向贵族卑躬屈膝去帮助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，不是好上100倍吗？”正因为诺蒂亚总是说着这样的话，并陪伴在身边，我也开始为了自己而努力学习。如今能再次见到他，我感到由衷的高兴。诺蒂亚打量着眼前的格蕾丝和卢卡斯，哇，所以那真的不是传闻吗？看来那些八卦消息也不全是假的呀。格蕾丝有些困惑地问道：“哎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格蕾丝，你真的要结婚了吗？”格蕾丝支支吾吾地回应道：“这个嘛，事情的经过是……”诺蒂亚盯着格蕾丝：“为什么你看起来这么犹豫？别告诉我，难道发生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？”格蕾丝急得满脸通红。诺蒂亚，卢卡斯猛地捂住胸口，神情激动地反驳：“发生了什么？我可是真心实意的，请不要用这种话来贬低我的感情。”格蕾丝在一旁手忙脚乱地试图阻止：“别再说这种会让人误会的话了。”诺蒂亚看着格蕾丝，故作伤心的感叹：“格蕾丝，我那么信任你。”格蕾丝几乎要哭了出来：“诺蒂亚，求你了！”
诺蒂亚突然爆发出一阵爽朗的大笑。抱歉，我只是开个玩笑。逗格蕾丝总是这么有趣，不是吗？卢卡斯坐在沙发上，我同意。格蕾丝斜着眼瞪向卢卡斯，卢卡斯立刻心虚地闭上了嘴，不敢再多说一个字。诺蒂亚收起笑话神色，变得认真起来。总之，你们两个是真的打算结婚吗？那么，布莱克公爵作为格蕾丝最亲近的朋友之一，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？卢卡斯微微侧过头，沉稳地回应道：“是的，当然可以。”诺蒂亚靠在沙发背上，既然你们打算结婚，那么你应该对格蕾丝的事情了解很多，对吧？卢卡斯平静地回答道：“我想是的。既然如此。”他抬起头，目光变得锐利而冰冷。你也知道关于奥林侯爵和诺曼的事情吗？一份文件静静地躺在桌面上，卢卡斯盯着那份文件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格蕾丝猛地一惊：“诺蒂亚，那是……”诺蒂亚抬起手示意他冷静。抱歉，没经过允许就看了。但作为关心你的朋友格蕾丝，我有些事情必须确认，你们能相信我，暂时把它交给我吗？格蕾丝低声回应道：“好吧。”诺蒂亚点了点头，谢谢。这份文件是……首先，这是奥林家族那些男人对格蕾丝所作所为的记录。卢卡斯神色一凛，身体不由得紧绷起来。诺蒂亚看着手中的证据说道：“为了逃离那个卑劣的家族，我一直和格蕾丝一起收集证据。”他露出一丝宽慰的微笑。幸运的是，看来你已经知道了。卢卡斯端坐在沙发上，神色凝重地看向对面。你拿出这些东西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难道你不好奇这些档案里写了什么吗？格蕾丝坐在一旁，心中充满了不安。诺蒂亚绝不会在没跟我商量的情况下做出这种事。他到底在想什么？诺蒂亚陷入了沉默。格蕾丝身边一直以来都充斥着那些无可救药的男人，这导致他在看男人的眼光上实在糟糕透顶。诺蒂亚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。虽然我并不怀疑格蕾丝的选择，但是作为他最亲近的朋友，我必须亲眼确认一下，你这个未来的丈夫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男人。几年前，诺蒂亚看着眼前的诊所，满意的说道：“很好，这样看起来已经足够有说服力了。”从学院毕业后，诺蒂亚满怀壮志地开设了自己的诊所。然而现实却异常残酷，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来？诺蒂亚抓着头发大声哀嚎。坐在一旁的格蕾丝看着他，或许是因为宣传不够，诺蒂亚崩溃地喊道：“我已经做过了，我把传单从广场发到了贫民窟，甚至还在报纸上刊登了文章。”那段时间，诺蒂亚感到非常沮丧，他咬着牙低声咒骂：“可恶！原以为只要有医术就足够了，但社会的偏见却并非如此。”路过的行人指着诊所议论道：“女医生，这种地方怎么可能有真正的医生过来？根本没法信任，还是算了吧。”就在诺蒂亚陷入绝望时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给了他答案，一只手温柔地附在诺蒂亚的手背上。诺蒂亚，我有个好主意。那是格蕾丝给出的答案。在诊所外的空地上，几张简易的木桌被整齐摆放，上方撑起了一顶巨大的白色帐篷，形成了一个开放的诊疗空间。诺蒂亚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惊讶的合不拢嘴。户外诊所？格蕾丝站在一旁自信地问道：“你觉得怎么样？”诺蒂亚有些语塞，还问我怎么样？明明已经有一间非常完美的诊所了，为什么要特意在外面搭帐篷？而且那里的租金已经贵得离谱了。格蕾丝耐心地解释道：“我仔细想过了，人们之所以不愿走进来，仅仅是因为年轻女医生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说太陌生了。街道上的人群开始聚集，那个帐篷是怎么回事？他在做什么？所以，如果人们看到你在这里公开为病人诊治，他们就会慢慢信任你，因为你真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医生。”诺蒂亚有些苦恼地抓了抓头发，说的倒容易，但如果没有人来，我该怎么给病人看病呢？格蕾丝微笑着看向他，关于这一点，你完全不用担心。诺蒂亚愣住了。格蕾丝？他猛地瞪大了眼睛，满脸震惊。格蕾丝挽起衣袖，露出手臂上大片触目惊心的淤青。我会成为诺蒂亚的第一位病人。诺蒂亚急忙上前抓住格蕾丝的手臂。格蕾丝，这伤是怎么回事？格蕾丝平静地安慰道：“没关系的，现在已经好多了。从现在起，只要我受伤了，我都会来找你治疗。但作为回报，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。每次我受伤过来，请务必做好记录，我需要一份专业的诊断意见。”诺蒂亚沉默片刻，郑重地回应道：“当然，真是的。除了我，还有谁会为你做这种事呢？”一段时间后，正如格蕾丝所预料的那样，病人们开始陆陆续续走进诊所。为了让格蕾丝能够彻底摆脱奥林家族，他们开始着手记录那些男人施暴的证据、伤病发生的时间、受伤的具体位置以及伤势的严重程度。只要是能收集到的信息，他们都巨细无遗地记录了下来。起初只有寥寥几页报告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那些记录越积越厚，甚至足以装订成一本书。诺蒂亚指着桌上的文件说道：“这就是格蕾丝和我准备了很久的材料。公爵大人，如果你愿意接手，这些东西会对你大有帮助。当然，这么珍贵的医疗记录，我绝不会随随便便交给一个身份不明的人，因为里面的纸张其实全是空白的。那么你会怎么做呢，公爵大人？”卢卡斯沉默不语，手指轻轻抵住下巴。他或许会觉得麻烦而转身离开，认为照顾这样一个麻烦缠身的女人太累了，又或者他会摆出一副救世主的姿态，宣称只有自己能拯救这个可怜的女人。在旁人眼中，格蕾丝或许显得弱不禁风，但他并不知道，他其实比任何人都要坚强。卢卡斯终于开口说道：“我拒绝。”诺蒂亚愣住了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。卢卡斯神色平静地继续说道：“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
我已经明白了，她绝不是那种只会无助的等待我去拯救的弱女子，即使她感到恐惧，也绝不会逃避。格蕾丝轻声唤道：“卢卡斯。”卢卡斯将手轻轻搭在那叠文件上，这些资料是格蕾丝为了自己的战斗而亲自准备的。无论我是不是她的未婚夫，在没有得到她允许的情况下，我都没有权利接受这些东西，所以我拒绝。而且关于惩罚那些人的方式，我自有打算。他看向愣住的诺蒂亚问道：“诺蒂亚小姐，不知道这个回答是否让你满意？”诺蒂亚猛地回过神，发出一声惊叹：“啊，你真的带回了一个了不起的男人！”格蕾丝有些无奈地回应道：“诺蒂亚。”诺蒂亚收起玩笑的神色。格蕾丝轻声应道：“怎么了？祝贺你新婚快乐！第一张结婚请柬一定要发给我哦。”“那是当然，除了你还能有谁呢？”离开诊所后，格蕾丝与卢卡斯漫步在阳光明媚的街道上。格蕾丝心情愉悦，甚至不由自主地哼起了小曲。卢卡斯侧过头：“你看起来很高兴。”格蕾丝有些惊讶地摸了摸脸颊：“啊，有那么明显吗？大概是因为这几天见到了很多想见的人吧。”卢卡斯停下脚步：“我还以为是因为我们要结婚了呢。”格蕾丝低下头，小声嘀咕道：“那个当然也是原因之一啦。”卢卡斯微微挑眉，故意凑近了一些问道：“抱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，请再说一遍。”就在两人打闹之际，一个披着深色斗篷的身影在不远处的拐角一闪而过。格蕾丝羞红了脸：“卢卡斯，如果你再这样捉弄我，我真的要生气了。”一个披着黑色斗篷的身影突然从侧面猛冲出来。“格蕾丝，小心前面！”格蕾丝愣在原地。格蕾丝猛地撞上了一个坚硬的身躯，她发出一声惊呼，整个人失去平衡向后倒去。卢卡斯迅速伸出双手，稳稳地扶住了格蕾丝的肩膀。“你还好吗？”格蕾丝惊魂未定地抬起头。“卢卡斯，我没事，谢谢你接住我。”卢卡斯露出一丝温和的微笑：“别放在心上。”这时，不远处传来一声痛苦的呻吟。卢卡斯和格蕾丝同时转过头去，一个女人正跌坐在地上，紧紧裹着深色的斗篷，那人的脚踝。格蕾丝立刻快步走上前去：“对不起，我刚才应该看路才对。”“不，我没事，请不要担心我。”怀中的孩子突然放声大哭，女人神色慌张地安抚着怀抱：“虚乖孩子，求你了，安静一点。”这个人的脚步看起来很不稳，年纪似乎和自己差不多大。婴儿的哭声越来越响亮，响彻了整条街道。路过的行人纷纷侧目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另一人随口应道：“谁知道呢？大概是哪家的孩子在哭吧。”“哎呀，那孩子根本停不下来呢。不过他看起来那么年轻，真的是母亲吗？”女人听到这些话，身体猛地一颤。格蕾丝走上前去，神色担忧地说道：“你的脸色看起来很糟糕，不去医院真的没关系吗？我可以陪你一起去，正好这附近就有一位我认识的医生。”既然孩子一直哭个不停，也许是刚才撞到时受了伤。女人低着头，声音颤抖着回应：“我告诉过你了，我告诉过你不要多管闲事。”格蕾丝被这股蛮力推得踉跄后退，这是多余的闲事。街道上的行人纷纷停下脚步，指指点点，嘈杂的议论声在空气中弥漫开来。西斯站在不远处的阴影中，看着这一幕，嘴角勾起一抹玩世不恭的笑意。“哎呀，这下变得有意思了，不是吗？”尤里亚斯推了推眼镜，神情凝重地低声提醒道：“偏偏是那两个人撞在了一起。西斯大人，请改掉总是自言自语、那些晦涩话语的习惯，这让你看起来很可疑。”西斯漫不经心地回应道：“我会努力的。不过我对格蕾丝确实很感兴趣，问题是她实在太难接近了。”这听起来可能很疯狂，但无论格蕾丝去哪里，身边总是围满了守卫，足以见得她是多么珍贵的存在。虽然那个男人很快就会精疲力竭，他甚至不惜将一座钻石矿交给奥林侯爵。说实话，竟然想对一个受黑马保护的女人下手，那些老家伙真是自己从来不肯动一根手指。而且在7大家族之间存在着一条神圣不可侵犯的契约，在任何情况下，他们都绝不能向彼此出手。西斯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，绕过那个事实的方法多的是。他摊开手掌，2颗翠绿的宝石在指尖碰撞。现在我只要静观其变就好。卢卡斯快步走上前，有力地握住格蕾丝的双肩。格蕾丝有些惊讶地抬起头：“卢卡斯。”卢卡斯低下头，仔细检查着他的手：“你的手肿了，必须马上接受治疗。”格蕾丝摇了摇头说道：“没关系的，这点肿胀很快就会消退。”比起这个粗重的呼吸和脸色的苍白，一个披着厚重斗篷、不适合天气的女人。女人紧紧抱着怀里的孩子：“不，我从来没想过会变成这样。”仅仅看着她，就能感受到她的焦虑和不安。格蕾丝注视着这一幕，虽然知道不该轻易评判他人，但那个女人的状态实在太反常了。格蕾丝看向卢卡斯，说道：“卢卡斯，你能在这里等我一下吗？”卢卡斯露出疑惑的神情。格蕾丝没有回答，径直走向前方。女人蜷缩着身体，惊恐地呢喃着：“我错了，请原谅我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所以请。”格蕾丝伸出手，温柔地环抱住颤抖的女人，将她紧紧拥入怀中。格蕾丝靠在女人耳边，低声说道：“对不起，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。”女人感受着对方的体温，急促的呼吸渐渐平稳下来。“不要担心其他任何事，试着感受我的心跳声，跟着节奏慢慢呼吸，这会让你冷静下来的。”女人闭上眼，长舒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谢谢你，起作用了。现在，请让开。”卡罗，托雷斯在不远处挥动着手臂大喊。格蕾丝有些意外地问道：“哦，那是你的同伴吗？”卡罗虚弱地呢喃着。托雷斯，他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，视线开始模糊，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后仰去。卢卡斯从远处飞奔而来：“嘿，你们没事吧？”
托雷斯也顾不得许多，连滚带爬的冲向倒地的女子卡罗。他一把抱起昏迷不醒的卡罗。卡罗！格蕾斯蹲在一旁，目光紧紧盯着这个男人的脸。那个人是……托雷斯满头大汗，神色慌张地摇晃着怀里的人。喂，快醒醒！格蕾斯注视着他，缓缓开口说道：“你是诺曼的马夫，托雷斯对吧？”托雷斯整个人僵住了，他眼神闪躲结巴巴地否认道：“不，我不认识什么叫那种名字的人。”格蕾斯冷静地看着他，把你的谎言留给别人吧，托雷斯。虽然我不知道你和这个女人是什么关系，但首先得送她去医院，之后我们可以回格蕾斯家把事情谈清楚。托雷斯惊慌失措地摆着手回应道：“不，小姐，我会处理好的，所以请您就当什么都没看见吧。”格蕾斯皱起眉头，语气变得强硬。托雷斯，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。托雷斯紧紧抱着怀中昏迷的卡罗，可是，一阵沉稳的脚步声由远及近。看来你们还没达成共识啊！格蕾斯听到声音，转过头，你是？西斯单手抚在胸前，微微躬身行礼。好久不见了，奥琳小姐。阳光透过窗帘洒在整洁的病房里，输液瓶中的药水正一滴一滴的落下。卡罗静静地躺在洁白的病床上，诺蒂亚在一旁解释道：“这只是由于异常反射引起的单纯晕厥。”格蕾斯松了一口气说道：“谢天谢地。”诺蒂亚站在病床边继续说道：“但他的身体因为营养不良变得非常虚弱，再加上身上的那些淤青，康复可能需要一段时间。”西斯用手指抵住下巴，若有所思地打量着病床上的卡罗。他背后一定隐藏着不少故事。格蕾斯被他突如其来的靠近吓了一跳，发出惊呼。西斯微笑着回应道：“啊，吓到你了吗？我只是有些好奇而已。不过我真没想到这附近竟然有这么好的医院。原本我还打算把他送到我家族经营的医院去，可惜没能如愿。”卢卡斯冷冷地注视着西斯，这家伙又是谁？真是厚颜无耻。他转向格蕾斯，神情变得诚恳起来。无论如何，这一次我真心希望能报答奥琳小姐的恩情。如果你有任何需要，请尽管告诉我。格蕾斯礼貌地回应道：“您的心意已经足够了，西斯大人。”西斯凑近了一些，语气轻佻地说道：“请别客气，直接叫我西斯就好。”卢卡斯的脸色阴沉了下来。我已经忍了够久了，你到底想跟谁套近乎？你这个阴险的毒蛇！西斯微微侧过头，嘴角勾起一抹玩世不恭的弧度。哎呀，你实在是太安静了，我甚至都没注意到你就在这里。卢卡斯，布莱克公爵，不要再尝试用这种浅薄的手段接近格蕾斯。格蕾斯惊讶地看向他。卢卡斯走到格蕾斯身边，伸手揽住他的肩膀，说道：“格蕾斯是我的未婚妻。”格蕾斯愣在原地，脸上泛起红晕。西斯双手抱在胸前，带着笑意问道：“哦，你是不是对我太警惕了？据我所知，你们还没结婚呢。”西斯拖着下巴继续说道：“果然，看来言语确实能让你感到恐惧。”卢卡斯反唇相讥道：“那你一定是一条蛇，看你的内心扭曲成了什么样子。”西斯不屑地回应道：“你不过是个空有蛮力的畜生罢了。”卢卡斯针锋相对地说道：“那也总比弱不禁风要好。”两人目光交汇处，仿佛有火花迸现。格蕾斯看着眼前针锋相对的两人，无奈地叹了口气，真是幼稚。不过看样子他们两个以前就认识，虽然关系显然并不融洽。我是不是该阻止他们？一把按住了卢卡斯的肩膀，另一只手则死死扣住西斯的肩膀。诺蒂亚夹在两人中间，这里还有病人在休息，请你们安静一点好吗？如果你们不能保持安静，就立刻给我出去。格蕾斯靠在门后，为什么连我也要被赶出来？诺蒂亚从门缝中探出头来，你应该知道病人需要绝对的静养，我会留在这里照顾，所以没关系的。等病人醒了我会叫你，在那之前你去查查那个和他一起来的男人到底是什么关系。一个人调查太危险了，以检查的名义带几位绅士过去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。卢卡斯神情冷峻地说道：“我自己能处理，你为什么不回白宫去？”西斯在一旁插话道：“很不凑巧，我也欠格蕾斯小姐一份人情。”房间内，托雷斯局促地坐在椅子上，为什么连这些大人物也在这里？据我所知，托雷斯并没有结婚，他的家人只有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。但那个女人的身体因为营养不良而变得虚弱，身上还到处都是淤青。我们必须查清楚托雷斯到底在隐瞒什么。格蕾斯打破沉默问道：“我能问问你和刚才那个女人是什么关系吗？”托雷斯猛地一惊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格蕾斯看着眼前的托雷斯说道：“托雷斯，我并不是要责怪你，如果你有什么难处，我想尽我所能提供帮助。”托雷斯显得有些局促不安。可是格蕾斯察觉到他的顾虑，这两位只是因为担心我才陪同前来的，请不要觉得不自在。托雷斯陷入了沉默。真相是……等等，真的可以告诉格蕾斯小姐吗？如果有一天他发现了……夜色深沉，诺曼站在庭院中，你明白了吗？卡罗是一个不存在的人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让他出来，必须严加看管。托雷斯有些迟疑，可是少爷，诺曼打断了他的话，不要顶嘴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你失职导致卡罗的存在暴露，你应该很清楚后果吧？托雷斯坐在桌前，手指抵住嘴唇，神情显得异常纠结。他最终低下了头。我不能说。他选择了沉默。为什么他会如此排斥提及这件事？他的反应不仅仅是犹豫，那更像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，甚至是走投无路的无助。能让托雷斯这种性格的人都感到如此畏惧，对方究竟拥有怎样的权势？难道是……就在这时，病房方向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尖叫。喂！格蕾斯猛地站起身。诺蒂亚！格蕾斯顾不得解释，转身冲向病房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诺蒂亚，出什么事了？诺蒂亚站在窗边，脸色苍白地转过头。格蕾斯，
病人逃走了。根据诺蒂亚随后的解释，诺蒂亚刚走出房间，那个女人就睁开了眼睛，她迅速抱起孩子，猛地推开诺蒂亚，怀抱着婴儿直接从窗户跳了出去。更糟糕的是，趁着众人陷入混乱的间隙，托雷斯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诺蒂亚懊恼地扶着额头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是我太不小心了，我没料到他一恢复意识就会做出这么鲁莽的举动。”格蕾斯轻声安慰道：“这不是你的错，诺蒂亚，你不需要向我道歉。”西斯看着空荡荡的房间说道：“换句话说，我们已经没有理由继续留在这里了，对吧？”格蕾斯看向西斯：“啊，西斯先生，仔细想想，他从一开始就没有理由出现在这里。”西斯用手指抵住下巴，若有所思地说道：“或者说威勒格蕾斯小姐，要不要我替你去把他们找回来？”卢卡斯眼神一沉：“这种小事我自己能处理好。”西斯挑了挑眉，带着几分戏谑问道：“哦，你宁愿绕远路，也不愿意走捷径吗？”格蕾斯站在两人中间，感到精疲力竭。够了，请停下来吧。确实，如果是塞尔维恩特的话，他确实能轻而易举地查到线索，但是我心领了。但我必须拒绝。西斯微微一愣，格蕾斯看向窗外，那个女人一定有不得不逃跑的理由，所以我不想违背她的意愿去追捕她。格蕾斯转过头，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。我们现在能做的，只有祈祷她能平安归来。格蕾斯看向诺蒂亚说道：“抱歉，诺蒂亚，给你添麻烦了。”诺蒂亚一把抱住格蕾斯：“你在说什么呢？这里永远欢迎你。我们要先走了，西斯先生，也请您多保重。”西斯微笑着挥了挥手，语气悠然地说道：“我很期待下次能和你单独见面的日子。”卢卡斯听到这话，脸色瞬间阴沉下来。他一把拉过格蕾斯，将她护在身前。恐怕那不会太容易。那个西斯先生，你曾经说过想要偿还欠我的情分。西斯微微一愣，随即露出了愉悦的笑容。哦，所以你终于决定要向我寻求帮助了吗？还有，请再次允许我提醒你，直接叫我西斯就好。格蕾斯深吸一口气，神色变得严肃起来。实话实说，其实是……马车在街道上平稳地行驶，车轮碾过十字路，发出规律的声响。车厢内，格蕾斯靠在窗边，目光不时扫向对面的卢卡斯。卢卡斯双臂交叉抱在胸前，一言不发地盯着窗外。格蕾斯看着他那副冷峻的模样，无论怎么看，他确实是在生闷气吧？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说？哈，西斯，塞尔维恩特，我竟然不知道你和那个男人还有交情，甚至到了可以互相交换人情的地步。格蕾斯猛地摇头，双手在胸前拼命挥动。不是那样的，那只是因为上次和塞琳娜夫人去古董店时偶然碰到了，我当时只是顺手帮了她一点小忙，仅此而已。等等，我为什么要这么拼命的解释？那个卢卡斯，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？格蕾斯猛地缩起肩膀，慌乱的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卢卡斯，我只是想活跃一下气氛才那么说的。我是吃醋了。”格蕾斯愣住了，什么？我确实吃醋了。格蕾斯猛地睁大双眼，整个人僵在原位，脸颊瞬间染上了一层绯红。格蕾斯止不住地打起嗝来，一声接一声。你还好吗，格蕾斯？格蕾斯有些慌乱地回应道：“啊，是的，我没事。”他用手扇着风，试图让自己发烫的脸颊降温。为什么我会突然变成这样？明明只是听说他在嫉妒，可是……卢卡斯沉默地看着他。对你来说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，格蕾斯？格蕾斯愣住了。卢卡斯抬起手托住下巴。我不是那种会认错未婚妻的男人，也不喜欢沉溺于假设之中。但如果有一个异性出现在你爱的人面前，用那种你完全不知情的熟人语气交谈，卢卡斯停顿了一下，轻声问道：“你会是什么感觉？”格蕾斯，你真的会毫无感觉吗？格蕾斯愣在原地，双手紧紧绞在一起。那个马车在街道上平稳行驶，车厢内陷入了一阵沉默。卢卡斯看着格蕾斯局促不安的样子，垂下眼帘说道：“我只是让你感到为难了。”格蕾斯惊讶地抬起头。啊！卢卡斯继续说道：“原谅我，因为我的嫉妒。”问了一个残酷的问题。格蕾斯慌忙摆手回应道：“什么？不，一点也不为难，我只是刚才突然陷入了沉思。”卢卡斯低声自白道：“事实是我从未想过自己会产生这样的情绪。”格蕾斯疑惑地看着他。卢卡斯抬起头，神情变得柔和，但在接受了你的心意后，我发现自己并不讨厌这种变化。格蕾斯在一旁看着他。好吧，听到你这么说，我很高兴。确实如此，他误解了我的感受。格蕾斯并不相信命中注定的爱情，他曾经有一个深爱他的母亲，爱他到几乎无法承受。但在格蕾斯长大成人之前，母亲就离开了人世。母亲去世后，本该保护他的家人，反而用冰冷的言语和虐待来折磨他。对格蕾斯而言，爱变成了一个虚无的词汇，只存在于过去和幻想之中。格蕾斯曾长期寻找逃离暴力的方法，但究竟何时使用，又该如何使用，他始终无法下定决心。在这个由男性主导的社会里，即便他举报自己的家人，成功的机会也微乎其微。而且，即便真的成功了，无论是家族的存续，还是他自身的安全，都无法得到保障。现实中并没有童话故事里那种能施展奇迹魔法的仙女。就在这时，卢卡斯出现在了格蕾斯面前。起初，格蕾斯只是小心翼翼地应对，唯恐触怒这个男人。但不知从何时起，他发现自己已经与他深深纠缠在一起。那时他已经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劲，但为了解除手上的诅咒，也为了彻底摆脱家族的阴影，格蕾斯决定利用卢卡斯那温柔的误解。然而，为什么会这么难受呢？卢卡斯察觉到了异样，要让马车稍微停一下吗？格蕾斯猛地回过神来，为什么突然要停车？卢卡斯凑近了一些，语气关切地说道：“你从刚才起就很安静，脸色看起来也不太好，我在想你是不是晕车了？”格蕾斯低下头，有些抱歉地回应道：“啊，
对不起，卢卡斯，我今天可能格外疲惫，我没事的，所以不用特意停车。卢卡斯松了一口气，既然这样，我就放心了。但是如果你待会儿觉得不舒服，一定要马上告诉我，明白了吗？格蕾丝，你平时遇到困难总是不肯说出来，这让我很担心。至少在我面前，请你有话直说。格蕾丝愣愣地点了点头。好的。格蕾丝忍不住掩嘴偷笑，为什么要这么大惊小怪呢？不过他这样子真的很可爱，不是吗？格蕾丝猛地愣住，大脑瞬间一片空白。等等，我刚才说了什么？可爱？我竟然对着这样一个高大的男人说他可爱？虽然他确实有着与体型不符的讨喜一面，但格蕾丝你一定是疯了。曾经那个让他感到恐惧的男人，如今竟然被他用可爱来形容。卢卡斯试探着轻声唤道：格蕾丝。格蕾丝低下头，手只轻轻抵住嘴唇。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那些原本带着沉重目的而准备的礼物，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他挑选礼物不再是为了利用，而是单纯想看到他开心的笑脸。这种情感的萌芽究竟始于何时？格蕾丝沉默着，脸颊滚烫。那个卢卡斯，我想我真的有点不舒服。卢卡斯瞬间陷入了极度的慌乱，对着车窗外大声吼道：罗真，立刻加快速度，越快越好。你能再坚持一会儿吗？我会让他们用最快的速度赶回去。格蕾丝却轻轻摇了摇头，我的意思是在到达之前，你能就这样陪在我身边吗？卢卡斯愣住了，紧接着车厢里再次传出卢卡斯的咆哮：罗真，马车太快了，他会受不了的，慢一点，慢点，再慢点。罗真在外面被吼得一头雾水，遵命大人，明明和平时的速度一样啊，这位大人到底是怎么了？夕阳西下，马车在蜿蜒的山路上缓缓而行。卢卡斯靠在椅背上，嘴角抑制不住地向上扬起。我的肩膀随时可以借给你，因为我已经是属于你的了。格蕾丝。格蕾丝轻声唤道：卢卡斯。他低下头看着卢卡斯紧紧握住自己的那只手。不过我不记得我有要求过让你牵我的手。卢卡斯理直气壮地回应道：握住你的手会给你带来心理上的慰藉，这会有帮助的。格蕾丝反驳道：不，那不是问题的关键，我的意思是……话音未落，卢卡斯突然伸出手，指尖轻轻托起格蕾丝的下巴。两人在狭窄的车厢内四目相对，距离近的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。卢卡斯凝视着他的眼睛，我很庆幸你需要我。格蕾丝的心跳落了一拍。卢卡斯，他下意识的想要往后缩，双手抵在卢卡斯的胸膛上。等一下，我们是不是离得太近了？卢卡斯并没有退开，我不这么认为，至少对我来说并不近。格蕾丝，我是认真的啊！卢卡斯紧紧盯着格蕾丝说道。所以，如果你打算避开我，那就必须由你亲手推开才行。那双深邃摇曳的蓝眼睛凝视着我。他局促的绞着手指紧闭着眼睛。卢卡斯突然忍不住笑出了声，噗嗤！格蕾丝羞恼地喊道：你为什么要笑？卢卡斯一边摆手一边努力憋笑，不，没什么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到此为止比较好。卢卡斯微微侧过头，恐怕不行，已经太迟了。卢卡斯猛地揽住格蕾丝的腰，将她带入怀中，深深地吻了下去。两人的呼吸交织在一起。格蕾丝在急促的喘息间轻声呢喃：卢卡斯。卢卡斯并没有停下，再次吻住他的嘴。格蕾丝死死抓着卢卡斯的袖口。现在，他猛地推开卢卡斯，喊道：等一下！卢卡斯踉跄着后退了一步，有些失神地看着格蕾丝。格蕾丝。格蕾丝紧紧攥着胸口的衣襟。这就是接吻吗？一直都是这样的吗？他觉得心脏快要炸裂了。格蕾丝低声说道：我想先停下来，我的心脏受不了了。卢卡斯沉默地看着他，神情显得有些凝重。你不喜欢吗？格蕾丝愣住了。因为是我强吻了你。格蕾丝急忙回应道：那你在说什么啊？卢卡斯愣住了，有些惊讶地看着他。格蕾丝继续说道：就算我是那种容易动摇的人，也绝对不会顺从一个我不想要的吻，而且我刚才明明先闭上了眼睛。格蕾丝低下头，声音越来越小，只是这是我的第一次，所以我真的不太清楚该怎么办。卢卡斯突然抬起手捂住嘴，发出了轻微的笑声。格蕾丝羞愤地喊道：不许笑，我是认真的。卢卡斯一边忍着笑一边回应道：抱歉，我真的很抱歉。他转过头看向格蕾丝说道：那么看来我只能再试一次了。格蕾丝吓了一跳，急忙喊道：卢卡斯，你要是再取笑我，我真的要生气了。卢卡斯看着格蕾丝生气的样子，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啊，格蕾丝，你根本不知道，对于像我这样一生压抑一切的人，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救赎。夜幕降临，庄园的宅邸在夜色中显得静谧。格蕾丝满脸通红，显得有些精疲力竭，真是累人的一天。卢卡斯却神采奕奕，不过真可惜，我们本来可以再来一次的。格蕾丝转过头看向卢卡斯，看你这么从容的样子，卢卡斯刚才那个吻，该不会不是你的初吻吧？卢卡斯停下脚步回应道：那也是我的第一次。格蕾丝在心里暗骂道：骗子。卢卡斯轻咳一声，虽然我确实提前钻研了很多，毕竟作为丈夫必须具备迎接妻子的基本常识。格蕾丝心中满是疑惑，接吻这种事他到底是怎么钻研的？卢卡斯移开视线说道：总之你应该累了，我们进去吧。格蕾丝轻声应道：啊，好的。卢卡斯推开沉重的大门，带着格蕾丝走进宽敞的大厅。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宅邸的宁静。公爵大人。卢卡斯和格蕾丝同时停下脚步。海姆先生。海姆正全速穿过走廊奔跑而来，他神色慌张，手中紧紧攥着一封信件。出大事了！卢卡斯皱起眉头问道：发生什么事了，这么吵闹？海姆一边平复呼吸一边解释道：那个皇室送来了一封紧急信件。
卢卡斯接过信件拆开，目光快速扫过纸面上的文字，看来这次轮到你了。格蕾斯愣住了，不解地问道：“哎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皇室邀请了你？”格蕾斯的手不自觉地抚上胸口，难道说……是的，路德维希殿下想要见你。几天后，一辆马车在平坦的道路上疾驰，车轮转动发出规律的声响。在收到皇室的信件后，格蕾斯与卢卡斯一同出发，来到了泽罗尼姆皇宫。说实话，我对皇宫最后的记忆并不美好。一名女仆走上前来，恭敬的行礼，并说道：“路德维希殿下正在准备，请两位在这里稍等片刻。”我无法抑制内心的忐忑，感到非常紧张。格蕾斯捂着脸颊，发出微弱的呻吟。我紧张的胃都要痉挛了。卢卡斯摊开双手：“你在受封爵位的时候，不是已经见过路德维希殿下了吗？我就在你身边，没必要这么紧绷。”格蕾斯垂下头，说实话，正因为你在我身边，我才更紧张啊。当然，这并不是我感到不安的唯一原因。如今皇室的局势并不乐观，4年前国王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。路德维希作为皇太子开始摄政。路德维希本具备成为一代明君的潜质，但不知从何时起，他开始频繁缺席官方活动，甚至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。最终，皇室内部陷入了混乱。据说二公主与三皇子的派系正处于激烈的对峙中。由于局势动荡，皇宫内的气氛已经彻底降至冰点。如果我犯下哪怕一点小错，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？一名女仆推开房门，恭敬的行礼说道：“感谢您的耐心等待，我现在就带您去见路德维希殿下。”格蕾斯站起身准备出发，卢卡斯也随之起身，女仆却停下脚步补充道：“啊，路德维希殿下只传唤了格蕾斯小姐一人。”格蕾斯愣在原地：“只有我吗？”卢卡斯皱起眉头，神情显得有些不悦：“我并没有收到这样的通知。”女仆略显尴尬地解释道：“事实上，路德维希殿下特意交代过，如果提前告诉卢卡斯大人，他肯定会大发雷霆的吧？所以，请转告他只是见一面而已，让他在这里稍作等待。”卢卡斯脸色变得更加阴沉。格蕾斯转头对卢卡斯说道：“那么我很快就会回来，请你在这里等我。”卢卡斯虽然满脸写着不情愿，知道了。格蕾斯跟随女仆走在空旷的长廊上，仔细想想，这确实是自受封仪式以来我第一次见到路德维希殿下。根据卢卡斯的说法，路德维希殿下已经有2年多没有出席过任何正式活动了。如果传闻是真的，那么路德维希殿下现在的身体状况一定……女仆停在一扇厚重的木门前，轻轻叩响了房门，说道：“殿下，格蕾斯小姐到了。”门内传来一个低沉而虚弱的声音：“进来吧。”格蕾斯深吸一口气，推开门走了进去。她提起裙摆，恭敬的行礼说道：“向泽罗尼姆帝国的皇太子路德维希殿下致意，好久不见了。”听到这个声音，格蕾斯惊讶地抬起头。路德维希正靠坐在宽大的床铺上。“这段时间过得好吗？”路德维希露出一个浅浅的微笑。“我一直在等你，格蕾斯。”路德维希靠在床头说道：“抱歉，在百忙之中把你叫来，我身体有些不适，只能在床上接见你了。”格蕾斯站在床边回应道：“请别这么说，陛下。”格蕾斯注视着路德维希，确实，他比以前消瘦了许多。路德维希看着他说道：“你就是格蕾斯，多亏了你，我们的许多子民才免于饥饿，我真的很感激，向你致以谢意。陛下已经2年没有公开露面了，所以他的健康状况真的已经……”路德维希察觉到了他的神色：“你看起来很担心。”格蕾斯愣了一下：“请问您说什么？”路德维希靠在床头，告诉我，现在的我在你眼里看起来健康吗？格蕾斯显得有些局促：“这个那个。”路德维希轻笑出声：“你果然不是个擅长撒谎的人。”他收敛了笑意，垂下眼帘，低声说道：“看来确实瞒不住了。”路德维希神情变得严肃：“格蕾斯，奥琳小姐，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了。”格蕾斯猛地睁大双眼，满脸惊愕。根据御医的诊断，这种病会在血管中游走，让血液凝固并变黑，最终导致死亡。他们说这是一种病因不明也无法治愈的绝症。我甚至寻求过神殿的力量，但没有任何用处。格蕾斯僵在原地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路德维希看着他局促的样子，说道：“哦天哪，这可不行！我并没想让你感到尴尬。”他稍微坐正了些，继续说道：“我提起这件事，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。”格蕾斯侧过头，心中满是疑惑：“难道您还有其他事情要找我吗？”路德维希沉吟片刻，有些迟疑的开口：“在营造了这么沉重的气氛后，讨论这个话题确实不太合适。”但是格蕾斯紧张地咽了下口水，他到底想说什么？仔细想想，他没有召唤卢卡斯，甚至还告诉了我关于他病情的事，这绝对不是一件普通的小事。难道是关于我父亲的事吗？路德维希垂下眼帘：“其实我请你来是想听听你对婚姻的看法。”格蕾斯整个人僵在原地，他眨了眨眼，脸上泛起红晕。“请问您说什么？”路德维希看着他惊讶的反应，脸上露出了温和的笑容。“首先，我们要不要坐下来继续谈谈？”路德维希靠在床头，继续说道：“正如我之前所说，这种无法治愈的绝症，让我已经很难再处理国家政务了。虽然我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病情，但王室内部已经因为下一任国王的人选，形成了不同的派系。其中有三王子基诺亚，他主张根据身份地位严格执行相应的责任与权利；还有二公主弗雷西亚，她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完全基于能力，而不考虑身份或阶级。我不知道你是否知晓，我和卢卡斯其实都站在弗雷西亚这一边。3年前曾发生过一起针对王室的叛乱事件，叛徒的目标正是弗雷西亚的性命。在那次动乱中，卢卡斯亲手抓住了试图潜入舞池的刺客，救下了弗雷西亚的性命。格蕾斯猛地捂住嘴巴，原来那天我看到的场景竟然是这样，所以
如果你选择嫁给卢卡斯，你不仅会卷入我们之间的秘密，更会深陷这场残酷的王位争夺战中。格蕾丝·奥琳小姐，不，未来的布莱克公爵夫人，你能承受这一切吗？路德维希静静地注视着他。卢卡斯那孩子大概是想保护格蕾丝，让他远离这些战火，但他终究还是太天真了。然而他有权知道真相，嫁给卢卡斯就意味着踏入了夺嫡的战场。那么格蕾丝小姐的决定究竟是什么？格蕾丝紧紧攥住胸前的衣襟，还有太多我不了解的事情，我根本无法保证自己有那样的自信。但是既然是我决定要嫁给卢卡斯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打算去面对并处理好他。格蕾丝抬起头，目光坚定地直视着前方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负责到底。路德维希静静地看着他，眼神中透出一丝赞许，他脸上浮现出一抹欣慰的笑容。是吗？真是个优秀的回答。房门被猛地推开，卢卡斯猛地站起身，焦急地喊道：“格蕾丝！”格蕾丝瘫坐在地上，显得虚弱不堪。我回来了。卢卡斯急忙蹲下身，双手扶住他的肩膀。格蕾丝，你还好吗？是不是陛下为难你了？格蕾丝有些不好意思地避开视线。我只是腿软了一下才摔倒的，陛下只是为了我们的婚事，向我表达了他的祝福。卢卡斯扶着格蕾丝的胳膊，问道：“能站起来吗？”格蕾丝借力站稳，轻声回应道：“啊，可以的。总之，等我们回去之后，就要开始忙着准备婚礼了。大部分的事情我会亲自处理。不过在回领地之前，我有一个人想让你见见。”格蕾丝疑惑地歪过头：“是谁要见我？”卢卡斯正要开口解释，那个其实是……走廊尽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一个身影正风风火火地朝这边跑来。格蕾丝愣在原地，哎，薇薇安提着裙摆，满脸焦急地大喊着冲过来：“让开，快让开，快给我让开！”薇薇安像一阵旋风般掠过两人，猛地撞开了走廊尽头的大门，发出一声巨响。格蕾丝惊魂未定地看着那扇门，刚才那位是谁？卢卡斯看着薇薇安消失的方向，啊，那是薇薇安公主。什么？你是说刚才那位是薇薇安公主，先王的妹妹吗？那位传闻中是诺曼潜在未婚妻的人，为什么像她那样身份尊贵的人会那样不顾形象的奔跑呢？卢卡斯面色沉静，低声回应道：“原因大概是因为那个家伙。”那个家伙。卢卡斯看向走廊前方，说道：“他也是我想介绍给你认识的人。”沉稳的皮鞋声在走廊中回荡，一个身影正不紧不慢地走来。凯恩张开双臂打招呼道：“好久不见了，哥哥！我听母亲说了你要结婚了，看来你还真是挺焦急的呀。”卢卡斯看向来人喊道：“凯恩！”凯恩突然凑到格蕾丝面前，笑眯眯地说道：“这位一定就是格蕾丝·奥琳小姐了，就是你救了我那没出息的哥哥呀。”凯恩热情地握住格蕾丝的手，很高兴见到你，我是卢卡斯的弟弟凯恩·布莱克。格蕾丝礼貌地回应道：“我是格蕾丝·奥琳。”凯恩继续兴奋地说道：“母亲大人已经非常喜欢你了，我亲爱的嫂子，所以我一直很想见见你，现在终于有机会了。”卢卡斯突然伸出手，一把揪住凯恩的后领。“凯恩，你为什么要对未来的嫂子这么无礼？”凯恩依然嬉皮笑脸地回头看向卢卡斯：“反正我们很快就要成为一家人了，不是吗？哥哥，你就不能稍微变通一点吗？你说对吧，嫂子？”卢卡斯松开手，向格蕾丝解释道：“凯恩主要在王宫担任行政官，所以你在领地很少能见到他。既然我们都在宫里，我想还是应该介绍你们认识一下。”格蕾丝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凯恩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比起这个哥哥，薇薇安公主去哪儿了？卢卡斯沉默地看着他：“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？”凯恩摆了摆手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说道：“好吧，当我没问，反正公主能躲的地方也就那么几个。”凯恩转过身，对着两人挥手告别：“那么我就先走一步了，请一定要好好照顾我哥哥。”格蕾丝嫂子，公主殿下，我知道你就在里面。房间里随即传出薇薇安惊恐的尖叫声：“呀，快走开！”果然他早就知道他躲在哪儿了，这真的没问题吗？刚才发生的一切简直像一场风暴席卷而过，无论是薇薇安公主还是凯恩大人，卢卡斯脸上泛起一丝尴尬的红晕，真是太丢人了。凯恩那家伙。他平复了一下心情，转头对格蕾丝说道：“既然已经打过招呼了，我们也该出发了。”格蕾丝轻声回应道：“好的，就这样。”盛大的婚礼筹备工作正式拉开了序幕。格蕾丝坐在窗边的圆桌旁，笔尖在信纸上沙沙作响。她正给远方的埃利亚写信：“亲爱的埃利亚，隔了这么久才给你写信，感觉有些生疏。我很担心你在那里的生活。至于我过得很好。前些日子我去了王宫，你一定不敢相信，路德维希殿下亲自祝贺了我们的订婚。直到那一刻，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要嫁给卢卡斯了。”埃利亚读着信，惊讶地捂住嘴巴。天哪！格蕾丝在信中继续写道：“婚礼定在1个月后举行，所以我随信附上了婚礼请柬。埃利亚，我希望你能代替母亲来参加我的婚礼，带着我所有的爱。格蕾丝，真是太好了，不像我的小姐。”格蕾丝小姐看起来过得很幸福。她翻到信纸的背面，发现还有一段附言。实际上，最近有一件事一直困扰着我，你觉得呢，埃利亚？格蕾丝坐在沙发上，双手捂住脸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朱莉走上前，关切地问道：“您还好吗，小姐？”格蕾丝放下手，有些慌乱地回应道：“啊，是的，没什么。”朱莉皱起眉头，拔高了音量说道：“什么叫没什么？您知道自己这几天表现得有多奇怪吗？”格蕾丝愣住了：“我吗？您总是盯着窗外发呆，您最近甚至都不吃柯蒂做的饭了，那可是您以前最喜欢的，而且
您连平时最爱看的书都读不进去。朱莉气愤地握紧双拳，大声喊道：“这简直闻所未闻，这绝对是典型的婚前忧郁症。”格蕾丝试图安抚朱莉，只是这几天状态不太好，冷静点。朱莉撇开这些不谈，我确实应该去向柯蒂道个歉。朱莉沉默了一会儿，神情变得严肃起来。难道是因为卢卡斯公爵吗？那是，确实如此。他最近的行为非常奇怪。格蕾丝在拐角处看到了那个身影啊，卢卡斯。他伸手抓住了卢卡斯的衣袖。其实我有件事想和你谈谈。卢卡斯猛地转过身，神色显得有些惊慌。他看向格蕾丝说道：“啊，抱歉，格蕾丝，我只是太累了，所以反应有些过度。”格蕾丝双手交叠在胸前，有些局促地回应道：“不，没关系，是我突然吓到你了，该道歉的人是我。”不仅如此，卢卡斯最近经常外出，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公馆了。朱莉双手叉腰，气愤地对格蕾丝说道：“婚礼就在眼前了，他到底能去哪里？”格蕾丝勉强挤出微笑：“你知道的，卢卡斯一直都很忙。”格蕾丝低下头，双手紧紧攥住裙摆：“没错，他一定是很忙。”没事的，朱莉，我想我只是对婚礼有点紧张，等我出去散散步，清醒一下头脑就会好多了。朱莉虽然有些担心，但还是回应道：“好吧，既然您这么说，那我就放心了。”格蕾丝独自坐在花园的长椅上，原本想出来散心，可脑海中的思绪却愈发混乱，根本无法冷静下来。他又没有变成马，为什么就是不回公馆呢？如果卢卡斯真的很忙，他至少会提前打个招呼。他不是那种会无故失踪的人。这里实在太安静了。直到这一刻，当他完全感受不到卢卡斯的存在时，格蕾丝才猛然意识到自己竟然已经如此依赖他了。虽然他知道这是卢卡斯表达体贴的方式，但他心中仍有一丝埋怨。难道他忘了自己也是有能力独立处理事情的吗？格蕾丝仰起头看这飘落的花瓣，与其像这样坐以待毙，我也想做点什么。小姐。朱莉的声音从远处传来，格蕾丝回过神，啊，朱莉！朱莉气喘吁吁地喊道：“公爵大人回来了！”急促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。格蕾丝提着裙摆穿过一道道拱门，朱莉在后面气喘吁吁地追赶着。小姐，等等我！卢卡斯正站在大厅中央，他转过身，脸上带着灿烂而温柔的笑容。格蕾丝，卢卡斯对身后的随从们示意道：“那么就按计划开始吧。”格蕾丝愣在原地，两名身穿制服的侍卫走上前，合力拉开了一块巨大的红色绸缎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悠扬的乐声突然在大厅内响起。格蕾丝环顾四周，满脸不可思议，这些乐手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红色的地毯在大厅中铺展开来，格蕾丝站在红毯的一端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卢卡斯踩着红毯稳步走来，他停在格蕾丝面前，神情庄重而深情。很久以前，我曾答应过要再次向你求婚，虽然我知道已经迟到了很久，但是……卢卡斯单膝跪地，格蕾丝，奥琳小姐。他打开手中的首饰盒，一枚镶嵌着宝石的戒指在灯光下熠熠生辉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格蕾丝呆立在原地，呼吸仿佛在这一刻停滞。原来这段时间他一直不在公馆，就是为了准备这一切吗？为了不让你发现，准备工作比预想中花了更多时间。卢卡斯仰头望着格蕾丝，眼神中带着一丝歉意。抱歉，让你久等了。格蕾丝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心中泛起一阵酸涩。为什么要道歉呢？明明他看起来连觉都没有睡好。格蕾丝伸出手，指尖轻轻触碰卢卡斯的脸颊。你看起来太疲惫了。卢卡斯微微一愣，抱歉，我本该以更体面的样子向你求婚的。格蕾丝急忙摇头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并不打算让你一个人承担所有的婚礼筹备工作，而我自己却无所事事。婚姻本就不是一个人的事。格蕾丝俯下身，双手轻轻附在卢卡斯手上，所以我也想和你一起筹备属于我们的婚礼。卢卡斯仰起头，脸颊泛起明显的红晕。虽然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事情，尽管我们之间还有许多互不了解的地方，但是只要和你在一起，我就不再感到畏惧。这就是我所坚信的。卢卡斯猛地站起身，一把将格蕾丝抱起来。他在大厅中央兴奋地转着圈，脸上洋溢着孩子般灿烂的笑容。婚礼的筹备工作正式拉开了序幕。格蕾丝紧握双拳，暗自为自己鼓劲。我从没想过这会容易，但事情比我预想的要多。首先，在赛琳娜的指导下，开始了新娘培训。赛琳娜笑着说道：“这和基础的礼仪举止不同。作为公爵家族的女主人，还有很多必须学习的特别事项。我学会了礼仪、管理家务的方法，最后甚至还包括了社交舞的学习。然而，这仅仅是个开始。格蕾丝还要学习如何挑选合适的茶具。赛琳娜带着格蕾丝穿梭在社交场合，教她如何拓展人脉，还必须掌握新婚夫妇所需的各种知识。”夕阳西下，飞鸟掠过庄园的屋顶，随着夜幕降临，整座府邸陷入了沉静。格蕾丝精疲力竭地瘫倒在床铺上，长发散乱在身后。她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，一天的时间根本不够用。尽管如此，赛琳娜有些惊讶地掩住嘴。什么？你觉得你无法变得像我一样吗？格蕾丝坐在沙发上，显得有些局促不安。虽然我有信心去学习和练习，但我觉得自己无法像赛琳娜夫人那样做得那么好。赛琳娜若有所思地感叹了一声。所以，你觉得自己在社交界的经验还远远不够吗？格蕾丝红着脸，有些不好意思地承认。是的，赛琳娜微笑着安慰道。没关系的。格蕾丝疑惑地抬起头，赛琳娜看着她，眼神变得温柔而坚定。格蕾丝只要做格蕾丝自己就足够了，你结婚并不是为了成为谁的替代品。格蕾丝愣住了，静静地看着赛琳娜。最重要的是，既然我已经认可了格蕾丝，我想应该没有人敢提出异议吧。
他伸出手，没错，明天也要继续努力。格蕾丝坚定了决心，但有一件事他忽略了。新娘课程并不是他唯一需要做的事情。格蕾丝看这桌上堆积如山的箱子，露出惊讶的神色。从会场的花卉布料到宴席上的各种食物，无数细节都需要他亲自操持。然而，在所有繁杂的事物中，最艰巨的任务莫过于此：寄出那一份份婚礼请柬。从只听过名字的远亲，到从未谋面的新晋贵族，甚至是那显赫的7大创始家族，格蕾丝必须亲手写下每一封请柬。卢卡斯走到桌边提议道：“我想还是由我陪你一起写比较好。”格蕾丝立刻拒绝道：“不行，你已经把办公空间借给我了。”卢卡斯微微皱眉，即便如此，格蕾丝神情坚定地打断道：“好了，这是我的责任。我说过，我们最近才一起准备，现在我却在抱怨，我应该反思一下。”格蕾丝看着卢卡斯，他依然一副想要帮忙的样子。他突然想起一件事，对了，我听说布莱克家族的婚礼有一套特殊的流程。卢卡斯回应道：“啊，你是指宣誓仪式吧？”宣誓仪式，他接着解释道：“通常情况下，婚礼在主仪式结束后会直接进入宴会，但对于被诅咒束缚的家族来说，必须举行额外的宣誓仪式。对我们而言，宣誓仪式至关重要。我们需要在神灵与诅咒本身面前宣誓彼此的忠诚。如果宣誓时没有保持真诚且坚定的决心，将会付出惨痛的代价作为回报。”格蕾丝听得冷汗直流，竟然这么严重吗？这压力也太大了。他平复了一下心情，问道：“那么，只有那7个被诅咒的家族会参加宣誓仪式，对吗？”卢卡斯肯定地回答道：“没错。”那个卢卡斯，他有些局促地绞着手指。虽然我研究过这7大家族，但对其中的成员并不怎么熟悉，所以你能教教我关于他们的事吗？卢卡斯看着他回应道：“这倒不难，但是你真的有必要去了解除了我以外的人吗？”格蕾丝看着他那副模样，那是什么表情？简直就像在说：“难道有我还不满足吗？”格蕾丝有些慌乱地回应道：“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别开玩笑了，快点告诉我吧。”卢卡斯立刻恢复了神采。好，格蕾丝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原来刚才真的只是在开玩笑，自己竟然又上当了。卢卡斯收起笑意说道：“那么除了布莱克家族以外，我会为你一一说明。首先是精英家族的杰诺斯，你也见过路德维希殿下，他性格温和，却拥有着相当坚定的意志。”格蕾丝看着卢卡斯，心中暗自思忖，之前就这么觉得了。看他谈论起殿下时如此随意的样子，两人的关系一定非常亲近。卢卡斯继续说道：“接下来是白蛇家族的塞尔维恩特，算了，这一家就跳过吧。”格蕾丝露出意料之中的神色，果然如此，我知道你们2个一向合不来。他看着卢卡斯试探着问道：“但是你还是能稍微解释一下吗？”卢卡斯陷入了沉默。我更希望你只对我感兴趣。格蕾丝猛地一颤，脸上瞬间泛起红晕，他怎么能说出这么让人害羞的话？这下糟了！格蕾丝闭上眼睛，心跳快得有些失控。他竟然有点可爱。好吧，塞尔维恩特家族就先跳过。接下来是银狼奥尼姆家族，他们是守护王国的边境伯爵，常年驻守边疆，很少来到王都。最近特里莎奥尼姆成为了新任家主，还有红猴家族的凯西斯，他在青年议会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。然后是青熊家族的吉内斯，他们以沉稳冷静的性格著称。由于吉内斯家族目前情况特殊，年轻的公爵夫人毕安妮正负责处理家族的外交事务。最后是来自神秘岛屿孔塔纳的公爵鲸鱼孔塔纳，除了难以离开岛屿的孔塔纳家族，其他家族的人应该都会出席宣誓仪式。格蕾丝若有所思地回应道：“原来是这样。”卢卡斯继续解释道：“由于7大家族之间的联姻需要得到所有家族的同意，我们计划之后单独前往孔塔纳去获取他们的证词。”格蕾丝愣住了，等一下，请等一下。卢卡斯疑惑地看向他，格蕾丝双手紧紧交握在胸前，神情变得十分不安。如果在宣誓仪式上有任何一个家族不同意这门亲事，那会发生什么？该不会……卢卡斯平静地回答道：“那么婚约就会被取消。”格蕾丝整个人僵在原地。果然是这样吗？卢卡斯看着他紧张的样子，露出宽慰的笑容说道：“那只是很久以前才会发生的事，现在这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，所以请不要担心。最重要的是，既然格蕾丝已经受到了诅咒的影响，绝不会有人在这种时候要求解除婚约。但如果以防万一……”卢卡斯握住格蕾丝的手说道：“即便真的有人要求取消婚约。”他低下头，在他的手背上轻轻落下一吻。“别担心，我会独自应对他们所有人。”他忍不住在心里哀叹：“我担心的正是这一点啊。”婚礼的日子终于到了，白鸽掠过宏伟的教堂尖顶，街道上挤满了盛装出席的宾客，喧闹声此起彼伏。一个年幼的女孩兴奋地惊叹道：“哇，卢克，快看，大家都在闪闪发光！”卢克皱起眉头，一脸嫌弃地回应道：“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为这种事尖叫，你说是吧，莉亚？”莉亚有些局促地绞着手指。“那个，今天我们看起来也挺像贵族小孩的。”女孩在一旁不满地挥动着拳头大喊：“卢克，你总是爱挑剔，你太坏了！”莉亚看着满脸通红的卢克，我的意思是，既然格蕾丝老师送了我们这些衣服，黛西会这么兴奋也是理所当然的。你收到衣服的时候不也很开心吗？卢克像是被戳中了心事，脸长得更红了。那是因为这些衣服是格蕾丝老师送来的而已。黛西却突然被远处的动静吸引了注意力。不远处的街道上，一群穿着极其华丽制服的骑士正缓步走过。黛西瞪大了眼睛惊叹道：“哇，那些人看起来更了不起，
凯莉走到了孩子们身边，微笑着解释道：“那些是开国7大家族的成员。”黛西转过头，惊喜地喊道：“院长大人！”他歪着脑袋，好奇地追问道：“但是开国大家族是什么意思？”院长耐心地回答道：“他们是建立了泽罗尼姆王国的家族，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。”黛西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，原来是这样。他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接着问道：“那么格蕾斯老师呢？”院长温和地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格蕾斯大人正在新娘休息室里等着。那么我们也进去吧，我想老师一定也正等着你们呢。”格蕾斯坐在华丽的靠背椅上，真的很紧张，紧张到反而感觉异常平静了。是因为第一次像这样成为全场的焦点吗？还是因为到场的宾客全都是亲近的人？一个声音从旁传来：“你刚才一直在发抖吧？”诺蒂亚推门而入，笑着打招呼道：“我来啦，格蕾斯。我想着，如果你一个人待着肯定会紧张，所以特意来找你。毕竟你只有我这个依靠，对吧？”这时门口出现了一个阿伦迪亚的身影，我不能就这么算乐。格蕾斯露出灿烂的笑容，惊喜地看向门口：“阿伦迪亚小姐。”阿伦迪亚掀开白色的帘幕，走入室内。“过得还好吗？”格蕾斯握住阿伦迪亚的手，回应道：“非常感谢你能来。最近为了准备狩猎大会，你应该很忙吧？”阿伦迪亚微笑着说道：“这可是格蕾斯的婚礼，我当然要来。哇，你今天真漂亮！”一旁的诺蒂亚发出一声轻喝。阿伦迪亚察觉到了诺蒂亚的视线，毕竟我是格蕾斯的朋友。诺蒂亚看着阿伦迪亚，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。哦，他突然伸手用力搂住格蕾斯的肩膀，很高兴见到你，我是诺蒂亚，格蕾斯最好的朋友。格蕾斯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。阿伦迪亚看着眼前这一幕，在心中不断告诫自己要保持冷静。很高兴见到你，诺蒂亚，我的名字是阿伦迪亚·罗森海姆，我完全没问题。阿伦迪亚露出灿烂的笑容说道：“我是格蕾斯的新朋友。”诺蒂亚沉默不语，只是静静地注视着前方。阿伦迪亚的笑意渐渐收敛，神色变得凝重起来。格蕾斯坐在椅子上，看着眼前两人之间紧绷的张力，这是什么气氛？照这样下去，是不是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？我喜欢你。诺蒂亚也紧接着说道：“我也喜欢你。”诺蒂亚继续说道：“大多数贵族甚至不会理睬像我这样的平民。”阿伦迪亚反驳道：“但我可没那么古板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来见格蕾斯的原因是一样的。祝你新婚快乐。”诺蒂亚神情温柔地叮嘱道：“永远不要忘记，你始终是自己人生的主角。”阿伦迪亚露出灿烂的笑容，补充道：“愿祝福永远伴随着你，格蕾斯小姐。”格蕾斯听着这些话语，心中涌起一阵暖意，她脸上绽放出无比幸福的笑容。沉稳的脚步声由远及近，卢卡斯停下脚步，目光落在正前方的格蕾斯身上。格蕾斯手捧鲜花转过身，静静地看向来人。卢卡斯看着盛装打扮的格蕾斯，呼吸微微一滞，脸上浮现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红晕。“你今天真的非常漂亮。”格蕾斯仰起头，脸上带着明媚的笑意，回应道：“谢谢你，卢卡斯，你看起来也帅极了。”卢卡斯微微侧过身，向他伸出手臂，问道：“那么我们要出发了吗？”格蕾斯轻轻挽住他的手臂，随着沉重的大门缓缓开启，他们一同迈步走入神圣的殿堂。在众人的注视下来到了祭坛前，他们并排站立，面对着庄严的司仪。司仪看着这对新人，问道：“新郎卢卡斯·布莱克，新娘格蕾斯·奥林，你们是否宣誓在余生中彼此相爱，互相奉献？”“我们宣誓。”司仪翻开手中的典籍。“那么，在各位尊贵的来宾见证下，以及我作为司仪的见证下，我正式宣布你们两人结为夫妻。”卢卡斯揽住格蕾斯的腰身，两人深情拥吻。台下的宾客们纷纷起立，孩子们兴奋地拍着小手，眼中闪烁着喜悦的光芒。在人群的后方，埃利亚微微扬起头，脸上浮现出一抹欣慰的笑意。原本以为婚礼会就这样顺利的结束，然而一声巨响突然炸裂，礼堂的大门被猛地撞开，一个身影出现在门口。“我要在这里向大家揭露真相。”凯西斯震惊地看着闯入者，喊道：“特丽莎，你突然这是在干什么？”金属撞击的清脆声响在礼堂内回荡。“我绝不会成为这场誓言的见证者。”在众人的祝贺声中，婚礼圆满结束。随后，宾客们前往早已准备好宴席的皇宫，而我们在背负着7大家族诅咒的圣物前宣誓。格蕾斯沉默地看着前方，卢卡斯微微低头，在格蕾斯耳边低语道：“这没什么难的，所以没必要太紧张。”格蕾斯有些局促地回应道：“啊，是的。”卢卡斯伸手拿起桌上的短剑，用锋利的刃尖划破了自己的手指，鲜血顺着指尖滴落，坠入盛满红酒的金杯中，泛起细微的涟漪。卢卡斯庄重地宣誓道：“以布莱克之名，我在此起誓，在你我之间真理永存。”脚下的誓约阵法随着咒语亮起微光，这份信任将建立在真理之上。他举起金杯，仰头喝下了混有鲜血的酒液，随之而来的是永恒的忠诚。格蕾斯接过金杯，同样垂下眼帘，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。卢卡斯牵起格蕾斯的手，这份契约将把我们永远束缚在一起。路德维希走向前方说道：“那么，仪式开始吧。”他站在众人面前，神情庄重地宣告：“我，路德维希·杰罗尼姆，将作为此项誓约的见证人。”西斯面带微笑，紧接着回应道：“我西斯·塞尔维恩特也将作为此项誓约的见证人。我为安妮·吉内什是此项誓约的见证人。我凯西斯·卢伯特也将作为此项誓约的见证人。”他疑惑地转过头，看向身旁的特里莎。凯西斯压低声音提醒道：“特里莎，轮到你了。”特里莎，我说了轮到你了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难道你不打算作证吗？格蕾斯看着这一幕，心中满是疑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凯西斯忍不住再次喊道：“特丽莎！”特丽莎双臂交叠在胸前，神情冷淡地注视着下方。时间回到几天前，首都附近的营地里，周围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。特丽莎指挥官赢了！特丽莎手持长剑站在阳光下，对手已经跌坐在地，长剑也掉落在了一旁。哇，真是不简单，我彻底输了。特丽莎收起长剑，神情清冷地站在原地。她向男人伸出手说道：“你进步了很多，但想要达到家主的水平，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去多加练习吧，努力永远不会背叛你。”男人满脸冷汗地反驳道：“我已经练得够多了，每天整整8个小时啊。”一旁的下属凑上前来，语气轻快地问道：“先不说这个指挥官这次去首都是因为布莱克家族的婚礼吧？您一定很高兴，到了首都您就能和那位约会了吧？”特丽莎脸颊瞬间变得通红，整个人愣在原地。得了吧，罗文根本就不在乎。你看指挥官高兴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指挥官，请等一下。特丽莎停下脚步，疑惑地回过头看向他。男人有些迟疑地开口说道：“其实最近王都流传着一些关于你的奇怪传闻，说你在未婚夫罗温大人之外，还在私下会见别的男人。”特丽莎眉头微蹙，眼神中透出一丝冷意。真是庸俗，这些不过是毫无根据的闲言碎语，很快就会平息。你今天先出发去王都，护送任务就交给副指挥官了。男人愣在原地，急忙大声喊道：“啊，请等一下，指挥官，你要去哪里？”去神殿。宏伟的神殿矗立在远方，尖塔直插云霄。特丽莎独自走在神殿的长廊上。没错，传闻总是消失得很快，而且罗温也不是那种会轻易相信这种事的人，没什么好担心的，完全没有。一名守卫拦住了去路，神情严肃地说道：“非常抱歉，指挥官说他今天不能见你。”喷泉的水声在静谧的庭院中回荡。特丽莎独自坐在长椅上，低头沉思。冷静点，他可是神殿骑士团的团长，今天一定是有什么紧急公务要处理。你真的这么想吗？一个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，特丽莎猛地转过头，眼神中充满了警觉。西斯不知何时已经走到了近前，脸上挂着一如既往的微笑。原来是你。西斯走到罗温身边说道：“好久不见了，特丽莎指挥官，或者我该称呼你为家主大人。”罗温冷冷地回应道：“你还是和以前一样阴险，最好不要随意揣测别人的想法。”西斯自顾自地在长椅上坐下。你依然这么美丽，特丽莎小姐。特丽莎侧过脸，语气冰冷地说道：“我不记得我有允许你坐下。”西斯听后反而放声大笑起来。看来你有很多话想说。我知道那些传闻是从哪里传出来的。诺曼·奥林家族的长子，也是这次要与卢卡斯结婚的格蕾斯的哥哥，一个涉及名门奥林家族继承人的传闻，即便是罗温大人也很难将其仅仅视为无聊的八卦吧。甚至还有许多目击者声称曾亲眼看到你们两人秘密幽会。特丽莎难以置信地问道：“什么？他们雇人散布虚假的谣言，并夸大其词，利用了你很少来王都这一点。”特丽莎指挥官，我原以为他们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贵族世家，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。一个本该以身作则的人，竟然在散布这种卑劣的谣言。特丽莎坐在长椅上，双手死死抓紧衣角。不可原谅，诺曼用卑劣的谣言玷污了我的名誉，奥林家族的人没有阻止他，所有人都要为此付出代价。卢卡斯愤怒地咆哮道：“特丽莎，你为什么要反对我的婚事？”特丽莎冷冷地看向卢卡斯，问道：“你真的不知道原因吗？”特丽莎向前迈出一步，重重地踏在地面上。那个女人的哥哥。路德维希看着眼前的混乱，心中暗叫不好。卢卡斯声音冰冷刺骨，竟然敢称呼我的妻子为那个女人。他咬紧牙关，从齿缝中挤出一句话：“请注意你的言辞。”大厅内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，周围的人纷纷侧目。格蕾斯看着愤怒的卢卡斯，突然想起了一件事：如果他现在过于激动，诅咒就会再次发作，他会立刻变成一匹马。想到这里，格蕾斯猛地冲上前去。卢卡斯被这突如其来的拥抱惊住。格蕾斯轻轻摇了摇头。卢卡斯低声说道：“谢谢你，多亏了你，我才冷静下来。”特丽莎沉默地看着相拥的两人，看来你也非常珍惜你的同伴。既然如此，你应该能理解我的愤怒。诺曼·奥林散布谣言说我是他的情人，明明我已经订婚了。格蕾斯听到这番话，露出惊讶的神色，竟然发生了这种事。特丽莎的眼神变得冰冷，语气中带着压抑的怒火。仅仅因为一个谣言，我就要失去名誉，甚至失去我珍贵的未婚夫。她的身体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，银色的毛发迅速覆盖全身。即便如此，你还觉得我没有权利反对吗？伴随着一声低沉的嘶吼，特丽莎彻底化作一只巨大的白狼，俯下身子，露出锋利的獠牙。特丽莎只有8岁那年，诅咒第一次降临在她的身上。这是哪里？我好害怕！妈妈，爸爸，我想回家，我讨厌这里。这时，不远处的空地上站着一个年幼的男孩，卢卡斯手里握着木剑，正茫然地环顾四周。灌木丛中传来的响动惊扰了特丽莎，她警觉地竖起耳朵，发出一声惊叫。卢卡斯拨开茂密的枝叶，他看着瑟瑟发抖的小狼。啊，抱歉，我不是故意要吓你的。卢卡斯蹲下身子，温柔地将颤抖的小狼搂进怀里。天哪，你抖得好厉害，是不是被吓坏了？话说回来，怎么会有小狗跑到这里来？是信徒不小心弄丢了吗？特丽莎在心里大声反驳：“我不是小狗，我是狼，不，我是人。这个小鬼竟然把我搞糊涂了，我绝不原谅。”没关系的，罗温温柔地安抚着，手掌轻轻抚摸特丽莎的头顶。特丽莎愣住了，罗温抱着她继续说道：“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妈妈的。”特丽莎看着他，心里的怒气渐渐消散。他看起来不像是个坏人。他伸出舌头，轻轻舔了舔罗温的手指。卢卡斯察觉到他的视线，啊，这个伤疤吗？
是训练师留下的。神殿骑士的训练虽然很艰苦，但对于我这样的孤儿来说，想要成为一名骑士，就必须忍受这些。虽然不容易，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卢卡斯将怀里的小狼轻轻放在地上，最重要的是努力，永远不会背叛你。好了，我现在把你放下来。他蹲在特里莎面前，后知后觉地感到一阵尴尬。我居然对一只小狗说了这么多话，为什么他还要靠过来？特里莎歪着头注视着他。罗恩有些困惑地自言自语：真是奇怪。平时别人都说我话很少，但在你面前我感觉什么都能说出来。也许是因为你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吧。现在太晚了，很难行动。等明天太阳升起，我们再一起去找你的妈妈。深夜的神殿静谧肃穆，守卫在大门前的见习骑士们手持长矛。见习骑士是不允许随意离开神殿的。如果你还是觉得害怕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直到早晨到来。在那一刻，我许下了一个誓言，我要变得足够强大，强大到能够保护这个满身伤痕的男孩。我曾许下那样的誓言，但是我让罗温失望了。卢卡斯伸出手臂，将格蕾斯挡在身后。格蕾斯退后，他直视着眼前的巨狼，语气平静地说道：如果你能冷静下来，那是最好不过的。我不希望这场婚礼成为我妻子心中一段可怕的回忆。特里莎伏低身体，喉咙里发出威胁的低吼：别对我指手画脚。卢卡斯微微垂眸，神情冷峻地回应道：如果你执意拒绝，那就随你便吧。恐怕我的脾气也算不上温柔。格蕾斯看着卢卡斯的神情，心中警铃大作。等等，难道他也打算在这里变身吗？场面一度陷入混乱。卢卡斯，你怎么也跟着掺和进来了？没错，特里莎现在只是情绪太激动了。公爵大人，请您务必克制一下。格蕾斯看着眼前的景象，虽然大家都在努力阻止冲突，但为什么感觉卢卡斯被当成了更危险的那一方？就在这时，西斯突然出现在格蕾斯身后。哎呀，这对特里莎小姐来说可不太妙啊！格蕾斯被吓了一跳。你要知道，狼虽然是拥有尖牙利爪的凶猛野兽，但它们的狩猎能力通常体现在群体协作上。相比之下，马虽然平时看起来很温顺，但它们后腿踢出的力量往往超乎想象。即便是在荒野之中，一只落单的狼也绝不会轻易招惹一匹健康的马。更何况，如果那匹马恰好是一匹通体漆黑，且在力量上有着特殊天赋的黑马，你应该明白真正该担心的是哪一边了吧？格蕾斯一脸震惊地看着他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为什么他们非要打起来不可啊？需要我介入吗？格蕾斯愣了一下。什么？虽然赤手空拳可能办不到，但如果是我的话，一定能阻止这一切。格蕾斯感到一股寒意从背后升起，这太可怕了。确实如此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但是他抬起手，轻轻推开了西斯搭在肩上的手。不，我会亲自处理。格蕾斯停下脚步。你是特里莎小姐对吧？根据我所听到的传闻，你确实有理由对我感到愤怒。卢卡斯焦急地喊道：格蕾斯，太危险了，快退后！格蕾斯没有停下脚步。别担心，没事的。卢卡斯愣在原地，神情复杂地注视着他的背影。格蕾斯停在特里莎面前，语气平静而坚定。无知并不能成为开脱的借口。作为散布谣言者的家属，我愿意承担全部责任。已经有一阵子了，手背上的灼热感一直在告诉我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老实说，这并不是我预想的结果。我并不想伤害你，但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格蕾斯心中已经有了决断。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他直视着特里莎说道：特里莎小姐，看来你只是感到不知所措。特里莎猛地一震，你懂什么？竟敢在这里大言不惭！你根本就不是诅咒的一部分。格蕾斯微微垂眸，轻声回应道：你说的对，特里莎小姐，我确实对你了解不多。格蕾斯向前迈了一步，张开双臂，温柔地抱住了巨大的白狼。正因如此，我才想要了解你，了解你此刻为何会因为焦虑而如此颤抖。突然间，一阵强烈的白光在走廊中炸裂开来。特里莎踉跄着后退了一步，她抬起戴着白手套的手遮住眼睛。格蕾斯长舒了一口气，说道：真是太好了，你平安回来了。特里莎满脸惊愕：什么？你是因为罗温似乎相信了那些荒唐的传闻，并且拒绝见你，所以才感到苦恼吗？卢卡斯扶住额头，显得十分头痛。我并不是不能理解你的感受，即便如此，你竟然对我的妻子表现出敌意，甚至还变身了，万一她受伤了怎么办？格蕾斯急忙拉住愤怒的卢卡斯：我没事，请冷静一点。特里莎面无表情地看向他们，结果不是什么都没发生吗？难道这还不够？这种程度的争吵在边境根本不算什么，没必要为了每件小事都大声嚷嚷。卢卡斯气急，反笑指着特里莎怒吼道：这种程度不算什么？格蕾斯明明是受害者，你竟然还如此厚颜无耻！格蕾斯紧紧拽着卢卡斯的手臂：求你了，快住手吧！那可不行！凯西斯双手叉腰，理直气壮地大声宣告：这件事显然是特里莎的错。特里莎坐在后方的椅子上，冷冷地低声说道：凯西斯，这是多余的干涉。格蕾斯看向凯西斯，那么这个人一定就是卢伯特家族的首领了。凯西斯突然凑到格蕾斯面前，神情兴奋地问道：先不说那个，你到底是怎么让特里莎恢复成人形的？格蕾斯愣在原地，请问你在说什么？凯西斯继续追问道：你应该很清楚布莱克家族的恶魔天灾吧？为了让特里莎变回人类，他应该需要奥尼姆的口嚼子才对。即便天灾的诅咒已经转移，他也不应该对另一个家族的诅咒产生任何影响。格蕾斯避开他的视线，这个其实我自己也不太确定，是这样吗？如果连公爵夫人自己都不知道，那也没办法了。凯西斯拍了一下额头，说道：啊，看来我忘了自我介绍，我是凯西斯·卢伯特青年协会的首领。这位耀眼的绅士是路德维希殿下，
而这位迷人的小姐是维安妮小姐。路德维希神情高贵地回应道：“我们已经见过了。”维安妮显得有些局促，很荣幸见到您，公爵夫人。凯西斯笑着补充道：“康塔纳公爵今天无法出席，不过你以后会见到他的。介绍就到此为止，你漏掉了塞尔维恩特。”卢卡斯神色严厉地打断道：“看来大家都忘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宣誓仪式。”格蕾斯猛地一惊，凯西斯摊开双手说道：“没错，既然你已经恢复了人形，就会担任证人，对吧？”特里莎坐在椅子上，依旧保持着沉默。卢卡斯盯着特里莎说道：“一旦情况变得不利，你就立刻陷入沉默了。”格蕾斯突然抬起手示意道：“请等一下，关于证人的事情，能不能暂时推迟一下？”宏伟的神殿在阳光下静静伫立，庭院里，特里莎与罗温相对而坐，两人之间陷入了漫长的沉默。卢卡斯一边走一边说道：“即便距离晚宴还有一段时间，像你这样尊贵的人，也没必要为了那些愚蠢的家伙站在这种简陋的地方。”卢卡斯，在来的路上我已经解释过了，我确实希望特里莎小姐能担任我们的证人，但在那之前，我们必须先澄清那些因为诺曼散布的恶毒谣言而产生的误会。你想想看，他现在正与自己唯一的未婚夫闹矛盾，心里该有多么痛苦和难过。卢卡斯垂下眼帘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沉重。确实，如果把这当做我们自己的事情来考虑，确实非常令人痛心，是我考虑不周了。但是我不确定仅凭这一点就能解决所有问题。格蕾斯静静地听着，即便如此，如果我们仅仅因为恐惧而选择逃避，那就永远无法解决任何事情。他显然非常清楚这一点。特里莎突然注意到了什么，说起来，你眼睛上戴的那是什么？罗文遮掩着眼部回应道：“啊，没什么，请不要担心特里莎小姐。”特里莎低着头，神情阴郁，双手紧紧攥成拳头。“你明明说过会留在我的身边。”罗文愣了一下，“你说什么？”特里莎垂下眼帘，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落寞。“果然，你是因为那些传闻对我感到失望了吗？”罗文猛地一惊，“什么？你在说什么啊？完全不是那回事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不要遮遮掩掩。”他突然伸手一把扯开罗文的眼罩。特里莎愣住了，罗文额头渗出冷汗，眼神中透着无奈与局促。“我之前说过的吧，叫你不要碰他。”庭院内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，几人围坐在白色的长桌旁。卢卡斯看着罗文问道：“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你必须了演技，为了不传染给大家，这段时间才打算保持距离？”罗文特低着头闷声回应道：“是的。”他深吸一口气，神情变得严肃起来。“其实几天前我收到了一封恐吓信，对方利用特里莎小姐的传闻作为要挟，把我叫了出去。我当然不相信那些传闻，但我无法容忍有人竟敢如此轻率地提起特里莎的名字。”特里莎愣在原地，脸颊泛起一阵红晕。我立刻赶到了信上写的地点，然而里面连一只老鼠的影子都没有，取而代之的是空气中散布着一种奇怪的粉末。我下意识地捂住口鼻，却还是吸入了一些，结果就变成了现在这样。格蕾斯坐在一旁，神情担忧地看着罗温。即便如此，没有发生更严重的事情，真是万幸。罗温叹了口气说道：“是的，但考虑到传染的可能性，我不得不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接受了几天的治疗。”特里莎猛地抬起头，惊讶地问道：“那么那天你拒绝见我的原因，竟然是？”罗温微微一笑，神情温柔地看向特里莎：“我只是不想把它传染给你，毕竟你对我来说是如此珍贵的人。”特里莎的脸瞬间长得通红，她羞恼地大声喊道：“你知不知道，因为那件事，我到底有多难过？”罗文满脸歉意地解释道：“对不起，我担心如果你看到我那个样子，会让你感到不安。”特里莎有些无奈地大声反驳道：“你明明可以直接告诉我的。”罗文低声回应道：“我觉得还是应该先接受治疗。”格蕾斯嘴角勾起一抹温柔的笑意：“误会能解开，真是太好了。”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突然从旁边传来：“布莱克公爵夫人，不，格蕾斯小姐。”格蕾斯猛地一惊：“啊，是的，难道是我刚才笑得太明显了吗？”特里莎突然走到格蕾斯面前，深深地弯下腰行礼，语气诚恳地说道：“请原谅我的无礼。”格蕾斯见状，急忙摆手说道：“特里莎小姐，你没必要向我道歉。”不，特里莎神情显得有些懊悔：“我没能控制住那一瞬间的焦虑，并将它发泄到了别处，这完全不符合一名骑士应有的风范。”格蕾斯沉默了片刻，现在仔细想想，真正有错的人，那个叫诺曼的家伙，甚至都不在这里。这件事的责任全在诺曼身上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让他为此付出代价。他收回目光，脸上重新绽放出灿烂而明媚的笑容。那么我们就先在这里把事情了结了吧。如果你能担任宣誓仪式的证人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特里莎嘴角勾起一抹羞涩的笑意。那是当然。誓约仪式重新开始。特里莎站在众人面前，举起手庄重地说道：“我特里莎，奥尼姆将作为这一誓言的见证人。”仪式终于得到了在场5个家族的全部认可，漫长的仪式终于落下帷幕。现在只剩下那场令人期待已久的晚宴了。大厅内充满了欢声笑语，孩子们聚在一起发出兴奋的欢呼。卢卡斯挽着格蕾斯的手，两人并肩走在红地毯上，在众人的注视下缓缓前行。格蕾斯虽然保持着优雅的姿态，我还是无法放松下来。格蕾斯的焦虑有着清晰的来源，那就是他们还没有收到孔塔纳家族的证言。尽管路德维希曾向他保证过，不必担心任何事，他会确保孔塔纳家族不会制造麻烦。格蕾斯微微垂下眼帘，虽然殿下这么说了，但还是可能会出现像特里莎那样无法预料的变数。卢卡斯转过身看向他说道：“仔细想想，你从今天早上开始就什么都没吃吧？”格蕾斯愣了一下，问道：“什么？”
卢卡斯显得有些急切，你一定饿坏了，我这就去给你拿点吃的。格蕾斯连忙叫住他，请等一下，魏快停下，我不饿，所以没关系的。况且我们通常都是在宴会结束后才用餐。卢卡斯微微皱眉，神情有些迟疑。可是，如果你之后饿了，请务必告诉我们，不要在意这些礼节。格蕾斯点了点头，应道：好，好的。格蕾斯深吸一口气，看向前方说道：更重要的是，大家都在等着我们要打起精神，开始去向宾客们打招呼吗？他已经做好了准备。格蕾斯走进人群，微笑着握住一位夫人的手，开始在宴会厅中穿梭，与到场的贵族们交谈问候。我还在想你们去哪了，原来是在这里。两人转过头，赛琳娜正缓缓走近，卢卡斯轻声唤道：母亲。赛琳娜走上前，亲吻了卢卡斯的脸颊，说道：祝贺你结婚，卢卡斯。随后他又转向格蕾斯，温柔地亲吻了他的侧脸，也祝贺你，格蕾斯。站在一旁的罗克珊看到这一幕，天哪，竟然能得到赛兰娜的亲吻。宴会厅内的音乐节奏悄然改变，卢卡斯察觉到了旋律的变化。啊，音乐变了。他优雅地伸出手，向格蕾斯发出了邀请。我有荣幸请您跳这支舞吗，夫人？卢卡斯握紧了他的手，带着他步入舞池中央。周围的宾客们纷纷停下交谈。快看那边，是布莱克公爵和公爵夫人。卢卡斯揽住格蕾斯的腰肢，两人在舞池中心轻盈地旋转，裙摆随着动作画出优雅的弧度。赛琳娜站在一旁静静注视着，周围的宾客们低声赞叹道：天哪，多么优雅的舞步！虽然他们很少在社交界露面，但看起来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赛琳娜看这舞池中年轻的身影，菲利克斯，真希望你也能看到这一幕。愿你在天堂保佑这些孩子，在一天之内同时撑过婚礼和晚宴。身体实在吃不消了。卢卡斯急忙俯身扶住他，关切地问道：格蕾斯，你还好吗？格蕾斯浑身颤抖着，勉强挤出一句话回应道：我没事，但我现在连一根手指都动弹不得。这时一个声音从两人身后传来：哎呀，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。卢卡斯和格蕾斯同时转过头。路德维希殿下，抱歉，能占用各位一点时间吗？抱歉打扰今天刚结婚的一对新人，但我想和你们简短谈谈，这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，所以没必要感到紧张。弗雷西亚神情冷漠地注视着前方。格蕾斯察觉到了对面那股压迫感，他微微侧过头，压低声音向身边的卢卡斯问道：卢卡斯，坐在我们对面的那位女士是谁？啊，那是杰罗尼姆的第二公主，弗雷西亚公主殿下。格蕾斯看着对面的弗雷西亚，为什么公主会出现在这里？路德维希察觉到格蕾斯的视线，微笑着看向他说道：说起来，你还没见过弗雷西亚吧？格蕾斯有些局促地回应道：啊，是的。那么现在或许是个互相认识的好机会。弗雷西亚侧过头，神情冷淡地打断道：哥哥，也许你该停止这些客套话，直接说明你的目的，这样能节省我们大家很多时间。路德维希被噎得说不出话，他无奈地扶住额头，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。弗雷西亚，拜托你。他调整了一下坐姿，神色变得严肃起来。无论如何，我召集各位过来的原因是想询问关于在誓言厅发生的事情。格蕾斯回想起当时的情景，您是指特里莎小姐恢复原状的时候吗？弗雷西亚靠在椅背上，冷静地回应道：没错，通常情况下，只有个家族的传家宝才能让人恢复人形。对于布莱克家族来说，需要马鞭才能恢复人性；对于奥尼姆家族来说，则必须使用口嚼。其他家族的传家宝对他而言根本毫无用处。弗雷西亚微微抬起下颌，目光锐利地盯着格蕾斯，告诉我，难道你不觉得这很令人厌恶吗？路德维希靠在椅背上，神色复杂地开口说道：所有传家宝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带来痛苦的刑具，我们别无他法，但公爵夫人却做到了，而且是以一种极其简单的方式，完全没有引起任何痛苦。所以告诉我，你……路德维希双手交叉抵住下颌，目光深沉地注视着前方。是什么人？格蕾斯坐在椅子上，身体微微僵住，额角渗出一丝冷汗。